刚穿越就面临豪门离婚危机，本命男神竟然要将我扫地出门，撕碎协议，当场拒绝，看财阀千金如何逆天改命。阳光明媚的清晨，本该是美好一天的开始，伊芙吉尼亚也是这么认为的。可谁能想到，尤克里德一开口就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他语气冷淡而平静，直接提出了离婚。这突如其来的要求让空气瞬间凝固到了冰点。伊芙吉尼亚冷冷的反问，试图确认自己是不是听错了。面对他的质问，尤克里德却心虚的避开了视线。尤克里德面无表情，再次重复了离婚的要求。冰冷的气氛压得人喘不过气。伊芙吉尼亚优雅地放下茶杯，冷眼看着眼前这个退缩的男人。他意识到自己表现得太严肃，于是主动放缓了语气。伊芙吉尼亚轻声问他：“你是认真的吗？”接着他微微一笑，暗示自己其实很通情达理，甚至可以接受善意的谎言，让他想清楚了再回答。谁能想到尤克里德不仅没有退缩，反而直接拿出了离婚协议书。这下伊芙吉尼亚彻底愣住了。他接过文件仔细一看，上面居然已经签好了字，确实是尤克里德的亲笔字迹。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明明这么努力讨他开心，他怎么敢突然提出离婚？看着尤克里德公事公办的态度，伊芙吉尼亚的怒火瞬间被点燃，想要离婚简直是痴人说梦。他当着尤克里德的面直接把协议书撕得粉碎。伊芙吉尼亚态度极其强硬，直接拒绝了离婚，命令尤克里德把碎片收回去。尤克里德在身后急得直喊，但伊芙吉尼亚根本懒得理他，头也不回的推门走了出去。他现在心里憋屈得很，自己好不容易穿进这本小说里，可不是为了来拿离婚剧本的。说起他的前世，那可真是个奇葩的经历。从小就被迷信的祖母断言，说他这辈子是躺着发财的富贵命。他刚出生那会儿，父亲根本不信这个邪，觉得升职加薪全是靠自己有本事，甚至还因为她是女孩而嫌弃他。可谁能想到，自从他出生以后，父亲的运气就像开了挂一样，一路顺风顺水，甚至还自己创业当了老板。但人一有钱就容易飘，父亲变得越来越傲慢无礼，母亲实在受不了这种折磨，最后干脆带着他离家出走。结果他们前脚刚走，父亲那倾注了全部身家的公司，后脚就彻底垮台了，倒闭的速度超乎所有人想象。这下父亲彻底慌了神，背了一屁股债跑来求他们回去，嘴里一直念叨着自己知道错了。虽然他对这个父亲没什么好印象，但架不住对方死缠烂打，母亲最后还是心软带他回去了。神奇的是，他们母女俩刚一进家门，父亲的生意居然又奇迹般的起飞，不到1个月就还清了所有债务。那些看笑话的亲戚又开始巴结他。不过这种好日子并没有维持太久，父母突然遭遇车祸去世，连一直护着他的祖母也在他刚成年的时候撒手人寰。那些贪婪的亲戚立马围了上来，想要瓜分他继承的巨额遗产。为了躲开这群吸血鬼，他索性自己开了一家投资公司。也就是从这时候起，他才真正明白祖母当年说的话，他这辈子确实是自带财运，买彩票中大奖，买股票只涨不跌，手里的钱多到根本花不完。可就算赚了这么多钱，他心里却越来越空虚，因为他发现身边围着的所有人全都是冲着他的钱来的，信任彻底破裂，连谈恋爱都觉得是在浪费时间。唯一能让他放松下来的，就只有一部叫《圣女的危险选择》的小说。看着手机里的小说，他忍不住吐槽，现实里果然一个靠得住的男人都没有。这本小说是个典型的逆后宫故事，女主在好几个大佬之间周旋，可她偏偏看上了那个最不起眼的配角，也就是卢迪温公爵尤克里德。但最惨的是，尤克里德连个男二都算不上，纯粹就是个一闪而过的背景板。这下他可坐不住了，在沙发上气得直打滚，觉得大家简直是瞎了眼，放着这么个纯情温柔的帅哥不要，非要去喜欢那些危险分子。他自嘲自己炒股是个天才，看男人的眼光却差得要命。整整300多章的小说，别的男主插画满天飞，尤克里德却只露过一次脸。为了能多看尤克里德几眼，他直接化身氪金大佬给作者发邮件，表示只要能给尤克里德加戏，花多少钱他都认了。就在他眼巴巴等着回复的时候，手机突然响了。这封邮件一到，他的命运彻底被改变了。这邮件刚发出去，居然秒收到了回复。他还纳闷呢，自己也就是个普通读者，对方怎么回得这么快？他以为是作者觉得荒谬发来的拒绝信，结果刚把邮件点开，眼前刷的一下全白了，整个人直接失去了知觉。等他再次睁开眼，周围的场景已经彻底变了。这地方奢华的像个宫殿，他根本就没来过。更诡异的是，当他低下头看向自己的双手，这根本就不是他原来的身体。这下事情彻底大条了，他赶紧跑到镜子前一瞧，整个人都傻了。镜子里这人是谁啊？一头黑发加上紫色的眼睛，这长相怎么看都像个反派。这不就是小说里那个和尤克里德离婚的恶毒女配伊芙吉尼亚吗？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居然穿越成了这个短命女配，而且头上还缠着厚厚的绷带，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他努力整理思绪，只记得点开作者的回复邮件后，就被一道强光吞没了。难道自己在现实里已经死了？还没等他想明白，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有人要进来了。推门进来的正是女仆安妮。看到大小姐醒了，安妮整个人都惊呆了。可伊芙吉尼亚根本不认识她，直接防备地问她是谁。安妮一听急了，赶紧解释自己是安妮呀。听到这个名字，伊芙吉尼亚脑子飞快转了起来，这不就是小说里对原主忠心耿耿的那个女仆吗？看来自己是真的穿越禁书里了。安妮看她身体虚弱，赶紧上前扶住她。可就在这一刻，伊芙吉尼亚突然想到了一个关键问题：
既然自己成了伊芙吉尼亚，那岂不是意味着他现在成了尤克里德的老婆？想到这，他忍不住笑出了声，把旁边的安妮吓得够呛。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穿越，但这个身份对他来说简直是天大的福利。他现在100%确定自己就是穿越到了那本小说里，而且还成了那个恶毒女配伊芙吉尼亚。虽然这个角色的名声不太好，但对他这个狂热粉丝来说，这根本就不是惩罚，反而是一次绝佳的机会。他100%确定自己穿越了，而且成了人人讨厌的恶毒千金伊芙吉尼亚。虽然这个角色的名声差到了极点，但对他来说，这反而是个绝佳的机会，因为他接下来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心仪的尤克里德结婚，能和自己最喜欢的人结为夫妻，简直就是梦寐以求的幸事。可问题是，原著里他们最后离婚了，他真的能改写这个悲惨的结局吗？既然已经成为了伊芙吉尼亚，那悲惨的结局就由他来改写。前世的他每天工作像个没有灵魂的机器，现在重来一次，他一定要牢牢抓住幸福。不过眼下最要紧的是得先弄清楚剧情进行到哪一步了。伊芙吉尼亚看着身旁的女仆安妮，询问自己头上的伤是怎么来的。安妮一脸担忧地看着他，说：“皇太子殿下刚刚向梅丽莎小姐求婚了。”听到这个消息，伊芙吉尼亚暗自庆幸，既然皇太子才刚向梅丽莎求婚，说明一切都还来得及。看来现在的时间点，故事才刚刚开始，以前的自己还没来得及去找梅丽莎的麻。不过既然皇太子刚求婚，他头上的伤到底是怎么来的？安妮有些为难地解释说，她听到消息后在公爵办公室里撞了墙。伊芙吉尼亚吓得赶紧捂住安妮的嘴，在人家办公室里自残，简直把脸都丢尽了。不过换个角度想想，这也不全是坏事。正因为以前的自己性格如此恶劣，皇太子才会讨厌她，她也才能顺理成章的嫁给尤克里德。既然知道了以前干的荒唐事，伊芙吉尼亚决定立刻去找公爵说清楚，她要亲口告诉对方自己已经对皇太子死心，这样后面和尤克里德的婚事才能顺利。可她还没来得及跨出房门，2把冰冷的长枪就直接横在了面前。守卫面无表情的宣布他被禁足了，连门都出不去，还怎么去见尤克里德？看到守卫亮出武器，安妮气得直接冲他们大吼。原来伊芙吉尼亚有个毛病，就是特别害怕尖锐的兵器，没想到这个弱点也跟着穿越过来了。守卫态度冷冰冰的表示不能放人，伊芙吉尼亚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被软禁了。安妮愧疚的解释，这是公爵大人的命令，在他撞墙晕倒之后，禁足令就已经生效，既然出不去，那就只能想办法把人请过来。伊芙吉尼亚让安妮无论如何也要请来公爵，他必须当面把话说清楚。伊芙吉尼亚一时口误，管公爵叫了声父亲，这可把旁边的安妮吓了一跳，毕竟在记忆里他们父女关系并不亲近。为了不露馅，他赶紧改口，可安妮却叹了口气，表示公爵不在府里，因为北方商会出了急事，他早就动身了。听到北方2个字，伊芙吉尼亚心里一惊，公爵这次去北方是为了见未来的女婿，也就是他最喜欢的尤克里德。还没等他想明白接下来的对策，安妮突然压低声音问了一句：“是不是在担心地下室里关着的那个男人？”安妮解释说，就是之前被关起来的那个人，因为伊芙吉尼亚下过命令，只允许送点吃的。安妮还以为大小姐是担心那人被饿死，连忙说看到梅丽莎偷偷去送过饭，自己也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到这里，伊芙吉尼亚脑子里嗡的一声，他这才猛地想起来，地下室里关着的居然是那个极其危险的理查德。要是让这个可怕的家伙记恨上自己，以后绝对没有好果子吃。伊芙吉尼亚猛地站起身，催促安妮拿绳子，他必须亲自去地下室确认情况。安妮把绳子拿来后，整个人都傻眼了，她怎么也没想到大小姐居然要翻窗户。安妮死死拽着绳子，带着哭腔劝阻，但伊芙吉尼亚态度坚决，直接翻出窗外。可刚一落脚，她就后悔了，这具身体居然还穿着一双高跟鞋，穿着高跟鞋爬绳子，简直是在玩命。不过现在也顾不上那么多了，他必须赶在事情变糟前确认理查德的安全。靠着对尤克里德的执念，他总算安全落地。冷风一吹，伊芙吉尼亚忍不住打了个喷嚏。不过他现在可顾不上感冒，得赶紧摸到关押理查德的别馆去。看着眼前安静的建筑，他心里直犯嘀咕。巡逻的守卫随时都会过来，时间不多了。就在他准备溜进去的时候，旁边突然闪过一道黑影，这下可把他吓得够呛。难道理查德已经自己逃出来了？可等他躲在树后仔细一瞧，从阴影里走出来的居然是梅丽莎。大半夜的他怎么会一个人跑到这里来？按照原著的剧情，梅丽莎来到庄园后，偶然发现了被关押的理查德，看他实在太可怜，便经常偷偷来送饭。伊芙吉尼亚有些无奈，要是自己能早点穿越过来，绝对不会把理查德从奴隶市场买回来，更不会让他和梅丽莎相遇。他轻轻推开别馆的大门，顺着楼梯往下走。地下室里安静的有些诡异，只有他自己的脚步声在回荡。他在一间牢房前停了下来，慢慢转过头，看到牢房里的人还在，伊芙吉尼亚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还好他现在还没有逃走。这个被铁链锁在角落里的男人，就是以后会名震帝国的理查德。理查德是这本小说里最危险、最疯狂的存在。他从小被当作奴隶养大，身世神秘，性格冷酷扭曲，直到被关进这间地下室，遇到了偷偷送饭的梅丽莎，那个善良的女孩成了他生命中唯一的救赎，也让他第一次懂得了爱。可这也意味着，一旦他日后逃出升天，成为地下世界的霸主，他第一个要疯狂报复的就是把他关在这里的伊芙吉尼亚。这种报复心源于执念，他为了把梅丽莎留在身边，甚至会动手绑架监禁她。虽然这种性格让人害怕，但他确实长得极好看，精致的像个耀眼的明星。就在伊芙吉尼亚胡思乱想时，理查德却突然主动开口，他紧紧抓着冰冷的铁杆，有些迟疑的低声询问：“听说
您生病晕倒了，这几天都不能过来吗？伊弗吉尼亚彻底懵了，这家伙不是应该恨死自己吗？怎么现在看起来反而像是在关心他？看着眼前的理查德，伊弗吉尼亚稍微松了口气，还好他的眼睛完好无损。他突然想起当初买下他的原因，因为皇太子向梅丽莎求婚，自己嫉妒得发狂，而理查德的红眼睛刚好很像皇太子，自己居然计划要挖出他的眼睛，这简直就是个疯子。伊弗吉尼亚暗自琢磨，只要在动手前把他放走，应该就能保住性命。可就在这时，他注意到理查德手背上的红印，那是奴隶的烙印。这下麻烦了，就算还没来得及挖眼，他作为一个奴隶被关在这里，恐怕从进门那天起就已经恨死自己了。一想到这里，伊弗吉尼亚心里直打鼓，就算现在放了他，他以后可能还是要自己的命。不过转念一想，身上还有防身魔法道具，倒也不用自己吓自己。而且要是现在不放人，以后他绝对会找上门报仇。想到这，他索性把心一横，直接打开了牢房的铁门。看着一脸警惕的理查德，伊弗吉尼亚冷冷地开口：“出来吧。”接着他把钥匙扔在地上，让他解开身上的枷锁。钥匙一扔出去，伊弗吉尼亚就后悔了。他本想好好递过去，结果一紧张手滑了，语气听起来还像个恶人。好在理查德没多说什么，默默捡起钥匙解开枷锁。趁着他解锁的空档，伊弗吉尼亚在地下室翻找，总算在旁边的箱子里找到了他被没收的物品。等理查德解开枷锁，他赶紧把衣服和钱袋塞过去，催促他赶紧换上。看着换好衣服的理查德，伊弗吉尼亚总算松了口气：“你现在自由了，可以离开这里了。”可理查德听到这话，却一点高兴的意思都没有，这让伊弗吉尼亚心里犯嘀咕：难道这家伙在等一个道歉？想到这，他索性把话挑明，为之前买下他、关押他以及伤害他的事情真诚道歉。虽然知道现在说这些有点虚伪，但他是真心想要弥补。他还特意交代袋子里装满了金币和珠宝，足够他去任何地方重新开始。交代完这些，他再次强调他已经彻底自由。交代完这些，伊弗吉尼亚心里直打鼓，给了这么多钱和珠宝，他应该会原谅自己吧。看着理查德紧紧攥着钱袋，他又后悔没准备点伤药，毕竟他身上还有奴隶印记，这事怎么想都让人放心不下。可还没等他想好怎么送客，理查德却突然开口问他为什么自己非要离开不可。还没等伊弗吉尼亚反应过来，理查德的情绪突然崩溃，苦苦哀求着想要留下来。更离谱的是，他直接跪倒在伊弗吉尼亚面前，大声喊他主人。这下伊弗吉尼亚彻底懵了，理查德以为自己要被抛弃，甚至觉得是因为没叫主人才会被这样赶走。他卑微地抓着衣角，苦苦哀求着不要被丢下。看着眼前只有18岁的少年，伊弗吉尼亚心里五味杂陈。他从小就是奴隶，突然获得自由，对他来说反而是未知的恐惧。但理智告诉他，绝对不能把这个危险人物留下来。面对他的哀求，伊弗吉尼亚只能狠心保持沉默。理查德见他态度坚决，终于明白自己无法留下来，只能默默转身，独自走出了地下室，消失在夜色中。看着理查德离去的背影，伊弗吉尼亚忍不住叹了口气。明明是以前的自己作恶，现在顺水推舟放他走，怎么心里反而有种负罪感？刚才理查德哭着求收留，简直像一只被遗弃的小狗，这在小说里可根本没写过。不过他很快摇了摇头，觉得自己做的是对的，不能因为一时心软留下他。反正按照原本的剧情，就算自己不放人，理查德迟早也会逃走，然后成为暗杀工会的老大。只希望他以后报仇时，能看在今天放走他的份上，放过自己和尤克里德。想通了这些，伊弗吉尼亚悄悄推开门，趁着夜色赶紧溜回房间。就在伊弗吉尼亚准备溜回去时，身后突然传来冷冰冰的招呼，这下可把他吓坏了。明明确认过骑士的巡逻时间，怎么还是撞上了？要是偷溜出来被抓个正着，惩罚绝对少不了。可当他转过头看清来人，整个人都愣住了。眼前穿着帝国骑士服，有着相似发色和眼眸的男人，居然是他的弟弟亚历克西斯。亚历克西斯一开口就没好话，质问他既然被禁足了，怎么还敢在外面瞎晃悠？伊弗吉尼亚心里暗叫倒霉，本来只想悄悄溜回去，结果偏偏撞上了这个难缠的弟弟。看他半天没有反应，亚历克西斯故意提起撞墙的事，嘲笑他是不是把脑子撞坏了。这下伊弗吉尼亚可忍不了，直接反问他懂不懂骑士精神，有这么跟亲姐姐说话的吗？听到姐姐这两个字，亚历克西斯整个人都愣住了。他低声念叨着这两个字，脸色瞬间变得无比阴沉。他一言不发，地步步逼近，强大的压迫感扑面而来。亚历克西斯发出一声冷笑，觉得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他可从来不承认这个姐姐。伊弗吉尼亚心里直犯嘀咕，难道是自己记错了设定？结果对方直接挑明，他们姐弟俩以前根本形同陌路。亚历克西斯甚至怀疑他是不是把脑子给撞坏了。伊弗吉尼亚只能硬着头皮死撑，把锅全推给之前的撞墙晕倒，这才勉强糊弄了过去。看着眼前这个难缠的弟弟，伊弗吉尼亚只想让他赶紧走人，免得自己偷溜的事情败露。可对方却觉得他是在故意套近乎，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看着一言不发的亚历克西斯，伊弗吉尼亚心里直犯嘀咕，自己刚才是不是把话说重了？可对方就这么死死盯着他，半天不吭声的无声压力，反而更让人抓狂。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伊弗吉尼亚突然鼻子发痒，这要是当场打个喷嚏，那可就真是丢脸丢到家了。他拼了命想憋回去，结果却憋出了一声奇怪的闷哼，这声音听起来倒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在强忍着不哭出来一样。眼看误会要闹大，伊弗吉尼亚也顾不上解释，丢下一句狠话就落荒而逃。
只留下亚历克西斯在原地怀疑人生，还以为是自己说话太重，真把他给气哭了。而另一边，伊芙吉尼亚一回到房间，就忍不住连着打了好几个喷嚏。昨晚折腾了半天，直接把自己给冻感冒了。早知道就该多穿点衣服。就在他懊恼的时候，突然注意到窗外有些不对劲，仆人们和梅丽莎居然都聚在院子里，而且梅丽莎身边还站着一个人。伊芙吉尼亚趴在窗前，一眼就瞧见了外面的亚历克西斯。一想起这家伙之前的恶劣态度，他就气不打一处来。自己受伤生病，他连看都不来看一眼，居然还敢大呼小叫。就在这时，一辆华丽的马车停在院子里，走下来的正是瓦西里安公爵。看着公爵严肃地给仆人们交代着什么，伊芙吉尼亚心里直犯嘀咕：迟早得和这位大人物打交道，万一说错话，可就麻烦了。还没等他做好心理准备，女仆安妮就慌慌张张地冲了进来，急着说：“公爵大人要立刻见他。”这下伊芙吉尼亚彻底明白了，刚才那道紧急命令原来就是冲着他来的。既然避无可避，伊芙吉尼亚索性也想通了，想要快点见到尤克里德，就必须先过瓦西里安公爵这一关。这位公爵在帝国里地位显赫，不仅手腕强硬，更是个冷酷无情的狠角色，谁要是落在他手里，绝对讨不到半点便宜。可偏偏伊芙吉尼亚想要结婚，就必须拿到他的许可，这无异于是在与虎谋皮。安妮一边帮伊芙吉尼亚整理礼服，一边忍不住八卦起来，觉得公爵大人特意派人来接，肯定是因为心里一直惦记着小姐。可伊芙吉尼亚却清醒得很，她自嘲地表示，自己可是当着人家的面直接撞墙晕倒，换作是死对头看到这画面，估计也得吓一跳。等衣服收拾妥当，伊芙吉尼亚深吸一口气，准备去见这位公爵。虽然安妮还在担心他发着烧，劝他要不改天再去，但伊芙吉尼亚心里清楚，这事根本拖不得。可谁能想到，刚一推开门，伊芙吉尼亚就愣住了。站在门口守卫的那个骑士，看着怎么这么眼熟？这不就是昨天他偷偷溜出去，回来时被他威胁要闭嘴的那个骑士吗？虽然觉得眼前的守卫不像个叛徒，但为了保险起见，伊芙吉尼亚还是主动问了他的名字。守卫被吓了一跳，结结巴巴的报上名，叫格雷塞尔。伊芙吉尼亚总觉得这名字在哪听过，为了拉拢他，伊芙吉尼亚特意许诺会在公爵面前替他美言几句。守卫一听，赶紧忙不迭的连连点头。两人刚走下楼梯，安妮就凑过来八卦，问他是不是看上了那个骑士。安妮还神秘的表示，那家伙很适合接下来的计划，问要不要自己去安排。听到计划两个字，伊芙吉尼亚心里直犯嘀咕，看来原主和安妮之前没少密谋坏事，现在他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演下去。伊芙吉尼亚踩着高跟鞋，刚走到走廊拐角，就不得不停下了脚步。看清前面站着的人后，他有些意外地问：“亚历克西斯，你怎么会在这里？”面对他的询问，亚历克西斯只是冷冷的反问：“难道自己不该出现在这吗？”伊芙吉尼亚忍不住调侃他：“摸鱼也得有个限度，这个时间他不是应该在骑士团吗？”这话一出，亚历克西斯直接炸毛了，大声反驳自己刚结束一周的特训，今天可是难得的休息日，而且他昨晚一回家就听说了他晕倒的消息，这才特意赶了过来。看着伊芙吉尼亚一脸茫然的样子，亚历克西斯有些恼羞成怒，大声质问他那是什么表情。接着他有些别扭的转过身去，补充说自己昨天并没有告状，让他老实点，别顶嘴。伊芙吉尼亚看着他这副样子，心里直犯嘀咕，搞不懂他今天怎么这么反常。就在这时，旁边的门突然开了，一个冷冰冰的声音传了过来，质问他们是不是把这里当成了闲聊的地方。来人正是席奥内尔，看到他出现，亚历克西斯顿时有些慌了，连忙想要开口解释，可席奥内尔根本不听，冷冷的让他闭嘴。看着眼前这个冷酷的男人，伊芙吉尼亚深吸了一口气，这个冰山男终于露面了。眼前这个冷酷的男人正是瓦西里安家族的长子席奥内尔。可看着他，伊芙吉尼亚心里却泛起了嘀咕，这种感觉简直和之前见到理查德时一模一样。虽然他没有继承原主的记忆，但身体却能清晰地感受到原主残留的那些情绪。席奥内尔冷冷地警告他，如果又是来闹脾气的，就赶紧回房间去，这招对他没用。伊芙吉尼亚强压下心头那股局促不安，平静地回答自己不是来闹事的。可席奥内尔根本不信，继续质问他，既然还在禁足期间，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伊芙吉尼亚直截了当地表示自己是有正事要找父亲商量。席奥内尔刚想继续质问，屋里却突然传来了动静，紧接着父亲低沉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让他们直接进去。听到这个命令，席奥内尔有些犹豫，毕竟伊芙吉尼亚还在禁足期间，现在进去显然不合规矩。可还没等他们多想，屋里的父亲就有些不耐烦了，语气冰冷的再次命令他们进去。伊芙吉尼亚深吸一口气，硬着头皮走进了房间。眼前这个威严冷酷的男人就是他的父亲瓦西里安公爵。一进屋，那股压迫感扑面而来，比小说里写的还要可怕。伊芙吉尼亚心里直打鼓，自己本来就在被禁足，要是哪句话说的不对，怕是要被直接放逐出家门。明明是原主惹出来的烂摊子，凭什么要自己来背黑锅？但眼下他也只能硬撑下去了。支撑他走下去的唯一动力，就是嫁给他的本命尤克里德。可还没等他多想，眼泪却先一步流了下来。这下把父亲和哥哥都整懵了，谁也没想到他会突然哭泣。伊芙吉尼亚自己也莫名其妙，虽然处境确实憋屈，但也不至于委屈到掉眼泪。难道是原主残留的记忆在作怪？看着眼前默默流泪的女儿，公爵叹了口气，态度终究还是软了下来。他站起身，递过去一块手帕，让女儿把眼泪擦擦。看着递过来的手帕，伊芙吉尼亚整个人都懵了，这跟他预想的完全不一样。公爵有些自责，叹着气说：“
以为他身体好多了，是自己考虑不周，不该在这个时候把他叫过来。伊弗吉尼亚心里五味杂陈，这哪里是冷酷无情的公爵，分明是个关心女儿的普通父亲。看来自己之前的担心完全多余，他根本没有要放逐自己的意思。不过眼下最要紧的是赶紧把结婚的事情定下来，只有这样才能见到尤克里德。伊弗吉尼亚主动弯腰行礼，为刚才的失态向父亲道歉，并保证以后绝不会再犯。这突如其来的懂事，反而把公爵整不会了。他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女儿，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伊弗吉尼亚接着抛出重磅炸弹，表示自己决定放弃皇太子。这话一出，公爵整个人都愣住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伊弗吉尼亚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委屈地控诉，皇太子明知道自己的心意，却偏偏向堂妹梅丽莎求婚，这简直是把他的尊严按在地上磨。虽然这眼泪流得莫名其妙，但对他来说是绝佳的谈判时机。他顺水推舟向父亲提出，希望父亲帮自己重新找个未婚夫，找一个心里只有他的人。他解释说，自己虽然决定放手，但难保以后不会动摇，所以必须尽快结婚，让自己死心。看着女儿这副痛改前非的样子，公爵一时间竟无言以对。哥哥席奥内尔有些怀疑，问他是不是认真的。伊弗吉尼亚毫不犹豫地表示，自己说的每个字都发自真心，甚至请求父亲和哥哥帮他选丈夫。看着两人怀疑的表情，伊弗吉尼亚决定再加一把劲。他提出唯一的条件，必须在皇太子结婚前成婚，不需要豪华的婚礼，只要能尽快离开王都就行。表面上他是逃避情伤的委屈模样，实际上心里早就乐开了花，满脑子都是和尤克里德的蜜月。但万一他们不按套路出牌，随便给他指婚一个人就玩砸了。看着用眼神交流的父亲和哥哥，伊弗吉尼亚赶紧补充道，虽然信任他们的眼光，但对方的家世绝对不能太低。公爵有些无奈地叫了他的名字。公爵严肃地提醒他，他可是瓦西里安家族的女儿，家族的荣耀不容有失，他绝不会选不符合标准的人。听到这话，伊弗吉尼亚在心里松了口气，毕竟尤克里德的家世摆在那，这下人选算是彻底稳了。既然目的已经达到，伊弗吉尼亚提出想回房休息，接着转身准备离开。可刚走没两步，他又停了下来，总觉得父亲的反应有些平淡，必须再给他来一剂猛药。他突然停下脚步，轻轻唤了一声父亲。这一声父亲直接让公爵愣在原地。伊弗吉尼亚神色黯然地表示，自己知道以前太任性，给家里添了麻烦，但以后绝对不会再这样了。伊弗吉尼亚在心里暗暗得意，觉得这番话足够打动父亲了。接着他优雅地转身准备离开，看着女儿离去的背影，公爵嘴里喃喃叫着她的名字。可还没等伊弗吉尼亚走出两步，他突然觉得一阵天旋地转，眼前的景象开始疯狂扭曲，紧接着他重地摔倒在地上，彻底失去了意识。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把父亲吓得够呛，慌忙大喊着让人去叫医生。伊弗吉尼亚浑身烫得厉害，显然是发了高烧。看着躺在床上高烧不退的女儿，公爵急得大发雷霆，大声催促着医生怎么还没到。席奥内尔在一旁劝他冷静，说医生已经在路上了。等医生诊断完，表示只是得了感冒，只要吃药休息几天就能好转。听到这个诊断，父亲却更加愤怒，质问他这几天一直被关在房间里，怎么可能会平白无故感冒？席奥内尔也皱起眉头，怀疑这会不会是之前撞墙的后遗症。医生吓得赶紧解释，说之前检查过，真的只是额头轻伤。可看着病床上虚弱的女儿，父亲根本听不进去，愤怒地质问，既然只是轻伤，那他现在为什么会烧成这个样子？医生无奈地解释，伊弗吉尼亚是因为身心极度虚弱，才会病得这么严重。听到这话，亚历克西斯再也忍不住了，大声质问父亲，为什么要在他生病的时候离开家？家里人一个都不去看他，他该有多失望？难怪吃了药也不见好转。一旁的安妮也小声附和，说小姐醒来之后确实问过公爵大人为什么没来，听到公爵不在，还露出了苦笑。这番话让公爵彻底沉默了。席奥内尔在一旁叹了口气，说妹妹虽然嘴上不饶人，但逃避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父亲此时也十分后悔，他怎么也没想到女儿其实一直在等他，而他之前居然还庆幸对方没有在闹事。公爵有些失神，喃喃道他甚至还叫了自己一声父亲。席奥内尔在一旁点头说自己也听到了，更不用说他之前还主动道了歉。要知道伊弗吉尼亚从小就和家里不对付，那时候他只听母亲一个人的话，自从母亲去世后，他就经常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偷偷哭泣，却从来不肯对家里任何人敞开心扉。谁能想到他居然会主动想要和家人和解？席奥内尔叹了口气，说皇太子向梅丽莎求婚的消息对他来说绝对是个不小的打击。听到这，父亲顿时火冒三丈，皇太子怎么敢拒绝他优秀的女儿？就算女儿之前确实有些执迷不悟，但她毕竟是开国元勋家族的千金。不过转念一想，现在这个结果对他来说或许反而件好事。席奥内尔主动提议，说自己会立刻着手调查妹妹的婚事。公爵听了有些意外，席奥内尔则冷静地解释，妹妹不仅脾气固执，而且性格善变，随时都有可能改变主意，况且现在也不是没有合适的人选。听完这番话，父亲也觉得有道理。思索片刻后，他认为最合适的联姻对象莫过于卢迪翁家族了。既然决定了，那就没必要再浪费时间。卢迪翁公爵的府邸里突然传出一声惊呼，尤克里德神色淡然，随口询问发生了什么。助手德拉诺急得直跳脚，质问公爵是不是疯了，居然要娶那个名声狼藉的伊弗吉尼亚。德拉诺越说越激动，提醒他全帝国都知道，那女人的心里只有皇太子。尤克里德却完全不慌，反而笑着反问助手，这个月他们还
还欠多少债务？德拉诺顿时泄了气，老老实实的回答，还差750个金币，而且10天之内必须还清。尤克里德叹了口气解释，如果这次再还不清欠款，债主就会利用垄断地位，把利息抬到天上去。德拉诺虽然明白这个道理，但心里还是觉得憋屈。尤克里德冷静地分析，除了眼前的物流费用，他们还背着一堆陈年旧债，人家现在是看在交情份上，才没有急着上门催债，可这种好日子随时会到头，所以这门亲是他必须的结。德拉诺还是想不通，抱怨瓦西里安公爵趁人之危。尤克里德笑着反问，之前不是还夸对方好说话吗？德拉诺一脸抓狂的解释，本以为对方是来谈生意的，谁能想到一开口就是要联姻。尤克里德倒是看得透彻，对方大老远跑过来，本来就不是为了做慈善，更何况给的实在是太多了，不仅答应设立商会分部，还准备了丰厚的嫁妆，这笔钱刚好能解燃眉之急。德拉诺依然有些想不通，抱怨娶了这么个麻烦女人，以后怎么可能高兴得起来？尤克里德平静地解释，虽然外面的传闻很吓人，但既然伊芙吉尼亚和皇太子并没有真正的在一起，那他娶了对方也就不会平白无故得罪皇室。德拉诺还是有些担心，说大家都知道大小姐深爱皇太子，尤克里德却根本不在乎，淡淡表示这并不重要。随后他直接下达命令，让手下立刻准备出发去王都。看着还在犹豫的助手，尤克里德轻声询问，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德拉诺见状只能妥协，表示自己没有异议了。尤克里德微微一笑，让他先下去忙自己的事。看来这趟王都之航似在必行。等房间里只剩下自己时，尤克里德终于不用再伪装。谁能想到他表面风轻云淡，实际上身体早就到了极限。这一下情况比想象的还要糟糕。可即便到了这个地步，他脑子里回想的依然是助手刚才的担忧。伊芙吉尼亚喜欢皇太子的传闻，到底会给他的计划带来什么变数？安妮端着药走进来，催促伊芙吉尼亚赶紧趁热喝下。看着这碗黑乎乎的药汁，伊芙吉尼亚只觉得一阵头疼，自己不过是发了个烧，怎么大家搞得像他得了绝症？他忍不住抱怨起来，让安妮不用这么盯着自己。安妮却一脸为难地解释，这可是公爵大人亲自下的死命令，必须看着他一滴不剩地喝下去。伊芙吉尼亚叹了口气，只能乖乖把药喝完，心里却后悔的不行。早知道大家会这么大惊小怪，他当时真该把话解释清楚。时间回到1周之前，也就是他刚刚退烧醒来的那天，还没等他彻底清醒，父亲就急匆匆冲进来，身后还跟着席奥内尔。伊芙吉尼亚刚一睁眼，就看到床边围满了人，这阵仗着实把他吓了一跳，忍不住问大家怎么都在这里。公爵有些尴尬的咳嗽，主动向女儿道歉，解释自己之前是因为有急事才不得不离开家。他醒来时没看到人，心里一定很难过。听到这话，伊芙吉尼亚整个人都傻了，完全听不懂父亲在说什么。转念一想，他这才反应过来，合着大家是误会了，以为他之前哭是因为受了委屈。他赶紧摆手否认，表示自己根本没有难过，更没有生气。可他越是解释，父亲和亚历克西斯就越心疼，觉得他只是在强颜欢笑，甚至还欣慰地夸他懂事。这下伊芙吉尼亚彻底无语了，这误会简直是越描越黑。一旁的安妮更是直接走上前，像哄小孩一样，笑着往他嘴里塞了一颗糖。看着大家这副关切的模样，伊芙吉尼亚也只能妥协，无奈地收下了这份好意。虽然大家有些大惊小怪，但伊芙吉尼亚觉得这总比以前被冷落要强得多。就在这时，安妮突然想起了一件事，说梅丽莎今天想要见她。听到这个名字，伊芙吉尼亚有些纳闷，对方怎么会在这时候找上门来？不过既然人家主动约了，他也没打算逃避。没过多久，两人便在花园的凉亭里坐了下来。看着眼前这个金发绿眼的女孩，伊芙吉尼亚不得不承认，对方确实美得像个童话里的公主，难怪能让皇太子如此入迷。伊芙吉尼亚很清楚，她和自己这种强势的性格完全不同。为了打破沉默，伊芙吉尼亚直接开门见山，问她今天特意过来到底是为了什么。这突如其来的提问把梅丽莎吓了一跳，慌乱中甚至连茶杯都给打翻了。看着手忙脚乱道歉的梅丽莎，伊芙吉尼亚倒是一脸平静，甚至主动安慰对方不用在意。她一眼就看穿了对方的心思，这姑娘从刚才开始就坐立不安，显然是因为皇太子求婚的事觉得愧疚。为了让对方安心，伊芙吉尼亚索性把话挑明，表示自己早就对皇太子死心了，不管他们结不结婚都和自己没关系。听到这话，梅丽莎既得赶紧解释，说自己和皇太子只是偶然相识，当时根本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更没有要和他争抢的意思。梅丽莎急忙表态，说自己是自愿拒绝求婚的。伊芙吉尼亚有些纳闷，既然都拒绝了，今天干嘛还这么战战兢兢的？梅丽莎犹豫了一下，终于说出了实情。原来她之前在庄园里迷了路，无意中闯进了别馆的地下室，而且还在里面看到了不得了的东西。这下事情可大条了。伊芙吉尼亚怎么也没想到，对方居然发现了理查德的秘密，这要是传出去可就麻烦了。他立刻沉下脸，警告梅丽莎忘掉在下面看到的一切，并表示那个男人已经被自己处理掉了。这话可把梅丽莎吓坏了，以为伊芙吉尼亚是下了死手。看着对方这副反应，伊芙吉尼亚有些哭笑不得，赶紧解释自己只是放走了他，甚至还给了对方一大笔路费。听到人还活着，梅丽莎这才松了一口气。聊完了正事，伊芙吉尼亚顺口问起梅丽莎最近在庄园住的习不习惯，毕竟是刚搬进来，公爵为了她的安全着想，限制了她的出行，必须有骑士陪同才能出门。
伊弗吉尼亚主动提议，如果他闷了，想去神殿转转，可以直接去跟父亲申请。可梅丽莎却有些犹豫，说神殿最近正忙着祈祷仪式，因为皇太子马上就要出征打仗了。听到这个消息，伊弗吉尼亚顿时恍然大悟，难怪皇太子被拒绝求婚后一点动静都没有，原来是心思根本不在这上面。梅丽莎有些担忧地凑过来，打听皇太子是不是像传闻中那样是个可怕的战争狂人。伊弗吉尼亚一时间也说不准，毕竟皇室的祖先就是靠武力统一大陆的。要说这位皇太子没有暴力倾向，恐怕谁也不会相信。梅丽莎接着感叹，难怪他能成为最年轻的剑术大师，毕竟之前的战争才刚结束没多久。正说着呢，女仆安妮急匆匆地跑了过来，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皇太子殿下居然亲自登门了。这下可把两人给说懵了。伊弗吉尼亚第一反应就是对方肯定是来找梅丽莎的，毕竟前不久才刚求过婚。可安妮却连连摇头，说皇太子这次指名道姓要见的，居然是伊弗吉尼亚自己。来人正是皇太子凯登。在原本的命运里，他是让伊弗吉尼亚走向毁灭的根源，谁能想到两人会这么快再次碰面？伊弗吉尼亚没有退缩，直接推开了会客室的大门。门一开，凯登正一脸玩味地看着他。男人笑着调侃，没想到你来得这么快，看来你真是想我想得紧啊。看着眼前这个帅气的男人，伊弗吉尼亚心里毫无波澜。在原本的记忆里，这家伙一次次无情地拒绝他，才让曾经的爱意变成了如今的恨意。不过表面功夫还是得做。伊弗吉尼亚微微躬身行礼，向对方打了个招呼。凯登倒是挺主动，直接站起身凑了过来。听说你之前把头给撞了，该不会是因为我向你堂妹求婚，你一时想不开吧？这话听着就让人火大。伊弗吉尼亚冷冷地回了一句，这事跟殿下没关系。结果凯登根本不打算放过他，反而凑得更近了，说自己才是那个罪魁祸首，怎么可能不关心呢？凯登接着试探道，听说你自从醒过来之后，整个人就变得奇奇怪怪的。伊弗吉尼亚直接反驳，自己不是奇怪，而是终于想通了。看着有些疑惑的凯登，伊弗吉尼亚索性把话挑明，表示自己已经决定彻底放弃他，并且准备嫁给别人，以后绝对不会再去纠缠他。这话一出，凯登的脸色彻底变了。男人沉声质问，你要嫁给别人？还没等伊弗吉尼亚反应过来，凯登直接一把抓住了他，大声质问他是不是疯了，居然要放弃当皇太子妃。看着眼前这个情绪失控的男人，伊弗吉尼亚整个人都懵了，这家伙到底在发什么疯？面对伊弗吉尼亚的解释，凯登根本不信，反而把人抓得更紧了。你觉得我会信吗？伊弗吉尼亚只觉得莫名其妙，他信不信根本不重要，他直接冷冷的让对方放手，凯登这才松开了手。不过他依然觉得这只是伊弗吉尼亚的新把戏。男人嘲讽到，这演技也太差了，想骗人好歹也演得真一点。伊弗吉尼亚有些无奈，强调自己连求婚书都送出去了。可就在这时，他注意到一只虫子正围着凯登嗡嗡乱飞。这下伊弗吉尼亚纳闷了，这家伙好歹也是个剑术大师，怎么连身边有虫子都发现不了？这反应也太迟钝了。凯登根本没注意到异样，依然自顾自的嘲讽，就算求婚是真的，全帝国谁不知道你喜欢的是我，又有谁敢来插手这件事？看着眼前自信满满的凯登，伊弗吉尼亚根本没心思听他说话，因为那只该死的苍蝇一直在他身边嗡嗡乱飞，这让他整个人都快抓狂了。凯登还在那自顾自的放狠话，可伊弗吉尼亚的注意力全在那只飞来飞去的苍蝇身上。他这人有个毛病，一旦注意到了，就根本没办法装作看不见。眼看那只苍蝇落在了凯登脸上，他终于忍无可忍了。就在凯登冷笑着说出自己连情妇都不想让你当的时候，伊弗吉尼亚直接一巴掌甩了过去。这一巴掌力道可不小，直接把凯登给打懵了。看着凯登脸上红红的印子，伊弗吉尼亚心里直呼完蛋，这下真是闯了大祸。凯登强压着怒火问，你能解释一下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吗？其实凯登心里也纳闷，以前这女人不管怎么闹腾，哪怕是厚着脸皮要当皇太子妃，或者被她嘲讽后大发脾气，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失控过。可今天她不仅动了手，打完之后自己反而先慌了，这反常的举动让凯登一时间也有些摸不着头脑。以前凯登每次从战场回来，都会故意冷落伊弗吉尼亚，去和别的名媛跳舞，而伊弗吉尼亚每次都会出手帮他把这些莺莺燕燕处理掉。可今天他却完全不同，这让凯登觉得他好像回到了小时候那个把所有情绪都写在脸上的样子。凯登看着眼前的女人问，你为什么要打我？凯登觉得对方是因为求婚的事受了太大的刺激才动手，可伊弗吉尼亚总不能解释自己只是为了打虫子，无奈之下他也只能老老实实的道歉。看着老老实实道歉的伊弗吉尼亚，凯登心里稍微顺了点气，觉得他至少还懂得审时度势，没有彻底变样。可光是这样，凯登显然还不满足，他甚至想要得到更多。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侍从在外面催促说，殿下该回宫了。凯登有些扫兴，只能开口告辞，并顺口提了一句自己这次出征至少要离开3个月。凯登其实是在故意试探，想看看这个女人听到消息后会是什么反应。可还没等他走开，伊弗吉尼亚突然伸手拉住了他，急切地喊道，等等，至少让我做完这件事。谁能想到伊弗吉尼亚急忙拉住他，居然是递过去一块粉红色的蕾丝手帕。凯登这下也有些意外，忍不住开口问他，你这是要送我手帕吗？看着这块粉嫩的手帕，凯登心里直犯嘀咕，这可不太像他平时的风格。伊弗吉尼亚有些尴尬，小声解释说，其实我是想让你
结果话还没说完，凯登就直接把手帕拿了过去，笑着表示自己会好好用的。临走前，凯登看着他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话，说他那双冷漠的紫色眼睛总是让人想起烈酒。这下轮到伊芙吉尼亚无语了，他其实只是想让对方用这块手帕把脸上的巴掌硬擦一擦而已。凯登拿着手帕笑了笑，以前出征的时候自己只能靠烈酒撑下去，但这次不一样了，他有了新的寄托。等凯登离开后，伊芙吉尼亚一个人坐在房间里，只觉得一阵头疼。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居然会为了打一只苍蝇直接扇了皇太子一巴掌，这要是追究起来可不是闹着玩的。不过让他意外的是，凯登这次的表现跟传闻中那个暴力的皇太子完全对不上号，甚至可以说有些宽容的过分了。伊芙吉尼亚心里直犯嘀咕，这家伙该不会是有什么特殊癖好，因为挨了一巴掌反而对自己产生兴趣了吧？更糟糕的是，他突然反应过来，自己刚才慌乱中递过去的那块手帕根本不是他自己的，而是梅丽莎的。这下可真是阴差阳错，要是被凯登发现了手帕的来历，还不知道会惹出什么新麻烦。刚结束训练的亚历克西斯推开餐厅大门，整个人瞬间愣在原地。亚历克西斯更是直接叫出了声，质问伊芙吉尼亚为什么会在这里，毕竟他以前从不和家人同桌吃饭。面对众人的震惊，伊芙吉尼亚优雅地切着食物，反问：难道自己不能和家人共进晚餐吗？其实他只是来询问求婚书的回信，却顺理成章地被留了下来。就在气氛微妙之时，公爵突然提起了皇太子今天来访的事。公爵有些担忧地开口，询问皇太子是否因为梅丽莎拒绝求婚而将怒火发泄到他的头上。伊芙吉尼亚手上的动作微微一顿，表示对方虽然没有直接怪罪，却对他最近在家的动静了如指掌。公爵顿时火冒三丈，怒吼：到底是谁在往外传递消息？伊芙吉尼亚摇了摇头，接着说道：自己已经明确拒绝了皇太子，可对方不仅不信，还出言嘲讽，说他连当情妇都不配，更别妄想当什么皇太子妃。听到这种羞辱，亚历克西斯猛地站起，破口大骂。席奥内尔赶紧喝止了他，转头神色严肃地看向伊芙吉尼亚。席奥内尔听后怒不可遏，认为皇太子此举是在践踏家族尊严，扬言明天就要向皇室提出正式抗议。伊芙吉尼亚见状连忙解释，透露自己其实并没有吃亏，因为他当场甩了皇太子一巴掌。听到这个惊天消息，一旁的亚历克西斯彻底惊呆了。伊芙吉尼亚忐忑地向父亲认错，本以为会招来一顿痛骂，谁知父亲反而大赞他打得痛快。皇太子可是剑术大师，那一巴掌顶多算被蚊子咬了一口。伊芙吉尼亚顺势尴尬地承认，当时确实只是在打虫子，并表示自己只想尽快结婚，希望大家不要再纠结此事。公爵闻言露出了笑容，这正是他留他吃晚饭的原因。原来求婚书已经收到了回信，伊芙吉尼亚瞬间紧张起来，急切地追问对方是否答应。在得到公爵肯定的答复后，他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公爵解释说，因为对方只用了普通马车送信，所以才耽搁了这么久。伊芙吉尼亚表面平静，内心却忍不住暗自犯嘀咕：堂堂开国元勋，怎么连魔力马车都没有？公爵见他沉默，便许诺出嫁时会准备丰厚的嫁妆。伊芙吉尼亚顺势提议，先送一辆马车过去，方便对方来王都。公爵欣然应允，并夸赞他连随行骑士都选好了。伊芙吉尼亚听得一头雾水，直到公爵提起骑士格雷塞尔的名字，他才猛然想起女仆安妮之前的汇报。公爵突然提议先办订婚仪式，将正式婚礼推迟1年。伊芙吉尼亚心中警铃大作，立刻表示自己只想尽快完婚，而且婚礼越简单越好。他解释说，皇太子即将出征，自己必须在对方回京前离开王都。公爵无奈之下只能妥协，答应立刻联系神殿筹备婚礼。一旁的亚历克西斯终于听不下去了，满脸困惑地质问他们到底在说什么。当得知姐姐要嫁给尤克里德公爵时，亚历克西斯彻底惊呆了，他无法接受全家只有自己被蒙在鼓里，急忙向梅丽莎寻求确认。看到梅丽莎点头默认，亚历克西斯彻底委屈愤怒，他控诉大家根本没把他当成家人，随后摔下餐具愤然离席。这顿晚饭最终在尴尬中草草收场。回房的路上，伊芙吉尼亚忍不住向安妮吐槽，亚历克西斯真是一点都没长大。然而就在走廊拐角处，他突然停下了脚步，前方站着的正是骑士格雷塞尔。还没等伊芙吉尼亚反应过来，格雷塞尔突然快步上前，单膝跪地，恳求大小姐原谅他曾经的不忠。这突如其来的举动让两人都懵了。格雷塞尔低头忏悔，坦言自己曾听信谣言，心存怨恨，可大小姐却不计前嫌，委以重任，他誓死要为大小姐效忠。伊芙吉尼亚听得一愣一愣，但他突然想起原著剧情中格雷塞尔确实是个为了保护他而牺牲的忠臣。虽然不知道安妮到底说了什么，但这个误会显然对他有利，于是他顺水推舟让格雷塞尔起立。伊芙吉尼亚开门见山询问格雷塞尔是否愿意随他前往北方。格雷塞尔毫不犹豫地大声应允，并提到了自己生病的弟弟。原来安妮曾要求将他弟弟留在王都，格雷塞尔本以为这是人质威胁，如今却自我脑补成大小姐的恩赐，认为这是为了让弟弟留在王都治病。看着感动得一塌糊涂的骑士，伊芙吉尼亚虽然无语，却并未戳破，顺理成章地收下了这份。他不得不佩服安妮的手段，短短几天就帮他收服了这位死士，北行之路的安全终于有了保障。看着身旁忙碌的安妮，伊芙吉尼亚意识到这个女仆绝不简单，他试探性的开口询问，自己突然决定远嫁他人，难道安妮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吗？
安妮微微一笑，体贴地回答，自己虽然猜不透主子的心思，但坚信大小姐这么做一定有深意。伊弗吉尼亚只能在心里暗自吐槽，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深谋远虑，只是因为这具身体换了灵魂。窗外突然电闪雷鸣，暴雨倾盆，仿佛预示着未来的旅途注定不会太平。与此同时，在暴雨笼罩的神殿深处，正发生着极其恐怖的一幕，有人倒在地上痛苦哀求速死，跪在一旁的神职人员陷入巨大挣扎，他死死攥着胸前的十字架，在心中一遍遍地拷问自己，如果选择去帮助伊弗吉尼亚，真的能够拯救这个世界吗？深夜的寂静神殿里，大祭司德米安已经不眠不休地虔诚祈祷了好几天，手下实在看不下去，赶紧走上前劝他休息。在所有人眼里，德米安一直信念坚定，可如今他却憔悴得厉害，仿佛刚经历过什么可怕灾难。德米安疲惫地睁开眼，询问手下深夜前来是否有急事。手下赶紧低头汇报，说伊弗吉尼亚大小姐请求在主神殿举行婚礼。听到这个名字的瞬间，德米安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要知道，这位大小姐对皇太子的执念，那是帝国人尽皆知的事情。可谁能想到，这次婚礼的新郎居然另有其人？德米安甚至没有看信件，就直接点破了新郎的身份，冷冷地问：“是不是尤克里德公爵？”这下汇报的手下彻底懵了，完全想不通大祭司是如何预知的。德米安没有多做解释，只是神色冷淡地表示，自己很快会定下婚礼的日期，到时候直接通知女方家族就行。至于这场婚礼的主婚人，德米安做了一个震惊所有人的决定，他要亲自来主持这场婚礼。转眼到了第二天清晨，瓦西里安庄园里一片安静，房间里一片安静，两个人谁也没有先开口。亚历克西斯死死抱着枕头，终于忍不住大声质问，问伊弗吉尼亚特意跑过来，难道就是为了和他干瞪眼吗？伊弗吉尼亚有些无奈，解释说自己并没有那个意思。其实他心里很清楚，弟弟还在为婚礼的事情闹别扭，毕竟他是全家最后一个知道的，所以他才特意过来找他谈心。看着对方气鼓鼓的样子，伊弗吉尼亚叹了口气，问他非要用这种态度说话吗？接着他主动示好，说自己很庆幸神殿批准了婚礼，但他还是希望在出嫁之前能和家人好好相处。看着弟弟赌气转过去的背影，伊弗吉尼亚解释说自己并非故意隐瞒，难道他打算一直闹脾气，直到后天出发去战场吗？亚历克西斯沉默了很久，最后还是忍不住委屈的抱怨，质问姐姐为什么要偏心。这话一出，直接把伊弗吉尼亚给整懵了。亚历克西斯越说越觉得委屈，抱怨姐姐允许梅丽莎叫他小名，却唯独对他这个亲弟弟这么冷淡。伊弗吉尼亚这才反应过来，原来这小子是在纠结称呼的问题。不过他自己也很纳闷，为什么原主会这么排斥自己的家人？哪怕他之前试探过女仆安妮，也根本没找到任何线索。在亚历克西斯的记忆里，小时候的他曾兴高采烈地跑过来，把精心挑选的鲜花送给姐姐，可换来的却是对方冷冰冰的拒绝，甚至还动手推开了他，直接把花踩得粉碎。看着地上被踩烂的花瓣，年幼的亚历克西斯伤心欲绝，难怪他会一直记仇到现在。此时原主的记忆碎片突然涌现，原来他从小就对弟弟冷若冰霜，甚至警告他永远不许叫自己小名。为了缓和两人的关系，伊弗吉尼亚主动退让了一步，说以后允许他叫自己伊芙。可亚历克西斯根本不领情，反而气呼呼地质问他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好糊弄。看着对方别扭的模样，伊弗吉尼亚只能无奈地问他到底想要怎么样。没想到这小子别过脸去，别扭的小声消了气，还顺势提出了一个条件，他希望自己从战场平安回来后能去拜访姐夫家的城堡。这突如其来的要求直接把伊弗吉尼亚给整不会了。听到弟弟说如果平安回来，伊弗吉尼亚立刻严肃地打断他，表示他一定会平安无事，并且大方地答应了邀请。不过他也提前打了个预防针，说自己没法去参加出征仪式，让他别再因为这个闹脾气。亚历克西斯嘴上还是不服软，抱怨姐姐以前连块送行的手帕都没给过。结果话还没说完，伊弗吉尼亚就直接递过去一块手帕，笑着问他这下满意了吧？看着手里精致的手帕，亚历克西斯整个人都愣住了，这可是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待遇。这小子终于露出了笑容，发自内心的跟姐姐道了谢，两人的关系总算是缓和了下来。伊弗吉尼亚笑着叮嘱弟弟，可千万别把手帕弄丢了。转眼3天过去，一辆豪华的魔力马车在街上飞驰，这速度确实快得惊人。车厢里坐着的正是尤克里德，他看着手里的信件，对女方家族的体贴非常感激。可旁边的德拉诺却不这么想，他觉得对方毕竟是帝国首富，突然变得这么大方，背后肯定没那么简单。德拉诺忍不住提醒公爵，对方不仅突然要拓展北方的业务，甚至还把嫁妆翻了1倍，这无事献殷勤怕是另有图谋啊！德拉诺越说越觉得不对劲，指出对方不仅急着结婚，甚至还要在神殿办一场没有任何宾客的简陋婚礼。尤克里德倒没想那么多，觉得对方可能只是比较虔诚，又或者是因为婚礼时间刚好撞上了军队出征，所以才不想太张扬。但德拉诺根本不信这些借口，他忍不住提醒公爵，对方这么急着把人嫁过来，说不定是那位大小姐有什么缺陷。听到这里，尤克里德终于听不下去了，直接出声打断了德拉诺。他神色严肃地表示，自己和伊弗吉尼亚小姐已经达成了共识，不希望德拉诺再继续胡乱猜测。虽然知道他是为了自己和家族好，但不想再听到任何质疑这桩婚事的话。德拉诺意识到自己失言，赶紧低头认错。说话间，马车已经抵达了瓦西里安庄园。
另一边，伊芙吉尼亚已经换好了礼服，心里想着终于要见到未婚夫了。旁边的女仆们忍不住小声议论，觉得大小姐今天的打扮和以往完全不同。安妮虽然知道这是大小姐要求的风格，但看着伊芙吉尼亚，总觉得她今天似乎格外紧张。伴随着清脆的刹车声，那辆白色的豪华马车终于稳稳地停在了庄园门前。车门缓缓打开，尤克里德从车里走了出来，看着眼前这个金发男人，伊芙吉尼亚整个人都愣住了。这可是他最喜欢的角色啊！如今就这么活生生地站在了自己的面前。就在尤克里德到达前3小时，伊芙吉尼亚的房间里突然传出一声惨叫。在这关键的节骨眼上，他脸上居然长了一颗痘痘。为了以最好的状态迎接未婚夫，伊芙吉尼亚昨天特意做了护肤，没想到安妮在面膜里加了新草药，反而导致她皮肤过敏。看着镜子里的痘痘，伊芙吉尼亚急得想动手去挤，吓得安妮赶紧拦住他，警告他乱挤只会让情况更糟糕。安妮拍着胸脯保证，绝对能帮他把痘痘完美遮住。虽然心里有点打鼓，但现在也只能选择相信他。几个小时过去，席奥内尔已经在客厅等候。当伊芙吉尼亚终于走出来时，对方的反应却有些一言难尽。席奥内尔看着他的脸，有些迟疑地问他，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席奥内尔忍不住问他，是不是没有请专业的化妆女仆，怎么把脸画成了这样？伊芙吉尼亚和安妮面面相觑，席奥内尔没再多说，只是催促大家赶紧出发。旁边的仆人忍不住和安妮咬耳朵，怀疑这难道是大小姐新的反抗方式？伊芙吉尼亚心里直犯嘀咕，安妮明明那么努力帮她遮痘痘，怎么大家的反应都这么奇怪？马车终于在庄园前停稳，伊芙吉尼亚和家人已经在门口等候多时。随着车门打开，尤克里德从车里走了下来。瓦西里安公爵主动上前迎接，感谢他一路必拨。尤克里德也礼貌地向对方致谢。这时助手德拉诺跟着走下车，准备上前自我介绍，结果他一抬头看到伊芙吉尼亚的脸，直接吓得往后退了一步。伊芙吉尼亚有些尴尬，原来这人是尤克里德的助手。德拉诺看着他那奇怪的妆容，心里直犯嘀咕，怀疑这难道是帝都最近流行的新妆容吗？尤克里德缓缓走下马车，礼貌地向瓦西里安公爵打着招呼。可就在看到他的那一刻，伊芙吉尼亚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哪怕世界颠倒，时间线全部错乱，自己来到这里也一定是为了与他相遇，这大概就是命中注定的缘分。可奇怪的是，看着眼前的男人，他却突然有些控制不住情绪，这种感觉就像是经历了一场漫长的等待，终于和初恋重逢了一样。尤克里德主动上前打招呼，礼貌地做起了自我介绍。看着眼前帅气的未婚夫，伊芙吉尼亚在心里疯狂呐喊，觉得这长相和声音简直完美的不像话，甚至怀疑这么优秀的人怎么会如此低调。直到旁边传来一声咳嗽，伊芙吉尼亚这才猛地回过神来，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了。他赶紧收起失神的模样，优雅地提起裙摆向对方行礼，大方地介绍起自己。可看到他的那一刻，尤克里德却突然愣了一下。尤克里德很快恢复了礼貌，主动牵起伊芙吉尼亚的手，轻轻落下一吻。他微笑着表示自己非常期待接下来的相处。这一下直接让伊芙吉尼亚心跳加速，他表面上还在强装镇定，内心早就已经开始疯狂尖叫，毕竟这可是他最崇拜的人啊。看着对方慢慢松开手，他甚至有些舍不得，脑子里甚至开始胡思乱想，连未来的画面都脑补出来了。直到旁边传来一声咳嗽，伊芙吉尼亚这才猛地清醒过来，暗骂自己大白天的到底在想些什么。公爵赶紧出声打圆场，询问尤克里德这一路是否顺利。尤克里德礼貌的回应，多亏了送去的魔力马车，这一路非常舒适。公爵顺势邀请他进屋用餐，尤克里德则提出想在饭前先换身衣服。听到这，伊芙吉尼亚也赶紧找了个借口，说要回房间补妆。可一回到房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伊芙吉尼亚整个人都傻眼了。这妆容不知什么时候糊成了一团，看起来简直惨不忍睹。他这下终于明白，为什么刚才席奥内尔看他的眼神会那么一言难尽。更让他崩溃的是，自己特意穿了亮色礼服想配合尤克里德，结果对方却穿了别的颜色。可即便自己顶着这么滑稽的妆容，尤克里德刚才依然那么温柔地对待他。想到这，伊芙吉尼亚对他的好感度一下子又翻了一倍。伊芙吉尼亚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心里暗自庆幸，虽然之前担心会受到原主情感的影响，但好在自己对尤克里德的喜爱战胜了原主残留的执念。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女仆安妮急匆匆地走了进来，手里还拿着几瓶药水。安妮有些自责地解释，说自己特意去准备了放松和助消化的药水，还为刚才没能帮大小姐化好妆而道歉。看着贴心的安妮，伊芙吉尼亚心里一暖，不仅没有责怪她，反而非常感激她的细心。接着，伊芙吉尼亚又提出了一个要求，她打算彻底改变一下，她让安妮帮自己把这身夸张的妆容卸掉，并且重新换上一套新裙子。安妮听完大小姐的吩咐，立刻开始动手帮忙。等伊芙吉尼亚收拾妥当来到餐厅，梅丽莎已经提前等在那里了。一看到她出现，梅丽莎立刻高兴地迎了上来。伊芙吉尼亚看了看空荡荡的餐桌，顺口问了一句：“其他人是不是还没到？”梅丽莎点了点头，可她的目光却一直停留在伊芙吉尼亚身上，根本舍不得挪开。这反常的举动让伊芙吉尼亚有些纳闷，忍不住问她自己脸上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梅丽莎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说是因为她今天实在太漂亮了，自己一时间看得有些入神。也难怪梅丽莎会这么惊讶。卸下之前那身夸张的浓妆后，换上新礼服的伊芙吉尼亚，整个人显得高雅又大方，和以往的风格完全不同。两人落座后，梅丽莎忍不住八卦起来，打听起他对尤克里德的第一印象，笑着表示对方看起来是个很好的人。
伊弗吉尼亚一听这话，顿时来了精神，这可是向别人夸赞自己心仪之人的绝佳机会。他清了清嗓子，开始滔滔不绝地夸赞起来，说虽然两人只是简单打了个招呼，但尤克里德不仅长得英俊，身上还散发着一种温柔优雅的气质。接着他又补充道，自己早就听说过尤克里德的优秀品格，今天一见果然和传闻中一样善良仁慈，他甚至已经开始期待待会儿和他的正式交谈了。就在这时，餐厅的大门被推开了，公爵带着尤克里德走了进来。为让大家久等而感到抱歉，尤克里德也换好了衣服，看着眼前这位英俊的男人，伊弗吉尼亚心跳不由得加速。他终于见到了书里的本命角色，北方的统治者卢迪温公爵。刚一落座，伊弗吉尼亚就不小心与他对视，没想到这位高冷的公爵竟然有些不好意思地移开了视线，甚至还尴尬地轻咳了一声。公爵见状，关切地询问尤克里德是否身体不适。尤克里德连忙表示自己没事。随后公爵看向女儿，发现伊弗吉尼亚几乎没动刀叉，便打趣她虽然对未来丈夫很好奇，但饭还是要好好吃的，这让伊弗吉尼亚瞬间红了脸。她在心里暗暗叫苦，自己光顾着欣赏男神的美貌，连饭都忘了吃。公爵笑着提议，如果有好奇的可以直接问尤克里德，这让伊弗吉尼亚更加紧张，只能在表面上强装镇定。哥哥席奥内尔见状主动岔开话题，询问尤克里德为何只带了助手。他记得北方府邸还有年幼的侄儿侄女。尤克里德礼貌地解释，孩子们太小不便长途跋涉，而且自己这次在帝都待的时间很短。公爵听完十分诧异，追问他难道明天婚礼一结束就要立刻动身赶回北方吗？伊弗吉尼亚主动开口，表示自己已经做好了明天出发的准备。公爵叹了口气，觉得这门婚事办得实在太仓促。席奥内尔也在一旁帮腔，建议尤克里德顺便去皇宫面见皇帝。听到皇帝两个字，伊弗吉尼亚脸色微沉，直接表示没有这个必要。公爵刚想说皇帝从小疼爱他，却又硬生生把话咽了回去。尤克里德微笑着表示抱歉。随后席奥内尔关切地询问他为什么还没有整理行李，是不是房间住得不舒服。尤克里德解释自己今晚会住庄园。公爵担心空置太久住着不舒服，尤克里德却说仆人都是皇宫派来的，这让伊弗吉尼亚心中生疑，尤克里德的庄园里怎么会有皇宫安插的人手？这时梅丽莎有些伤感的叹气，担心姐姐去北方后很难再相见。公爵安慰她，让伊弗吉尼亚以后多回帝都看看。席奥内尔也觉得妹妹受不了北方的清苦，以后肯定会经常往回跑。可伊弗吉尼亚却一口回绝，表示自己既然嫁过去，就会把北方当成新家好好适应。此话一出，全场瞬间安静，看着大家古怪的眼神，伊弗吉尼亚心里直发毛。更让他纳闷的是，怎么连尤克里德的表情也如此震惊？伊弗吉尼亚很快反应过来，尤克里德大概以为他还迷恋着皇太子，所以才惊讶他会如此痛快的去北方。不过他并不担心，以后有的是时间消除误会。看着尤克里德吃惊的模样，伊弗吉尼亚只觉得他十分可爱。晚餐结束后，尤克里德起身向众人告辞，准备回庄园休息。公爵笑着送他出门，约定明天在神殿的婚礼上相见。看着尤克里德离去的背影，公爵还在不停夸赞女婿帅气。梅丽莎无奈地劝父亲注意形象。尤克里德走出大门，登上马车，助手德拉诺早已在车旁等候，两人随即启程出发。路上，德拉诺好奇地打听晚餐的情况，尤克里德只淡淡回了一句还不错。德拉诺忍不住感慨豪门的奢华，尤克里德只是随声附和。这一晚上的应酬确实让他有些疲惫。德拉诺好奇地打听起新娘的为人，尤克里德坦言，伊弗吉尼亚给他的第一印象极其震撼。德拉诺叹了口气，承认自己看到大小姐时被吓了一跳，感觉对方身上有种死神般冷酷的气场。可尤克里德却反驳道，她美得令人窒息，自己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人。这让德拉诺彻底摸不着头脑，自家公爵居然喜欢这种冷艳恐怖的类型。德拉诺压低声音继续询问，大小姐看起来似乎有些忧郁，是不是因为被强迫联姻？尤克里德听完也陷入了沉思。他原本计划只要完成这场政治联姻就好，婚后随他怎么生活都行。可谁能想到，在见到伊弗吉尼亚的那一刻，时间仿佛瞬间停滞，世界仿佛只剩下他们两人，那是一种命中注定的宿命感。但让他感到无奈的是，伊弗吉尼亚当时的表情看起来似乎写满了不情愿，仿佛根本不想嫁给他。时间回到晚餐前，在公爵的书房里，他主动询问尤克里德是否好奇自己为何急于推进婚事。尤克里德坦诚回答，自己只是感激被看中，并未多想其他。公爵叹了口气，坦言自己也看不透这个女儿，而且外界关于她的传闻非常多。尤克里德点头表示有所耳闻。公爵接着提起自己最近刚找回失散多年的侄女，前阵子还收到了皇室的求婚。原本以为这门婚事是给伊弗吉尼亚的，结果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尤克里德有些惊讶，难道那封求婚信其实是写给侄女的？公爵无奈承认，当时这个消息犹如一盆冷水，让伊弗吉尼亚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尤克里德表示理解，毕竟这种事放在谁身上都不好受。公爵接着说道，唯一的好处是让女儿彻底死心，放弃了长达数年的单相思。还没等尤克里德想明白，公爵就抛出了重磅消息，其实这门婚事是伊弗吉尼亚自己主动要求推进的。坐在回程的马车上，尤克里德一路上心乱如麻，他为了放弃单相思而选择结婚，未来注定会为此感到后悔。可如果现在取消婚礼，不仅会失去瓦西里安家族的信任，家族欠下的巨额债务以及年幼的侄子侄女就真的无人照料了。
还没等他想出解决的办法，马车却突然剧烈的停了下来。外面传来一阵粗暴的喝问声，命令他们立刻表明身份。马车在庄园门口被强行拦下。德拉诺觉得对方极其无礼，主动请缨想要下去交涉，尤克里德却决定亲自出面。守卫原本还在大声盘问，可等看清走下马车的人影，顿时吓得有些目瞪口呆。没想到来人竟然是公爵本人。守卫有些慌张的解释，声称根本没收到公爵要来的消息。疲惫不堪的尤克里德根本不想多说一句废话，只是冷冷的命令对方赶紧开门。守卫吓得赶紧打开大门，连声向尤克里德鞠躬道歉。这座庄园其实已经空置了500多年，虽说是开国皇帝赐给卢迪翁家族的，但后来所有的维护费都由皇室承担，实际上这里更像是皇室的产业。尤克里德刚走进大厅，管家菲利普就带着仆人迎了上来。尤克里德这会儿实在太累了，根本没心思多做寒暄，只想赶紧回到房间休息。菲利普一边在前面领路，一边关切地问他要不要吃点晚饭。尤克里德表示自己并不饿，只要准备热水、洗澡、睡觉就行。看来这一路上的折腾确实让他有些吃不消了。夜深人静，尤克里德洗完澡出来，正在擦着湿漉漉的头发，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进来的是个叫里克的年轻男仆，这小伙子看起来紧张的不行，结结巴巴的询问水温和不合适。尤克里德倒是挺温和，笑着向他道谢，说水温刚刚好。接着尤克里德便让他先退下，说自己今晚不需要别的伺候了。等男仆离开后，房间里终于只剩下他一个人。尤克里德疲惫地坐在床边，这一天总算是能安静下来了。其实从刚一踏进这栋庄园开始，尤克里德就隐约察觉到了不对劲。这里名义上是他的产业，实际上却更像是一个由皇室亲手打造的精致鸟笼。果不其然，他在房间的角落里翻出了用来窃听的魔法装置，这地方到处都是皇室的眼线，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这种感觉依然像以前一样让人窒息。他不禁在心里默默地问了一句：“你觉得呢，哥哥？”大约500年前，有2个大家族联手帮助开国皇帝建立了帝国，一个是富可敌国的瓦西里安家族，另一个则是魔法人才辈出的卢迪翁家族。瓦西里安家族用财富稳固了皇权，而卢迪翁家族的先祖则是皇帝最信任的魔法师。在成功讨伐恶龙后，2家都成了风光无限的建国功臣。但奇怪的是，后来卢迪翁家族却突然离开首都，搬到了常年冰封的北方定居。虽然北方环境恶劣，但尤克里德的童年却过得相当幸福，和家人过着平静的生活。在父亲和哥哥的庇护下，尤克里德原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可就在5年前，平静的日子彻底被打破了。父亲突然因病去世，还没等尤克里德从悲痛中缓过来，联络器里又传来了哥哥虚弱的声音。哥哥告诉他，自己恐怕也撑不了多久了。这突如其来的噩耗让尤克里德慌了神，他急切地询问哥哥到底在哪，可电话那头却只剩下了哥哥最后的交代。哥哥说自己留下了一些线索，并拜托他照顾好2个年幼的孩子。谁能想到这居然成了哥哥最后的遗言。没过多久，哥哥冰冷的尸体就被送了回来，只留下年幼的孩子和沉重的公爵之位压在了尤克里德一个人的肩上。因为哥哥临终前的那番话，尤克里德开始在庄园里疯狂搜寻，结果还真让他找到了那些隐藏在暗处的窃听魔法装置。从那天起，他看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觉得不对劲，侍从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让他感到无比警惕，整天活在疑神疑鬼的焦虑中。长期处于这种精神紧绷的状态下，他的身体终于彻底垮了。剧烈的咳嗽伴随着吐血，让他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了。看着自己这具破败不堪的身体，尤克里德甚至开始觉得，也许只有死亡才能让自己真正解脱。可如果自己真的就这么死了，哥哥留下的那2个孩子该怎么办？一旦自己放弃了这个位置，孩子们恐怕连活下去的机会都没有。既然退无可退，尤克里德索性做了一个决定，他要把自己的虚弱彻底暴露在阳光下。只有这样，那些暗中盯着他的人才会放松警惕。从那天开始，他收起了所有的疑心，开始拼尽全力的挣扎求生。为了自己，也为了整个卢迪翁家族，尤克里德很清楚，自己必须让这场婚礼顺利进行，这也是他目前唯一能为家人做的事。转眼就到了婚礼这天，安妮正在细心的帮伊芙吉尼亚整理头纱，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准备着。而另一边，尤克里德也已经换上了华丽的礼服，只是看着眼前的花海，他不知道自己这个决定究竟会把家族带向何方。尤克里德最担心的就是自己这个自私的决定，最终会变成一把利刃，深深的伤害到这个无辜的女孩。期待已久的婚礼终于到来。伊芙吉尼亚本以为会热闹非凡，可一进餐厅气氛却诡异冰冷。梅丽莎热情地跟他打了声招呼，但桌边坐着的2个男人脸色却一个比一个难看。公爵与西奥内尔看起来都彻底打不起精神。伊芙吉尼亚纳闷地上前询问，西奥内尔趴在桌上哼哼唧唧，直呼自己昨晚喝得太多，这让伊芙吉尼亚相当无语，分明没喝多少酒量，却这么差。这时公爵突然叹气，问他心里难道就没有一点难过？看他莫名其妙，公爵解释，瓦西里安大小姐的婚礼本该万众瞩目，如今却冷清的不成样子。伊芙吉尼亚语气平淡的回应，筹备仓促比起虚伪的排场，他更喜欢安安静静的办完。公爵听完这才松了口气，坦言之前见他被皇太子拒绝后，状态差的随时要倒下一样，如今看他落落大方重拾状态，才终于放下心中的防备。伊芙吉尼亚没想到对方一直在默默关注自己。气氛缓和之际，公爵又抛出一件大事，这次主持婚礼的竟然是大祭司本人。听到大祭司要来的消息，正在喝汤的梅丽莎瞬间被呛得连连咳嗽，慌忙解释只是喝汤太急，
伊弗吉尼亚一眼看穿了他的心思，对方分明是被德米安的名字吓到了。这位大祭司不仅是原书中的重要角色，当初拒绝梅丽莎告白时更是冷酷无情。作为女神的宠儿，德米安拥有一身极其恐怖的神圣力量。伊弗吉尼亚突然意识到致命危机，如果对方的神力真的如此强悍，自己穿越者的最大秘密岂不是要当场暴露？转眼到了婚礼前1小时，神庙内已经布置妥当。尤克里德换上华丽的礼服，默默站在新娘休息室门外。虽然这场婚礼是他为了家族做出的选择，但他已经没有任何退路，只能硬着头皮把戏演下去。尤克里德抬手轻轻敲门，门内却是一片死寂，没有半点回应。他试探着在门外低声询问，问伊弗吉尼亚自己能否进去一下。尤克里德推开房门，眼前的一幕彻底让他大惊失色。伊弗吉尼亚正背对着他，手里拿着一个精致的药瓶，正准备往嘴里猛灌。看着那瓶散发着诡异紫光的液体，尤克里德脑海中冒出一个可怕念头：难道这是某种剧毒药物？他以为对方是因为无法嫁给皇太子，一时想不开才要寻短见。眼看他就要喝下毒药，尤克里德来不及多想，大喊着向他直冲过去，绝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死在眼前。尤克里德一把夺过药瓶，瓶子在争抢中重飞了出去。他满脸焦急，地质问他有没有喝下，整个人急得不知所措。他大声怪他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就算对这场联姻不满，也不该寻死。伊弗吉尼亚被这一连串反应彻底整懵。其实尤克里德心里早就下定决心，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取消婚礼，自己绝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抢劫。看着伊弗吉尼亚呆愣的样子，尤克里德心软之下，当场要出去取消婚礼。伊弗吉尼亚连忙将他一把拉住，解释这中间存在着天大的误会。他刚才准备喝下的根本不是毒药，只不过是用来缓解紧张的镇静剂。原来刚才他觉得心慌意乱，特意让女仆安妮拿来备用药。得知真相的尤克里德彻底僵在原地，搞了半天全是他自作多情，想太多了。尤克里德尴尬的不知所措，连忙为刚才的冲动低头道歉。伊弗吉尼亚道没有介意，反而觉得他手忙脚乱的样子颇为可爱。他顺口打听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他怎么会突然跑来休息室？尤克里的态度变得认真起来，坦白自己是特意过来赔罪的。他认为在这场家族联姻中，卢迪翁家族占尽了便宜，而自己根本无法成为合格的丈夫。为了弥补这份愧疚，他甚至承诺婚后他随时可以讨厌自己，哪怕去喜欢别人也没有关系。这番话瞬间把伊弗吉尼亚彻底听傻。伊弗吉尼亚心里抓狂万分，自己怎么可能讨厌心中的本命？这家伙完全是误会到了天边。还没等他开口把话说清，门外响起了清脆的敲门声。女仆安妮在提醒仪式即刻开始。尤克里德见状，主动提出在外面等待，转身大步离开了房间。解释的机会就这么白溜走，伊弗吉尼亚只能在原地暗自抓狂。随后他在安妮的陪伴下走向礼堂，一路上越想越气，不仅被莫名其妙误会一通，还被对方大度的建议去喜欢别人。最气人的是他居然连一句夸赞的话都没说。当他步入礼堂现场，看到盛装伫立的尤克里德时，刚才的满腔怒气竟瞬间烟消云散。光是看着那张帅气的面容，心情就立刻好了起来。就在这时，尤克里德迟疑着开口叫住了他。伊弗吉尼亚有些疑惑的回应，不知他又有什么话要说。结果尤克里德憋了半天，只是轻声向他致歉。随后他优雅的伸出手，正式邀请他共同入场。伊弗吉尼亚微微点头，将手轻轻交到他的掌心里，两只手紧牵在了一起。伴随着礼堂大门的缓缓开启，二人并肩迈向神圣的结婚台。虽然过程波折不断，但他终于成功与尤克里德步入婚姻殿堂。两人并肩站在神圣的祭坛前，大祭司德米安看着眼前的这对新人，缓缓开口确认他们的身份。尤克里德和伊弗吉尼亚低声应答，可德米安却突然死死盯着新娘，特意拔高音量重新质问一遍，他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伊弗吉尼亚？这突如其来的二次确认让伊弗吉尼亚心里直犯嘀咕，但他也只能硬着头皮再次承认。好在德米安没有继续纠缠，直接宣布婚礼仪式正式开始。本以为仪式会顺利进行，可德米安一开口，誓词的内容就越听越不对劲。他不仅要求新人当众忏悔，还口口声声提到谎言与邪恶，这根本不是婚礼的祝福，反而更像是某种警告。台下的宾客瞬间炸开了锅，大家开始交头接耳，议论纷纷。瓦西里安公爵和德拉诺更是脸色铁青，这可是卢迪翁公爵的大婚之日，大祭司居然当众砸场子。可德米安根本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他冷冰冰地盯着伊弗吉尼亚，警告他必须顺从注定的命运。伊弗吉尼亚心里很清楚，原主因为执着于皇太子，最后落得个离婚惨死的下场，但他既然穿越过来了，就绝对不会重蹈覆辙。面对大祭司的警告，他甚至在想，如果自己注定的命运就是去打破常规，开拓新路呢？德米安冷冷地提醒他，人生可没有第二次重来的机会。伊弗吉尼亚道也坦然表示，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如此。这两人在台上你来我往，把台下的席奥内尔和公爵整懵了，完全搞不懂他们到底在打什么哑谜。德米安叹了口气，最终闭上眼送上了最后的祝福。大祭司宣布进入宣誓环节，伊弗吉尼亚默默告诉自己，只要按照之前练习的来就行，千万别出差错。尤克里德率先开口，当着所有人的面郑重宣誓会尊重他，直到死亡将两人分离。听到这番话，伊弗吉尼亚心里一暖，轮到他时，他也举起手，一字一句的宣誓，自己不仅会珍惜他，甚至愿意用生命去保护他。可谁能想到，听到用生命保护这几个字，尤克里德整个人都愣住了。誓词一出，全场突然陷入一片死寂。伊弗吉尼亚心里直犯嘀咕，自己难道说错什么了吗？
他只是按流程说会对他忠诚到死，这难道有什么问题吗？好在大祭司德米安及时出声，宣布进入交换戒指的环节，这才打破了现场的尴尬。侍从捧着首饰盒走上前，虽然瓦西里安公爵觉得这礼物不是钻石有点寒酸，但对伊芙吉尼亚来说，这对第一代公爵夫妇留下的紫水晶戒指反而更有意义。尤克里德执起他的手，将戒指缓缓戴了上去。戴上戒指的那一刻，伊芙吉尼亚心里简直乐开了花，这可是他和尤克里德的情侣对戒。不过还没等他高兴太久，大祭司就宣布了下一个环节。尤克里德缓缓俯下身朝他靠了过来，看着越来越近的俊脸，伊芙吉尼亚紧张的不行。可就在这时，尤克里德却在他耳边轻声说了句：“别担心，他只是做个样子。”这话一出，伊芙吉尼亚直接愣住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尤克里德已经隔着头纱朝他吻了下去。这下伊芙吉尼亚彻底傻眼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期待了这么久的初吻，居然就这么被敷衍过去了。还没等他从打击中缓过神来，大祭司就宣布进入最后的签字环节。虽然心里1万个不甘心，但伊芙吉尼亚也只能老老实实走上前。他拿起羽毛笔，在结婚证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伴随着庄严的钟声，大祭司正式宣布两人结为夫妻。伊芙吉尼亚终于如愿以偿，嫁给了自己最喜欢的本命尤克里德。仪式结束后，大家来到马车前准备送别。瓦西里安公爵看着即将离家的女儿，叮嘱她遇到困难随时找家里。伊芙吉尼亚笑着安慰父亲，说自己现在已经是卢迪翁家的人了，让他不用担心。听到这话，公爵虽然有些失落，但还是温柔地提醒他，不管嫁到哪里，她永远都是自己的女儿。伊芙吉尼亚心里一暖，笑着点了点头。就在这时，梅丽莎有些局促地走上前，小声问以后能不能经常给她写信。伊芙吉尼亚一口答应下来，说自己很乐意收到她的信。看着梅丽莎开心的样子，伊芙吉尼亚心里却有些犯嘀咕，原作里的3个男主她都见过了，可没一个靠谱的，真替这姑娘的未来捏一把汗。就在这时，席奥内尔在后面叫住了他。伊芙吉尼亚没多说什么，只说自己该出发了，毕竟旁边还有好几辆马车等着，确实不宜久留。公爵特意叮嘱他遇到困难随时联系自己。伊芙吉尼亚虽然嘴上答应着，但心里其实对席奥内尔非常排斥，总觉得跟这个人待在一起浑身不自在。本以为能就此告别，谁知席奥内尔又突然喊住了他。他注意到席奥内尔一直在盯着自己，似乎有什么话想说。他有些疑惑，便主动转过头去询问。席奥内尔这才开口说，他要坐的马车还没到。原来魔塔最近刚研发出了一款新型魔力马车，并且第一时间通知了他们家。席奥内尔打算直接买下一辆，送给伊芙吉尼亚当做他的新婚礼物，这让伊芙吉尼亚有些意外，没想到他居然会送自己这么贵重的礼物。席奥内尔正说着魔塔那边会准时送来，话音刚落，远处就传来了马车的轰鸣声，一辆华丽的马车稳稳地停在两人面前。本以为只是送货的随从，可车门一开，走下来的却是一个打扮考究的卷发男人。他有些无奈地表示，自己虽然紧赶慢赶，但好像还是迟到了一点。伊芙吉尼亚怎么也没想到，席奥内尔送的这辆马车居然是魔塔之主亲自送货上门。男人有些无奈地表示，自己紧赶慢赶，结果还是迟到了。席奥内尔主动迎了上去，说没想到魔塔之主会亲自过来。男人笑着解释，瓦西里安家可是他们的大客户，他只是想听听贵宾对新产品的反馈。这理由听着冠冕堂皇，可实际上他根本就是另有目的。男人顺势搂住旁边的尤克里德，说自己其实是来给好朋友送新婚祝福的。这下轮到瓦西里安公爵纳闷了，这两个人什么时候成了朋友？尤克里德有些尴尬地承认，自己确实和魔塔打交道很多年了，既然是好朋友，那刚才的婚礼仪式怎么不见人影？男人气呼呼地抱怨，自己根本就没收到邀请，凭什么要来送礼？尤克里德倒是一脸淡定，说自己本来也没指望他能送什么。这话直接让男人炸毛了，嚷嚷着自己可是大老远特意赶来的。看着这两人旁若无人的斗嘴，伊芙吉尼亚算是看出来了，他们俩的关系是真的铁。不过眼下最要紧的还是先看看那辆新马车。男人一听立刻得意起来，说这可是专门为伊芙吉尼亚定制的，绝对是跨时代的杰作。接着他帅气地打了个响指，直接掀开了马车上的遮光布。可等黑布滑落，看清马车真容的那一刻，在场的人全都傻眼了。这造型怎么看都像个火车头，哪里还有半点马车的影子？伊芙吉尼亚甚至开始怀疑人生，这玩意儿真的能做人吗？偏偏男人还自我感觉良好，指着那金灿灿的金属车身，吹嘘着流线型设计简直能飞上天。伊芙吉尼亚心里也是直犯嘀咕，怀疑男人是不是也是个穿越者，不然怎么会造出这种超前的玩意儿？男人却得意地解释，自己只是模仿了梦里见过的交通工具，连他自己都觉得是个天才。得知只是个巧合，伊芙吉尼亚无奈地叹了口气。他本来还挺期待的，想看看能让魔塔之主骄傲的宝贝，结果却是一辆奇葩的马车。谁会把梦里的东西当成结婚礼物啊？男人一听顿时委屈坏了，嚷嚷着这可是花了大价钱造出来的，难道真的有那么糟糕吗？席奥内尔在旁边打圆场，说其实也还行，就是做这玩意儿出门确实有点丢人。男人还在小声嘀咕，说自己内部装潢用的都是顶级材料，绝对配得上新娘子。看着他这副委屈的样子，伊芙吉尼亚法有些过意不去了，
看着这辆奇葩的马车，伊芙吉尼亚突然有了主意，她凑到男人耳边低声商量起来。男人听完有些迟疑，问他是不是真的要这么做。伊芙吉尼亚肯定地点了点头，让人先把行李搬上车。半个小时后，一切终于准备就绪。尤克里德主动开口说：“他们现在准备出发了。”听到我们这2个字，伊芙吉尼亚心里简直乐开了花。这说明尤克里德已经把他当成自己人了。公爵虽然舍不得女儿，但还是叮嘱他们一路上注意安全。到了地方，记得写信报个平安。尤克里德也恭敬地答应下来。随着马车缓缓驶离，公爵看着远去的车影，心里顿时空落落的，感叹女儿这次是真的出嫁了。席奥内尔在旁边默默看着，也跟着应了一声。男人还在心里暗自庆幸，觉得伊芙吉尼亚放着这么好的车不坐，简直是让他捡了个大便宜。这么完美的艺术品，伊芙吉尼亚怎么会觉得坐他出门丢人？就在这时，魔塔的随从急匆匆地赶了过来。随从一见面就忍不住抱怨起来，说发现贵宾马车不见时，差点吓得半死。男人要自己开车，好歹也提前打个招呼。男人却一脸无辜，反问自己难道没说过吗？这可把随从气得够呛。随从看着空荡荡的四周，疑惑地问那辆旧马车去哪了。男人得意洋洋地表示自己用旧车换回了这辆更值钱的新车。谁知随从听完脸色大变，说他们魔塔上个月的全部利润可都装在您开出来的那辆旧车上呢。这下轮到男人彻底崩溃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居然把装满巨款的马车就这么白白送给了伊芙吉尼亚，这波操作简直是亏大了。伊芙吉尼亚坐在马车里，总觉得屁股底下硬邦邦的，好像压着什么东西。安妮关切地问他是不是不舒服，他摆了摆手，觉得可能是自己想多了。不过一想到这辆马车，伊芙吉尼亚就有些郁闷。要不是席奥内尔菲要送车，他本来可以和尤克里德坐同一辆的，这下直接错失了培养感情的好机会。但转念一想，能顺利离开帝都也算是一件幸事，尤其是趁着皇太子凯登不在，赶紧溜之大吉。一想到那个让人浑身发毛的家伙，伊芙吉尼亚就一阵后怕。好在自己现在已经结婚了，以后应该不用再和他有什么交集了。看着窗外不断倒退的风景，伊芙吉尼亚忍不住感叹，自己居然就这么成了已婚妇女，这一切简直就像做梦一样。毕竟自己真的嫁给了最喜欢的本命，虽然婚礼上的那个吻只是做样子，让他心里多少有点小遗憾，但他觉得来日方长，以后有的是机会慢慢培养感情。他甚至暗下决心，从今天起要一直陪在尤克里德身边，用真心去打动他。他天真的以为未来等待他们的只有幸福快乐的日子，可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当时的想法到底有多自大。与此同时，在戒备森严的皇宫深处，皇帝看着手里的结婚登记表，坦言昨天刚收到的时候，还以为是哪个无赖在开恶劣的玩笑。毕竟谁有那个胆子敢拿公爵家的千金来寻开心？皇帝还是觉得这事太突然了，因为在这之前，伊芙吉尼亚可从来没传出过要结婚的消息。站在一旁的公爵无奈地解释，之前确实有很多人来求婚，但他们全都拒绝了。本来是一心一意等着皇太子的，结果谁能想到皇太子凯登居然跑去向梅丽莎求婚了。公爵表示自己也是被逼无奈，只能赶紧给女儿另寻出路。听到这里，皇帝忍不住叹了口气，心里把凯登这个臭小子骂了800遍。明明保证过会把事情处理好，结果却留下了这么大一个烂摊子。皇帝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偏偏是卢迪翁公爵娶了伊芙吉尼亚。到了第二天，马车在雪地里缓缓前行。德拉诺有些神秘地对尤克里德说，自己觉得公爵夫人似乎拥有某种特殊的能力。尤克里德听得一头雾水。德拉诺接着解释，公爵夫人简直就是天生的强运体。昨天他们在去往北方的中途留宿时，伊芙吉尼亚顺手帮了一个路人，结果对方为了答谢，直接送了他一块非常贵重的精致怀表。尤克里德听完也只是笑了笑，觉得这确实是件好事。结果德拉诺还没说完，接着爆料说，伊芙吉尼亚在给家里人挑礼物的时候，随手一抽，居然又连着中了2次大奖，直接抱回了2个可爱的玩偶熊。德拉诺忍不住感叹，那2个玩偶熊每个都值15金币，瓦西里安家的人在财运上真是没得说。尤克里德也跟着附和，确实是这样。接着德拉诺话锋一转，提到了婚礼上的誓言，坦言自己当时真的被公爵夫人给惊到了，谁能想到他居然会发誓用生命去保护尤克里德。这种誓言他还是头一次听到，当时心里还挺感动的。德拉诺继续说道，本来还担心他婚后会继续纠缠皇太子，但现在看来他对这段婚姻绝对是认真的。听到这里，尤克里德却有些迟疑，在旁人眼里真的是这样吗？就在2人说话间，马车已经开始翻越北方的雪山，车身也跟着剧烈晃动起来。伊芙吉尼亚在颠簸的马车里忍不住抱怨，那个小气的魔塔之主该不会只加了加速魔法，却把最关键的稳定魔法给漏了吧？毕竟他可不想让这一车礼物被碰坏。就在这时，安妮掀开窗帘往外看了一眼，兴奋地告诉伊芙吉尼亚，他们已经到卢迪翁城堡了。顺着窗外看去，一座宏伟的城堡在风雪中若隐若现。看着眼前的城堡，伊芙吉尼亚有些出神，这里就是他以后要生活的地方了。马车缓缓停稳，尤克里德率先下车，体贴地扶着伊芙吉尼亚走了下来。只是还没等他站稳，就注意到旁边站着一排神色严肃的男人，这些人应该就是卢迪翁家的家臣了。看着眼前这群人，伊芙吉尼亚发现他们的脸色似乎不太好看，不过他倒也能理解，毕竟尤克里德娶了她这么个恶女，换谁都会觉得绝望吧。可还没等他说话，身后的格雷、塞尔和安妮就先坐不住了，直接用眼神和对面的家臣暗中较劲起来，现场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有些微妙。就在两边僵持不下的时候，伊芙吉尼亚注意到家臣后面还站着2个小孩子，看着
这两个金发碧眼的孩子，他突然反应过来，这难道就是尤克里德的侄女和侄子？马车在城堡前缓缓停稳，管家立刻带着众人上前迎接，恭敬地欢迎公爵大人回家。尤克里德感到有些意外，没想到大家会特意在这里等他。管家有些局促地解释，是因为没有提前收到通知。尤克里德却一点也不介意，反而微笑着感谢大家能抽空来祝贺他的婚礼。接着他体贴地凑到伊芙吉尼亚身边，轻声询问他是否被这阵仗吓到。伊芙吉尼亚有些不好意思地摇头，表示自己并无大碍。尤克里德看着他，笑着对家臣们解释，本想安排个正式的介绍，但看来大家已经迫不及待想见他的妻子了。听到妻子这个词，伊芙吉尼亚的心跳再次落了半拍。虽然一路上听过很多次，但每次听他亲口说出来，还是让他有些招架不住。就在这时，尤克里德像是想起了什么，转头朝人群后面喊了一声。他后面的两个孩子招了招手，让他们过来见见新婶婶。可两个小家伙看起来有些害怕，缩在后面不敢上前。伊芙吉尼亚确认了他们的身份，为了不吓到这两个孩子，他特意放慢动作，弯下腰，主动微笑着和他们打招呼。然而两个孩子还是非常紧张，站在原地局促不安，一句话也不敢说。尤克里德有些尴尬的解释，孩子们平时很少见到生人，所以有些害羞。伊芙吉尼亚道是一点也不介意，觉得小孩子怕生很正常。为了拉近距离，伊芙吉尼亚主动做起了自我介绍，让他们叫自己伊芙吉尼亚婶婶。两个孩子犹豫着，刚想开口回应，谁能想到旁边的男孩突然伸手狠狠掐了女孩一把，疼的女孩直接叫出声来。男孩一边护着叫玛丽安的女孩，一边指着伊芙吉尼亚大喊，说她根本不是什么婶婶，而是一个可怕的女巫。这话一出，在场的所有人都懵了，谁也没想到这孩子一见面就这么有敌意。尤克里德的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大声呵斥那个叫迪奥的男孩，让他立刻给婶婶道歉。接着尤克里德有些愧疚地转过头，向伊芙吉尼亚道歉，解释说孩子们还小不懂事。伊芙吉尼亚只是轻声向他道了谢，随后他微笑着看向两个孩子，说童话里的女巫可都是大美人，所以这孩子其实是在夸她漂亮吧。这情商直接把尴尬的局面给化解了。听到这话，刚才还一脸敌意的迪奥伊吓得红了脸，结结巴巴的想要反驳，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伊芙吉尼亚笑了笑，顺势从怀里掏出一罐糖果，说这是在路上特意买的，主动分给两个孩子。甜甜的糖果一入口，两个小家伙立刻被收服了，一边嚼着一边拼命点头，刚才的防备一下子全没了。看着伊芙吉尼亚这么快就和孩子们打成了一片，旁边的尤克里德有些意外。然而就在大家其乐融融的时候，不远处却有一双眼睛正冷冷地盯着这一幕。泡在温暖的浴池里，伊芙吉尼亚却怎么也静不下心来，脑子里全是刚才发生的事，尤其是那个女孩痛苦的叫声，怎么听都透着一丝古怪。虽然心里隐隐有了猜测，但没有真凭实据，她也不敢轻易下结论。就在这时，女仆安妮推门走了进来，提醒她晚宴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是时候该动身去餐厅了。伊芙吉尼亚应了一声，与其坐在这里胡思乱想，不如亲自去见见那两个孩子，看看他们到底在隐瞒什么。等他收拾妥当，便直接来到了城堡的餐厅。推开餐厅的大门，尤克里德已经提前等在那里了。可一看到这座位安排，伊芙吉尼亚顿时有些傻眼。旁边的女仆赶紧解释说，这是特意把他安排在最远端，免得他和两个孩子坐在一起尴尬。可伊芙吉尼亚心里却在呐喊，离得这么远，他连尤克里德的脸都看不清了。于是他主动提出把自己的座位往前挪，毕竟大家现在是一家人了，坐得近一点才好培养感情。这话一出，旁边的仆人们都有些不敢相信，私底下小声嘀咕起来，怀疑这位新夫人是不是在做戏。好在尤克里德非常配合，笑着招呼他坐到自己身边去。看着尤克里德这么懂自己，伊芙吉尼亚心里简直乐开了花。虽然如愿坐到了主位上，但看着这一桌子丰盛的饭菜，伊芙吉尼亚却一点胃口也没有。这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更让他在意的是站在一旁的艾米，从他刚进门开始就一直用一种冷冰冰的眼神盯着他，而且两个孩子在艾米面前也显得特别紧张，这让伊芙吉尼亚有些纳闷，这个女人到底是什么来头？憋不住话的伊芙吉尼亚干脆直接开口询问，问艾米是不是孩子们的保姆，叫什么名字。结果尤克里德却在旁边解释说，艾米并不是什么保姆。这下伊芙吉尼亚更糊涂了，既然不是保姆，那她在这个家里到底扮演着什么角色？尤克里德接着解释说，艾米其实是他嫂子的妹妹，也就是两个孩子的亲阿姨，平时都是由她来照顾孩子。听到这个身份，伊芙吉尼亚心里却泛起了嘀咕，一个嫂子的妹妹大老远跑来带孩子，怎么看都觉得有些不对劲。为了试探虚实，伊芙吉尼亚故意问起艾米是不是直接住在这里。结果尤克里德一听急坏了，连忙解释自己绝不会做这种出格的事。看着尤克里德紧张的样子，伊芙吉尼亚也觉得自己有些多心，但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是决定先试探一下艾米，直接问他明天还会不会过来。还没等艾米反应过来，伊芙吉尼亚就直接下了逐客令，说自己明天早上要熟悉城堡，如果艾米要来最好等下午再过来。伊芙吉尼亚态度强硬，直接让艾米现在就离开。艾米虽然心里一惊，但也只能乖乖低头退下。可这口气他显然咽不下去，临走前他还特意看了眼旁边的迪奥，似乎在盘算着什么。果不其然，迪奥看着眼前的伊芙吉尼亚，心里满是警惕，因为艾米之前一直告诉他，这个新来的婶婶是个坏女人，他必须保护好尤克里德叔叔。尤克里德并没有察觉到这些，只是温柔地询问迪奥，自己不在家的时候他有没有害怕。听到迪奥点头承认，尤克里德有些自责，保证以后会早点回来。
迪奥有些扭捏地问：“能不能把这个当成道歉的礼物，许一个小小的愿望？”尤克里德笑着问他想要什么。迪奥刚想开口说出自己的想法，结果还没等他把话说完，旁边的玛丽安就直接把话接了过去，大声嚷嚷着：“听说叔叔今晚要圆房。”这话一出，尤克里德整个人都傻了，赶紧出声制止这个口无遮拦的小丫头。他尴尬地笑着向伊芙吉尼亚解释说：“小孩子只是在开玩笑，千万别往心里去。”伊芙吉尼亚却意味深长地笑了笑。玛丽安说的其实也没错。在新婚晚餐正式开始之前，看着满屋子琳琅满目的精美礼物，两个年幼的孩子直接愣在了原地。玛丽安默默看着这些礼物，知道这是新婶婶伊芙吉尼亚送的，可她的心里却有些不是滋味。旁边站着的迪奥有些紧张，小声询问姐姐是不是生气了。玛丽安无奈地叹了口气，责怪她为什么还要听艾米的话。迪奥十分委屈地开口解释说，艾米一直都在故意吓唬他，如果不听话就会连累到玛丽安。玛丽安让他以后别瞎操心，这些麻烦是他自己能够应付。他觉得这个新婶婶其实是个好人。迪奥也跟着赞同的连连点头，玛丽安更是十分笃定地表示，叔叔绝对不会娶一个坏女人。可他们的话还没来得及说完，紧闭的房门突然被猛地推开，艾米怒气冲冲的直接闯了进来，把两个毫无防备的孩子吓了一跳。艾米一进门就忍不住大声抱怨，觉得伊芙吉尼亚的温柔全是装出来的，这种虚伪的做派简直让人作呕。接着他面色阴沉地转过头，用冰冷的目光死死盯着两个孩子，质问他们为什么没让新婶婶难堪。他甚至声色俱厉地警告他们，绝对不能喜欢上那个虚伪的女人。玛丽安这小丫头突然语出惊人，直接询问他们今晚是不是要圆房。尤克里德听到这话当场就慌了，赶紧打着哈哈向对方解释说，小孩子不懂事只是在瞎开玩笑，让伊芙吉尼亚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可他哪里会知道，伊芙吉尼亚此时心里正乐着呢，觉得这孩子说的其实一点都没错。尤克里德好不容易才松了一口气，结果玛丽安又抛出了一个重磅消息，说听说那间空置多年的主卧今天居然被重新收拾了出来。小丫头一脸天真无邪地追问，他们今晚是不是要睡在同一个房间？伊芙吉尼亚这回可没有客气，直接微笑着大方承认了。这下可把旁边的尤克里德尴尬坏了，只能站在那里拼命的咳嗽掩饰。玛丽安这丫头在临走之前还不忘祝他们新婚之夜过得愉快，让他们不用担心自己和迪奥。听到恩典之房这个特殊的词汇，伊芙吉尼亚心中不免有些好奇，询问那是不是公爵夫妇的专属卧室。在得知这是北方的传统规矩后，伊芙吉尼亚忍不住又多问了一句，难道连同房的时间都要提前安排吗？尤克里德红着脸有些局促的解释，因为今晚是他们两人的第一次，所以必须按照家族的规矩来办。这番直白的话语让伊芙吉尼亚有些后悔，觉得自己刚才是不是问得太露骨了。他有些尴尬地切着盘子里的烤肉，心里拼命祈祷对方千万不要误会。可这暧昧的气氛一旦蔓延开来，他现在连继续吃饭的心思都没有了。虽然此刻的气氛变得有些微妙，但伊芙吉尼亚心里其实很清楚，以尤克里德那极其保守的性格，今晚大概率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等他独自回到卧室之后，贴身女仆安妮立刻主动走上前，询问需不需要帮他更换衣服。伊芙吉尼亚觉得没必要这么折腾，打算换上普通衣服直接睡觉。可安妮却一脸兴奋地走过来，拿出了特意准备的几件华丽睡裙，热情地询问他今晚想穿哪一件。看着那些设计极其暴露的衣服，伊芙吉尼亚顿时觉得有些抓狂，忍不住在心里大声地抱怨起来。毕竟尤克里德在婚礼上连亲都没亲他，怎么可能在新婚夜有什么亲密举动？不过等他彻底冷静下来之后，觉得这样其实也挺不错的，正好可以趁着这个安静的机会和尤克里德坐下来好好谈谈正事。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女仆在外面语气恭敬地提醒，是时候该动身前往恩典之房了。伊芙吉尼亚换好衣服走出房间，可刚走了没几步路，他就发现自己竟然紧张的不行。明明刚才在屋里还觉得挺冷静的，现在却连手心里都开始冒冷汗了。女仆安妮在前面认真地带路，指了指不远处那一扇紧闭的大门。看着近在咫尺的房间，伊芙吉尼亚深吸了一口气，在心里拼命地安慰自己，反正今晚什么都不会发生，真的没有什么好紧张的。他缓缓走到门前，伸手推开了那一扇沉重的大门。可这扇门刚刚被推开，里面的景象却让他彻底愣住了。只见尤克里德正手足无措地站在中边，手里还抓着一大把鲜艳的玫瑰花瓣。这极其尴尬的画面让房间里的两个人都僵在了原地。伊芙吉尼亚有些纳闷地看着他，忍不住开口询问他到底在干什么。尤克里德这下彻底慌了神，赶紧一边摆手一边急忙解释，说自己绝对不是在故意撒花瓣，只是觉得女仆们布置的实在太夸张，担心他看了之后会觉得不舒服，所以才想着动手把花瓣收起来。听到这个令人意外的解释，伊芙吉尼亚一时间有些哭笑不得，亏他刚才在推门的时候，心里还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丝期待。这房间虽然布置得这么好，可惜只有同床共枕的时候才能使用。看着神色有些局促的伊芙吉尼亚，尤克里德主动开口，轻声安慰她，让她在自己面前不用感到担心。虽然按照家族的规矩，他们今晚必须在这个房间里过夜，但他向他郑重保证，绝对不会做出任何出格的举动。听到这番话，伊芙吉尼亚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看来尤克里德是想先慢慢培养感情，等以后彼此之间互相信任了，再顺理成章的真正走到一起。
看着眼前这个紧张的身体有些僵硬的男人，伊芙吉尼亚觉得他其实可爱极了。不过他的心里也十分清楚，想要在他们之间真正建立起信任，恐怕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既然现在尴尬的气氛已经缓和下来，他决定趁热打铁，把今晚真正想要商谈的正事提出来。伊芙吉尼亚主动开口，打破沉默，询问他现在身体累不累。在听到尤克里德回答说不累之后，他微微一笑，轻声说道：“自己刚好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要坐下来和他好好谈一谈。”尤克里德赞同地点了点头，提议两个人先坐到沙发上谈。可谁能想到，伊芙吉尼亚刚刚迈出一步，脚下突然一滑，整个人直接失去了身体平衡。尤克里德见状眼疾手快，立刻伸出双臂一把将他拉住，结果因为惯性太大，两个人直接一起重重的倒在了大床上。这下可好，原本想要商谈的正事还没来得及开口，两个人就以这种极其暧昧的姿势紧紧的贴在了一起。房间里的气氛瞬间变得无比炽热。尤克里德有些局促的看着怀里的他，一时间紧张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伊芙吉尼亚也有些大脑发懵，整个人僵硬在原地，不敢乱动，温热的呼吸在彼此之间交织缠绕，急促的心跳声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尤克里德赶紧退开，慌忙向他道歉。伊芙吉尼亚也赶紧解释，说是自己没站稳，可刚才的亲密接触着实让他乱了阵脚。屋里的气氛变得更加尴尬，再这么耗下去也不是办法。他决定直接把话挑明。伊芙吉尼亚看着他问道：“公爵大人，您心里是不是已经有别的女人了？”听到这个问题，尤克里德显然有些意外。伊芙吉尼亚赶紧解释，说自己只是有些好奇，并没有要责怪他的意思。他接着把话挑明，如果他心里真的有放不下的人，最好能对自己坦白，毕竟他打算对这段婚姻绝对忠诚。可看着尤克里德迟疑的反应，伊芙吉尼亚心里顿时泛起了嘀咕，难道他心里还真有别人？他忍不住试探着问了一句：“那个人是不是艾米？”尤克里德这下反应极大，立刻斩钉截铁的予以否认。他看着伊芙吉尼亚认真的解释，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问，但他以前从未对任何女人动过心，以后也绝对不会改变。听到这个回答，伊芙吉尼亚忍不住追问，他的意思是不是指既然现在已经和他结婚了，以后就绝对不会再爱上别人？尤克里德看着他的眼睛，语气无比温柔的说道：“如果自己真的会喜欢上什么人，那个人也只会是他。”这突如其来的直球告白让伊芙吉尼亚整个人都懵了，这难道不是在向他告白吗？本来只是想试探一下，结果反倒把自己整得手足无措。这漫长又刺激的新婚之夜，看来注定是个无眠之夜了。看着突然滑落的吊带，尤克里德整个人都慌了，急忙问他要干什么。伊芙吉尼亚却直接凑了过去，微笑着让他闭上眼睛。画面一转，天已经亮了。伊芙吉尼亚躺在被窝里直叹气，觉得这新婚之夜确实难忘，因为昨晚他们两个人居然什么都没有发生，就这么大眼瞪小眼地在床上干躺了一整晚。回想起昨晚的荒唐举动，伊芙吉尼亚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当时被他的告白冲昏了头，居然主动去诱惑他，结果尤克里德却非常绅士，不仅体贴的让他躺下休息，还保证绝对不会碰他。虽然最后什么都没发生，但对他来说，这依然是个完美的新婚之夜。早上醒来后，看着身边熟睡的尤克里德，伊芙吉尼亚忍不住凑过去仔细端详，觉得他连睡觉的样子都这么好看。正当他看得入神时，尤克里德突然动了一下，似乎要醒过来了。尤克里德迷迷糊糊地睁开眼，发现自己正紧紧抱着伊芙吉尼亚，这突如其来的亲密接触让他整个人都僵住了。看着怀里还在熟睡的妻子，他有些不知所措，只能试探着轻声唤她的名字。听到声音的伊芙吉尼亚迷迷糊糊地应了一声，这才慢慢睁开眼睛，看到近在咫尺的尤克里德，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叫了一声公爵大人，还以为是自己吵醒了对方，有些抱歉地向他道歉。尤克里德体贴地让他再多睡一会儿，可伊芙吉尼亚却摇了摇头，毕竟今天还要熟悉城堡里的环境，可不能一直躺在床上。他顺口问了一句：“今天是不是由公爵大人亲自带他参观？”尤克里德显得有些局促，抱歉地表示今天积压的事务太多，没办法亲自陪他。打完招呼就急急忙忙地准备离开。看着他离开的背影，伊芙吉尼亚心里有些纳闷，这可是他们新婚的第一天早上，用得着走得这么匆忙吗？不过看着他一路红到了耳根，伊芙吉尼亚这才反应过来，哪有什么紧急要紧的政务，这男人分明是害羞得待不下去了。管家带着伊芙吉尼亚来到城堡的图书馆，这地方大得惊人，几乎占了城堡西侧的大半个区域。伊芙吉尼亚看着眼前宏伟的藏书室，心里立刻打起了小算盘，这么大的地方肯定能查到卢迪翁家的底细。他试探着询问管家，自己以后是不是能随时过来。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伊芙吉尼亚表面上礼貌道谢，心里却早就乐开了花，恨不得立刻把尤克里德的底细全都给查个清清楚楚。管家被他那有些反常的反应吓了一跳，赶紧主动提议带他去参观存放历代家主肖像的画廊。一听到肖像画这3个字，伊芙吉尼亚顿时来了精神，那岂不是能看到尤克里德小时候的样子？不过他很快就冷静了下来，委婉地拒绝了管家的提议，打算把这次参观留到明天，毕竟这种好事情要是能和尤克里德一起看，那才更有意思。伊芙吉尼亚突然开口询问自己的办公室是不是和尤克里德在同一层，管家听了有些意外，显然没料到新夫人会主动要办公室。伊芙吉尼亚理所当然地表示，既然自己成了女主人，理应分担城堡里的各种账目和杂物。管家一听这话，感动的眼睛都亮了，直言以后这些事可就全指望夫人了。
看着管家那兴奋的劲头，伊弗吉尼亚心里直犯嘀咕：这老头该不会是想把活儿全推给他吧？不过他也没多想，直接问起了办公室的具体位置。管家指着走廊尽头告诉他，办公室确实和公爵在同一层，就在最里面的位置。看着那长长的走廊，伊弗吉尼亚心里有些小失望，这距离离尤克里德也太远了。这时他注意到墙上的壁灯，有些好奇地问管家：这些灯难道只是摆设吗？怎么从来没见他们亮过？管家有些尴尬地解释：这些可不是什么装饰品。伊弗吉尼亚追问：既然不是摆设，那为什么一直关着？管家无奈地叹了口气，说魔力宝石实在太贵了，以城堡目前的预算，他们根本就用不起。听到这个回答，伊弗吉尼亚直接愣在原地，堂堂公爵家居然连个路灯都点不起吗？自己出嫁的时候，娘家明明送来了大批魔力宝石，甚至还有昂贵的魔力马车。管家听了有些尴尬的解释，那些嫁妆确实都好好存着呢，但这些礼物不能直接当成日常开销，更何况城堡现在债台高筑，就算把这些宝石卖了，也根本填不上这么大的窟窿。听到债务这两个字，伊弗吉尼亚顿时警觉起来，追问这笔债到底什么时候能还清。可管家却无奈地摇了摇头，表示自己也不清楚。这下伊弗吉尼亚彻底糊涂了，在他的记忆里，卢迪翁家族的债务明明在婚后很快就解决了才对，看来这中间肯定出了什么差错，他不能再这么坐以待毙了。伊弗吉尼亚当即沉下脸，吩咐管家立刻把新资产清单还有城堡的债务账本全都拿过来，他必须亲自查个明白。大清早的，尤克里德坐在办公桌前，整个人却在不停地走神，脑子里全是昨晚和夫人的画面。德拉诺在一旁叫了好几声，他才猛地回过神来，有些尴尬地询问对方刚才说了什么。看着自家公爵这负心不在焉的样子，德拉诺忍不住有些好奇，试探着问他昨晚是不是没睡好。尤克里德一听这话，立刻故意板起脸调侃他，说他一个没结婚的单身汉，打听这种夫妻隐私可不太合适。这下可把德拉诺吓得够呛，赶紧慌忙摆手解释，说自己只是担心新夫人会打扰到他。看着手下这副慌乱的模样，尤克里德忍不住笑出了声，让他把心放回肚子里，自己这边根本不需要担心。尤克里德嘴上说着伊弗吉尼亚根本没有打扰到他，可脑子里却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昨晚两人亲密依偎的画面。接着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小声地改口承认，其实还是有一点点被打扰到了。德拉诺一听，露出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接着他整个人都炸了，大喊着自己早就猜到了。德拉诺气得不行，嚷嚷着要去正式投诉，说就算对方是新夫人也不能这么折腾人。说完他转头就往外走，非要亲自去讨个公道不可。结果还没等他走到门口，大门突然被一把推开，管家急匆匆地冲了进来，兴奋地大喊大叫，直呼救星终于来了，卢迪翁家族这下彻底有救了。管家这一推门，直接把迎面走来的德拉诺撞了个正着。德拉诺捂着鼻子直哼哼，疼的眼泪都快出来了。管家顾不上道歉，急匆匆地向尤克里德汇报，说新夫人刚刚下令要查阅仓库里的所有账目。尤克里德一听，整个人都懵了，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连忙追问到底是谁要看账本。管家满脸崇拜地回答，当然是他们最敬爱的新夫人伊弗吉尼亚，而且夫人已经表态了，要用她自己的嫁妆把家族所有的债务全部还清。听到这个消息，尤克里德彻底坐不住了，那可是伊弗吉尼亚的个人财产，他怎么能做到这一步？管家非常肯定地点了点头，表示事情确实就是这样。管家解释说，自己当时为了家族的生计，甚至放下了所有的尊严，直接对夫人坦白，说家族的债务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德拉诺在一旁听得直皱眉，问管家真的有必要说的这么严重吗？接着他又好奇地追问，那夫人听完是什么反应？管家摸了摸胡子，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夫人听完只是微微一笑，非常自信地反问，管家难道不知道她是谁吗？这气场直接把德拉诺都给镇住了，忍不住嘀咕这女人怎么这么有魅力。接着管家继续说道，夫人当场就承诺会帮家族解决所有的债务问题，让他们尽管放心依靠她。不过德拉诺很快就担忧起来，开始害怕这会不会是另一个陷阱，万一夫人以后以此为要挟，向他们索要更高的利息怎么办？德拉诺的无端猜测还没说完，门外突然传来一声怒喝，质问他怎么能说出这种胡话。原来是女仆长端着茶走了进来，她表示自己刚好听到了全部经过，正为夫人的慷慨而感动不已。女仆长非常生气地指责德拉诺怎么能把一片好心的夫人当成放高利贷的债主，这下直接把德拉诺说得哑口无言。管家这时候一拍脑门，想起还有正事要办，赶紧催促尤克里德说，夫人正等着要看账本呢。尤克里德这下也坐不住了，立刻追问伊弗吉尼亚现在到底在哪里。伊弗吉尼亚推开办公室的门，结果被迎面扑来的灰尘呛得直咳嗽。看着满屋子的灰尘，他这才反应过来，难怪之前管家带他参观城堡时故意绕开了这里。不过既然这地方一直空着，倒也怪不得别人，只是他有些纳闷，管家怎么到现在还没把账本送来？明明刚才看他跑得挺急的，还以为很快就能回来。就在这时，门外终于传来了敲门声，伊弗吉尼亚松了口气，让人直接进来。谁能想到推门进来的居然不是管家，而是尤克里德亲自赶了过来。管家看折满屋子的灰尘，有些尴尬的直叹气，早知道这地方这么脏，就该提前让人来打扫干净。尤克里德有些抱歉的解释，因为城堡里人手不够，确实没办法每天都打扫得面面俱到。不过
他保证以后一定会让人定期来维护这间办公室。伊弗吉尼亚道是不怎么介意，觉得只要定期做好日常维护，确实比每次都大费周章要实用得多。听到他这么通情达理，尤克里德有些不好意思的向他道谢，谢谢他的体谅。伊弗吉尼亚接着提议，以后每季度都要对城堡进行彻底大扫除，反正现在债务问题马上就要解决了，预算方面不用再像以前那样紧巴巴的。这话一出，可把后面的管家和女仆长感动坏了，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这下可算是盼来救星了。尤克里德看着伊弗吉尼亚，有些迟疑的开口问他，是不是真的打算用自己的嫁妆来帮家族偿还债务？伊弗吉尼亚没有犹豫，直接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可谁能想到，尤克里德却看着他，非常认真的劝他重新考虑。这话一出，不仅伊弗吉尼亚愣住了，连后面的管家和女仆长都傻眼了。伊弗吉尼亚有些想不通，追问他为什么要拒绝，可尤克里德却有些为难地表示自己现在没办法解释原因。伊弗吉尼亚有些怀疑，问他是不是担心自己的名声会影响到卢迪翁家族的形象。尤克里德一听，赶紧否认，说根本不是因为这个。既然不是因为名声，伊弗吉尼亚追问，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尤克里德叹了口气，终于还是决定实话实说。他有些心疼的解释，说自己只是不想给他增加负担，觉得他是因为刚当上公爵夫人，才对自己要求这么苛刻。听到这话，伊弗吉尼亚直接打断了他，非常严肃地反问他，难道他以为拒绝了这笔钱，自己就不会跟着一起操心了吗？他这么做不过是把压力转移到了别人身上。虽然他心里并不想对尤克里德说重话，但看着这个男人固执的样子，他还是忍不住把语气放重了些，让他必须看清眼前的现实。看着尤克里德那有些委屈的反应，伊弗吉尼亚心里顿时有些后悔，担心自己刚才是不是把话说得太重了。好在尤克里德最后还是妥协了，他有些无奈的提议，那就当是自己跟他借的这笔钱，以后每个月再分期还给他。听到尤克里德说要分期还钱，伊弗吉尼亚整个人都愣住了，他有些不敢相信的追问，难道他还要自己收他的利息吗？尤克里德却觉得理所当然，解释说就算是夫妻，在财务上也应该算得清清楚楚。伊弗吉尼亚直接一口回绝，他有些难过的看着尤克里德，觉得他这么做分明是想在经济上和他划清界限，好为以后感情破裂留退路。尤克里德一听，赶紧否认，保证这种事绝对不会发生。伊弗吉尼亚顺势拉住他，非常认真的强调自己现在已经是卢迪翁家的人了，绝不能看着自己的家背负债务。看着尤克里德还想开口反驳，伊弗吉尼亚直接把话挑明，如果他还要继续拒绝自己的帮助，那就是根本没把他当成妻子来尊重。这番话的分量可不轻，直接把尤克里德给堵得没话说了。伊弗吉尼亚看着尤克里德，非常严肃地提醒他，别忘了在婚礼那天许下的诺言，要尊重他一辈子。听到这话，尤克里德只能妥协，他有些无奈地表示自己知道了，但也解释说自己绝对没有不尊重他的意思。看到尤克里德终于让步，伊弗吉尼亚心里暗自得意，觉得自己总算赢了这一局。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他突然注意到旁边还有人，这才猛地想起来，管家和女仆长一直都在屋里，这两个人正拼命假装打扫卫生，假装自己什么都没听见。管家有些尴尬地咳嗽了一声，提议说这里的灰尘太大，为了两位主子的身体着想，不如去外面继续聊。女仆长也在一旁赶紧附和，劝他们先出去，把这里留给他们打扫。伊弗吉尼亚只能顺着台阶下，叫上尤克里德一起先离开这里。两人刚从房间里走出来，正准备去别的地方，突然走廊另一头传来一声大喊，直接叫住了伊弗吉尼亚，说有重要的事情要汇报。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德拉诺就急匆匆地跑了过来，直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他情绪激动地大喊，说伊弗吉尼亚就是整个家族的救世主，是他们所有人唯一的希望。这突如其来的大礼直接把伊弗吉尼亚给整不会了，他看着眼前这个情绪失控的男人，满脑子都是问号，根本搞不懂这家伙到底在发什么疯。作为公爵尤克里德最得力的心腹助手，德拉诺陪着他一路北上来到荒凉之地，在这片贫瘠的北方领地上吃尽了苦头。本以为好不容易能过上几天安稳日子，谁知新过门的公爵夫人伊弗吉尼亚出现，成了他眼前必须面对的又一个巨大难关。起初，德拉诺深信外界那些恶劣的传闻，对这位新过门的夫人充满了防备与戒心，甚至私下里特意去提醒公爵尤克里德一定要小心这个心怀不轨的危险女人。可当德拉诺在门外听到里面的争执时，发现夫人正为了债务与公爵据理力争，他之前所有的怀疑和防备瞬间烟消云散。他感动得不能自已，直接推门冲了进去，扑通一声跪倒在伊弗吉尼亚的面前，大喊着夫人就是这个家族唯一的救世主。看着眼前这个突然痛哭流涕的德拉诺，伊弗吉尼亚只觉得一头雾水，莫名其妙，完全搞不懂这个得力助手在发什么疯。德拉诺却满脸崇拜的大声向夫人宣誓，以后只要夫人有任何的吩咐和差遣，他绝对随叫随到，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既然德拉诺表现得如此热情和主动，伊弗吉尼亚索性也就不再跟他客气，直接安排他去把办公室彻底打扫干净。德拉诺二话不说，立刻大声答应下来。这态度转变之快，让夫人有些措手不及，总觉得身边的人好像都变得奇奇怪怪。到了第二天，伊弗吉尼亚开始整顿账目，看着手里被精简过后的全新财务报表，连他自己都觉得这工作效率不可思议。在一旁看着的德拉诺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忍不住打听起夫人以前在娘家的手段。伊弗吉尼亚顺势提出了自己的新提议，以后城堡里所有的财务报告都按着标准，并大方表示如果有看不懂的随时来问他。
对他来说，现在最要紧的还是清空债务，只有先把这个沉重的大麻烦彻底解决，他才能腾出手来好好规划领地的未来。看着伊弗吉尼亚熟练地处理着账目，德拉诺在心里直犯嘀咕，感叹谣言害人，这分明就是个万里挑一的顶尖人才。见德拉诺一直盯着自己在一旁发呆，伊弗吉尼亚有些无奈地敲了敲桌子，问他到底有没有在听自己交代工作。德拉诺这才猛地回过神来，赶紧大声答应。不过看着手里密密麻麻的家族账本，伊弗吉尼亚的心里也有些泛起嘀咕，卢迪翁家的财务状况比预想的还要糟糕。好在领地里还有不少矿山和肥沃土地，只要能把眼前的这些债务全部还清，以后的日子肯定会一天天好过起来。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他的嫁妆全部变现。见一旁的德拉诺面露难色，不知如何操作，伊弗吉尼亚倒是一点也不慌张的表示，变现的事情他会安排自己的女仆去办。德拉诺有些好奇的在一旁小声追问，是不是夫人从娘家带过来的那个女仆？伊弗吉尼亚微微点头，肯定了他的猜测。他对贴身女仆安妮的能力非常放心，觉得这丫头平时采购货物很有一套。想到这里，他下意识的转头想要叫人，结果这才反应过来安妮根本不在身边。他突然想起安妮之前请假去打扫卧室，可打扫个卧室怎么会花整整2天时间？不过现在也顾不上纠结这么多细节。伊弗吉尼亚让德拉诺不必为此担心，变现的事情他自己会找人全部搞定。德拉诺听完之后，不仅没有选择退缩，反而有些不好意思的主动请求留下来，说自己想留在夫人身边多学点东西。这突如其来的请求让夫人有些错愕。面对德拉诺这突如其来的真诚请求，伊弗吉尼亚十分大方地答应了下来，这可把德拉诺感动得在一旁连连道谢。就在这个时候，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推门进来的居然是公爵尤克里德本人。看着那张俊美无双无可挑剔的脸庞，伊弗吉尼亚在心里直呼这是工作福利。尤克里德走上前，关切地询问他的午饭，还为自己独自去餐厅吃饭向他表达歉意。伊弗吉尼亚倒是一点也不介意的解释，说自己习惯了边工作边吃东西，还顺口提到自己忙起来经常顾不上吃饭。听到这话，尤克里德的脸色有些严肃，沉声提醒他这绝对不是什么好习惯，以后绝对不能再这样不按时吃饭了。面对这突如其来又充满关怀的说教，伊弗吉尼亚只能乖乖点头答应下来，心里却觉得他连训人的时候都极可爱。尤克里德关切地询问起工作进展如何，伊弗吉尼亚指着桌上的账本笑着解释，只要变现计划顺利，下月就能还清债务。尤克里德突然想起女仆长准备了甜点，特意叮嘱他想吃的时候随时吩咐厨师。听到有甜点，伊弗吉尼亚立刻眼神一亮，这几天忙着对账都没时间好好陪孩子，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带孩子们一起放松。想到这里，他立刻站起身说要亲自去说。尤克里德有些意外，主动提出帮他去说。伊弗吉尼亚有些尴尬的赶紧找了个借口，说自己只是想顺便走走活动一下身体，总不能承认是想偷偷溜去陪孩子们。他看着尤克里德有些疲惫的清秀脸庞，非常认真的劝他确实该好好休息一下。为了整理账本熬了整整一宿，他整个人看起来都比平时憔悴了许多。伊弗吉尼亚心里暗自盘算着，绝不能让他受累，自己累点倒没什么，但不能让爱人受累。既然伊弗吉尼亚已经看过了全部账本，那他现在肯定已经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了。艾米此时正一边悠闲地喝着红茶，一边在心里认定新夫人中午不敢露面，肯定是因为心里害怕才故意躲着大家。在他看来，就算伊弗吉尼亚把账本翻烂，也绝对还不清欠他们家的那笔巨额债务，更别说每个月还要支付高昂的分销费。想到这里，一米就抱怨父亲太小气，明明可以直接用免除债务来作为条件，逼着尤克里德娶自己成为公爵夫人。不过他现在更好奇的是那2个人的关系，他们结婚到现在到底有没有正式圆房？怎么到现在城堡里一点动静都没有传出？除非伊弗吉尼亚和公爵之间的关系，其实在私底下早就已经彻底破裂了。新夫人恐怕连1个星期都撑不住。听到伊弗吉尼亚可能要离开的消息，迪奥整个人都慌了神，显得不知所措，手里紧握着的画笔都快要被他捏碎。他忍不住开始在心里暗自责怪自己，怀疑是不是因为自己之前说了那些坏话，才把那个看起来温柔的新夫人给气走了。其实他心里根本没有觉得对方是坏人。就在这时，艾米突然发现房间空荡荡的，便随口问了一句那些玩具都去哪了。结果玛丽安回答说，因为他们之前说不完了，所以女仆就直接把玩具全部都收走了。这下可把艾米给急得在原地直跺脚，忍不住埋怨孩子们怎么能这样乱说话。他本来还指望用这些玩具来拖延时间，这下子他所有的计划可就全都泡汤了。不过话刚说完，艾米突然间反应过来，总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有哪里不太对劲。艾米在房间里开始四处搜寻起来，突然一把掀开床上的被子，大声质问孩子们到底在被子下面藏了什么。被抓了个正着的迪奥一时间有些结巴，红着脸，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结果大家凑近一看，被子下面藏着的居然只是一只看起来很普通的泰迪熊。艾米把玩偶拿起来仔细打量了一番，这一下他整个人都彻底被眼前景象镇住，因为这只小熊的脖子上竟镶嵌着宝石。就在艾米
纳闷这东西到底值多少钱时，伊芙吉尼亚在一旁语气淡淡的给出答案，说这不起眼的玩意儿值15个金币。听到这个惊人的数字，艾米彻底傻眼。毕竟谁能想到一个给小孩子玩的玩偶，居然能够贵到这种让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艾米正抱着小熊玩偶在原地暗自琢磨，突然被身后毫无征兆传来的清冷声音吓得他整个人都忍不住直接跳了起来。伊芙吉尼亚有些无奈的在旁边提醒他，说话声音小一点，不要总是这样大惊小怪。接着伊芙吉尼亚迈着优雅的步伐上前，他看着一脸震惊且手足无措的艾米，嘴角微微上扬，有些好笑的开口反问，不就是个价值15金币的普通玩具吗？到底有什么值得你在这里大呼小叫的？看到伊芙吉尼亚突然出现，迪奥和玛丽安明显松了一口气，这让伊芙吉尼亚立刻反应过来，看来这两个孩子平时没少受旁边那个女人的气。伊芙吉尼亚可不惯着他，直接冷冷的警告一米，说话的态度代表了一个人的教养，以后在孩子们面前最好注意自己的言行。这番话毫不留情，直接把艾米的脸面给狠狠地踩在了地上。面对伊芙吉尼亚的质问，艾米自知理亏，只能尴尬的开口道歉，随后咬着牙把玩偶还了回去。伊芙吉尼亚没有多说什么，直接把玩偶递给迪奥，温柔的表示只要他喜欢这个礼物就好。接着伊芙吉尼亚话锋一转，意有所指的提醒迪奥，这世上多的是厚颜无耻的人，总想着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所以一定要把礼物收好。这番话字字诛心，显然是说给旁边的艾米听的。看着迪奥乖巧点头的样子，伊芙吉尼亚突然想到了什么，有些疑惑的问他怎么没看到自己送的其他礼物。迪奥和玛丽安一听，顿时有些紧张起来。伊芙吉尼亚道也没多想，只是温柔地摸了摸迪奥的头，解释说自己不知道他的喜好，所以才准备了那么多东西，并提议下次带他一起去挑选。伊芙吉尼亚温柔地告诉孩子们，以后要是还有什么想要的，随时都可以跟他说。接着他话锋一转，抛出了一个重磅消息，以后大家买东西再也不用跑远路了，因为用不了多久，巴斯利安商会就会在北方设立据点。这话一出，旁边的艾米彻底懵了。巴斯利安商会要是真的来了，那他们家族的商会以后还怎么在北方立足？看着艾米慌乱的样子，伊芙吉尼亚却只是微微一笑，反问他这难道不是个好消息吗？伊芙吉尼亚接着补充道，以后在北方也能轻松买到首都的商品了。听到这个消息，艾米彻底坐不住了，他随便找了个借口，说自己还有急事要办，便急匆匆地转身离开。伊芙吉尼亚道也没拦着，只是冷冷地看着他的背影。毕竟一米的家族以前靠着垄断北方的贸易赚得盆满钵满，但现在他们的好日子算是到头了。几个小时过去，伊芙吉尼亚来到了餐厅，看着迪奥和玛丽安正大口大口地吃着蛋糕，那副吃相简直要把人给萌化。看着大口吃蛋糕的孩子们，伊芙吉尼亚却有些心疼，觉得他们实在是太瘦了，毕竟还在长身体，应该多吃点补补才行。更让他在意的是刚才艾米对孩子们的态度，而且这屋里居然连个照顾的仆人都没有，这让伊芙吉尼亚不由得想起了过去那些曾经指着他鼻子痛骂，甚至污蔑他害死父母的所谓家人。他见过太多两面三刀的伪君子，所以才更加担心这两个孩子。想到这，伊芙吉尼亚试探着问他们，平时和每天都来的艾米相处的怎么样？玛丽安乖巧的回答说挺好的，但看着孩子们有些闪躲的反应，伊芙吉尼亚心里更加怀疑了。伊芙吉尼亚温柔的告诉玛丽安，以后要是再遇到类似的事情，随时都可以来找他。玛丽安听话的乖乖点头答应。虽然孩子们嘴上没说什么，但伊芙吉尼亚心里很清楚，这件事情绝对没有那么简单。卢迪翁家和比尔斯家族之间肯定还隐藏着更大的秘密。带着满肚子的疑惑，伊芙吉尼亚推门回到了房间，结果一进门，安妮和格雷塞尔就热情的迎了上来，嘘寒问暖的。看着伊芙吉尼亚有些疲惫的样子，安妮有些担心的凑上前问他是不是遇到什么烦心事了。面对安妮的关心，伊芙吉尼亚有些惊讶于他的敏锐，随后便把自己在账本上的发现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原来卢迪翁家每个月都在给比尔斯家族支付一笔分销费，虽然把货物运到北方确实需要成本，但这个金额高的实在有些离谱。这笔费用的源头还得追溯到10年前，当时比尔斯伯爵的霸道协议激怒了民众，是由克里德去世的哥哥出面调解，才勉强把事情平息下来。现在看来，这根本就是一份不平等条约。听完伊芙吉尼亚的分析，安妮也觉得这里面有大问题。按理说，比尔斯家族垄断了北方的生活必需品，生意应该越做越大才对，可他们的商会规模却一点都没变，这背后肯定还藏着别的猫腻。听完伊芙吉尼亚的分析，安妮在心里暗自佩服，没想到自家夫人连这些内幕都懂。不过仔细想想，这笔交易从一开始就透着古怪，尤其是由克里德去世的哥哥在同意支付这笔分销费后不久，就娶了比尔斯伯爵的女儿，这怎么看都像是一场阴谋。可惜当事人已经不在人世，现在根本死无对证。伊芙吉尼亚虽然有些头疼，但她觉得只要等自家的商会把业务拓展到北方，这些问题自然就能迎刃而解。可一想到比尔斯家族的所作所为，她还是气得不行，觉得这家人实在是太卑鄙了。看着伊芙吉尼亚生气的样子，安妮有些紧张的缩了缩脖子，随后小心翼翼的提议，要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席奥内尔大人。听到这个名字，伊芙吉尼亚有些意外，不明白安妮为什么会突然提起他。安妮赶紧解释说，虽然知道夫人不太想找他帮忙，但席奥内尔大人毕竟在财政部工作，专门负责审计和监管垄断等不法行为。这消息让伊芙吉尼亚有些惊喜，没想到席奥内尔还有这层身份，看来以后说不定真的能派上大用场。
伊弗吉尼亚和安妮继续讨论账目。伊弗吉尼亚指出，对方在收分销费之前还恶意抬价，虽然这都是10年前的旧账了。安妮听完有些惊讶，既然对方做得这么过分，那完全可以直接进行制裁。可这正是伊弗吉尼亚想不通的地方，明明有帝国法律监管商会，为什么卢迪翁家当年还要妥协？而且尤克里德的态度也很反常，他为什么宁愿待在荒凉的北方，也不愿意回首都，甚至连皇室都对北方不管不问？这背后肯定有更深的原因，难道皇室和卢迪翁家有什么过节？听到夫人的疑问，安妮一拍脑门，说自己刚好知道一些内幕。安妮压低声音解释，其实皇帝一直都在刻意疏远北方，虽然明面上不好直接动手，但私底下却恨不得这里彻底完蛋。这下事情变得更复杂了，卢迪翁家面对的可不仅仅是一个贪婪的领主。安妮刚想透露5年前的秘密，却被一旁的格雷塞尔急忙打断，他有些尴尬地打着圆场，提议换个地方再聊。这反常的举动反而勾起了伊弗吉尼亚的好奇心，他追问格雷塞尔到底隐瞒了什么。格雷塞尔叹了口气，终于说出了实情。原来他一直在暗中调查家里的骑士团，结果发现这里面根本没有真正的骑士，不仅团长的位置一直空缺，整个队伍也只有20个见习生，甚至连城堡的日常值班都是由克里德亲自在排班。听到这个消息，伊弗吉尼亚有些不敢相信，堂堂一个公爵居然还要亲自管这些琐事。格雷塞尔无奈地表示，守卫们平时甚至只能自己训练。这下伊弗吉尼亚彻底愁坏了，本以为家里只是欠了巨额债务，没想到连最基本的安全防卫都简陋到了这种地步。既然防卫力量靠不住，伊弗吉尼亚便打听起城堡的安全。格雷塞尔解释说，这座城堡其实是一座魔法要塞，是第1代家主费尽心血建成的，只可惜现在根本没人知道该怎么启动它，这让伊弗吉尼亚心里更没底了。为了安全起见，他把安妮和格雷塞尔叫到身边，压低声音交代了些秘密任务。一听有任务拿，这2个人一下子兴奋的不行，拍着胸脯保证绝对完成任务。这反应把伊弗吉尼亚都整不会了。安妮更是干劲满满，说明天就去联系黑市把嫁妆变现，还顺口提到当初夫人突然结婚，可把大家都给吓坏了。听到这话，伊弗吉尼亚不由得愣了一下。安妮接着爆料说，其实黄金也特别想见夫人，甚至还主动打听能不能来卢迪翁领地拜访。这下把伊弗吉尼亚给听懵了，黑色和黄金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伊弗吉尼亚躺在沙发上，开始盘算眼下的局势。他先派安妮去雇佣兵团招人，又提拔了新的守卫队长格雷塞尔来整顿城堡薄弱的防卫。另一边，他把比尔斯家族那份古怪的合同寄给了席奥内尔，让他帮忙调查其中的猫腻。虽然结婚后他本想和瓦西里安家族保持距离，但眼下这个节骨眼上能有娘家人的支持，确实帮了大忙。不过最让他头疼的还是安妮之前提到的黑色和黄金。当时他因为听不懂而愣了一下，结果却把安妮吓了一跳，赶紧改口说现在联系黄金还太早，自己只去联系黑色。这下可好，伊弗吉尼亚更加摸不着头脑了。伊弗吉尼亚越想越头疼，这个黑色到底代表着什么？琢磨了半天也没个头绪，他索性决定去泡个热水澡，好让自己清醒清醒。刚走到浴室，正在准备热水的安妮有些惊讶，说自己正打算去叫夫人呢。看着忙前忙后的安妮，伊弗吉尼亚突然想起来，这几天安妮一直在帮自己整理衣柜，便顺口向她道了声谢。结果安妮一听，立刻兴奋地邀请她过去看看。伊弗吉尼亚虽然觉得没必要检查，但还是跟着走了过去。可谁能想到，安妮并没有把她带到衣柜前，反而停在了一面大钟旁边。正当伊弗吉尼亚纳闷的时候，安妮却神秘兮兮地告诉他，只要把这个钟的指针往回拨3次。他一边说着，一边伸手拨动了钟的指针，接着又在旁边的衣柜上轻轻敲了2下，只听见一阵沉闷的机关声响，衣柜的门竟然缓缓打开了。看着眼前这一幕，伊弗吉尼亚整个人都懵了，完全没想到这里居然藏着一条暗道。安妮倒是一脸得意，热情地邀请夫人进去看看。伊弗吉尼亚半信半疑地走了进去，可当他看清里面的景象时，顿时惊得说不出话来。这里面居然是一个无比华丽的更衣室，原来安妮这几天忙前忙后，竟然把夫人在娘家的整个更衣室原封不动地在这里复刻了出来。看着夫人半天没有说话，安妮有些紧张地问她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不合心意。伊弗吉尼亚这才回过神来，有些哭笑不得地追问，他们在卢迪翁城堡里私自建密室，真的不会被发现吗？这要是被男主人知道了又该怎么解释？看着安妮那副理所当然的样子，伊弗吉尼亚意识到原主大概早就习惯了他的这种操作，于是赶紧打了个哈哈表示没关系。可还没等他松口气，视线却突然被角落里的一样东西吸引了。那是一个放在珠宝堆里的布袋，仔细一看，这袋子上的徽章图案竟然和他之前送给理查德的那个一模一样，这让伊弗吉尼亚一下子联想到了很多。之前安妮提到黑色的时候，他就觉得有些不对劲，现在看来这一切似乎都和理查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走上前，伸手拿起了那个布袋。按照原著的剧情走向，理查德本该在更晚的时候才崭露头角，但因为他的介入，理查德提前得到了充足的资金支持。算算时间，那个男人现在应该已经彻底掌控了整个地下世界吧。夜色深沉，暗杀工会黑色的总部里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撞击声，警报声突然拉响，守卫们大喊着有入侵者，急忙朝着动静传来的方向赶去。而这个单枪匹马闯入的正是理查德，面对围攻，他根本没在怕的，3两下就把守卫打得落花流水。站在窗后暗中观察的工会干部发现，理查德虽然手里拿着武器，却根本没有拔剑的意思，
只是用剑鞘把人打退。可即便他已经手下留情，守卫们也完全招架不住，这实力差距简直大得让人绝望。工会干部看着外面的动静，以为这只是会长给他们的考验，暗自下定决心要表现得更好。就在这时，身后的房门突然传来一声轻响，理查德面无表情地走了进来。工会干部转过身，看着眼前这个浑身是血的少年，开口询问他是不是理查德。理查德冷冷地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得到确认后，工会干部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在理查德面前单膝跪地，表示自己是奉了会长的命令，在这里迎接并侍奉他的新主人。理查德有些意外，追问他口中的会长是不是指这个工会的老板。工会干部给出了肯定的回答。理查德露出了一个有些诡异的微笑，开口询问工会干部：“那自己现在是不是可以去见他了？”画面一转，伊芙吉尼亚突然从梦中惊醒，看来是做了一个不太好的噩梦，大概是因为昨天一直在想理查德的事情。他坐起身来，之前安妮提到黑色这个名字的时候，他还没反应过来，但现在他终于想起来了。在原著的剧情里，黑色其实是一个暗杀工会的名字，而理查德正是这个工会的幕后掌控者。想到这里，伊芙吉尼亚有些不安，这难道真的只是个巧合吗？就在这时，安妮和格雷塞尔急匆匆地推门进来，说有重要的事情要汇报。安妮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今天黎明时分，暗杀工会黑色遭到了袭击，而那个袭击者已经成为了新主人。这消息一出，伊芙吉尼亚整个人都愣住了，格雷塞尔也觉得不可思议，忍不住追问到底是谁干的。安妮赶紧让他小声点，警告他那个人可不是能随便议论的。格雷塞尔有些疑惑，既然那个人已经成了新主人，那黑色不就落入他手了吗？安妮却忍不住笑了起来，解释说工会里的人对夫人的忠诚可比格雷塞尔想象的要深得多。虽然这次的计划突然提前了，但夫人其实早就为了这一天做好了。听到这里，伊芙吉尼亚彻底懵了，自己什么时候做过这种准备？格雷塞尔却兴奋地竖起大拇指，觉得夫人果然深谋远虑，早就计划好了一切。这让伊芙吉尼亚感到一阵头疼，感觉自己像是被塞了一个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就再也收不回去了。他其实根本不想掺和这些阴谋诡计，只想和尤克里德安安稳稳地过日子，所以他暗自下定决心，只要能避开，就绝对不去碰这个麻烦的魔盒。为了让自己冷静下来，伊芙吉尼亚决定出去走走。他听说孩子们平时经常会去书房看书，便打算过去找他们，顺便打听一下关于尤克里德的事情。可当他推开书房的大门走进去时，却发现里面有些不太对劲。伊芙吉尼亚注意到书架之间夹着一个位置很古怪的大钟，这让他有些好奇，难道这里面藏着什么机关？他试着伸手去拨动钟的指针，然而大钟却毫无反应。伊芙吉尼亚忍不住自嘲地笑了笑，觉得自己真是想多了，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碰到机关？可就在他准备放弃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阵沉闷的巨响，原本紧闭的墙壁竟然缓缓一开，露出了一个阴暗的地下通道。看着眼前这不可思议的一幕，伊芙吉尼亚彻底愣住了。传闻卢迪翁城堡是个魔法要塞，没想到这里真有秘密通道。虽然通道里面看着阴森恐怖，但他的好奇心瞬间被勾了起来。他深吸一口气，决定下去一探究竟，这里面究竟隐藏着什么？是数不清的黄金珠宝，还是不可告人的惊天秘密？伊芙吉尼亚顺着通道一路往下走，发现这里并没有什么藏宝箱，看起来只是一条普通的逃生通道。还没等他多想，前方突然出现了一扇紧闭的大门。正当他犹豫要不要推开时，门后却传来了激烈的争吵声，一个刻薄的声音在里面大声嘲讽，说骗子的孩子果然成不了气候。紧接着，一米愤怒的声音也传了出来，大喊着让对方把话传达给公爵。门后的争吵声越来越激烈，艾米正对着孩子们大发雷霆，她愤怒地抱怨着，要是没有这些变故，那个女人根本不可能成为公爵夫人。他甚至逼迫孩子们去跟公爵提要求，不准让商会进入北方，或者继续给他每月的分配费，还拿孩子们死去的父亲来施压。面对艾米的无理逼迫，玛丽安哭着大声拒绝，表示自己绝对不会去对尤克里德说那些话。艾米一听，顿时冷笑起来，嘲讽玛丽安是不是有了伊芙吉尼亚撑腰，就敢跟自己顶嘴了。他甚至恶狠狠地威胁两个孩子，说一旦他们的真实身份曝光，无论是伊芙吉尼亚还是尤克里德，都绝对不会再接纳他们。看着孩子们被吓得瑟瑟发抖，艾米正得意地逼迫他们听话，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伊芙吉尼亚一拳砸碎了木门。这下艾米彻底傻眼了。伊芙吉尼亚冷冷地看着艾米，质问他是不是一直这样欺负孩子，这种恶行到底持续多久了？艾米被吓得连连后退，跌坐在地上想要辩解，却被伊芙吉尼亚一把揪住衣领，强行逼他回答。不过艾米很快反应过来，觉得自己根本没必要害怕，于是又强硬地反问这关他什么事。艾米为了脱身，竟然口不择言，嘲讽伊芙吉尼亚虽然嫁给了公爵，心里却还爱着别的男人，根本没资格管这桩闲事。伊芙吉尼亚直接打断了他，冷冷地反问是谁在造谣，而且就算这是真的，也改变不了他是公爵夫人的事实，他依然是这些孩子的长辈。看着旁边被吓坏的孩子们，伊芙吉尼亚揪紧了艾米的衣领，警告他不管孩子们和公爵有没有血缘关系，自己都绝对不会放任他虐待孩子。接着他转过头询问玛丽安和迪奥，这个女人平时有没有动手打过他们？迪奥有些害怕的小声回答，说自己经常被他掐。听到这个回答，伊芙吉尼亚这下彻底被激怒了。伊芙吉尼亚本想狠狠教训艾米一顿，但顾及到孩子们还在场，不想让他们看到更暴力的画面，于是他一脚狠狠踩在艾米脚上，疼得艾米大声惨叫。接着伊芙吉尼亚冷冷地命令他立刻从这里滚出去。
艾米被吓得不轻，连滚带爬的逃走了。赶走艾米后，伊芙吉尼亚温柔地安慰孩子们，向他们道歉，并保证现在已经安全了。看着眼前的伊芙吉尼亚，孩子们忍不住小声叫着她的名字。玛丽安突然哭着哀求起来，希望他千万不要把今天发生的事告诉尤克里德叔叔，一定要帮他们保守这个秘密。伊芙吉尼亚没有立刻答应，而是温柔地蹲下身子，表示在做决定之前，孩子们必须把这里的所有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他。玛丽安犹豫了一下，终于说出了一个惊人的秘密：原来他们的母亲根本就不是什么比尔斯家族的千金，而是一个普通的平民。听到这个消息，伊芙吉尼亚顿时明白了过来，难怪伊米敢这么肆无忌惮地欺负他们。而玛丽安接下来的话更是指向了整件事背后的始作俑者。原来当年尤克里德的哥哥因为被爱情冲昏了头脑，明知道妻子只是个平民，却还是坚持要和他结婚。为了帮妻子保守这个秘密，他甚至和比尔斯伯爵做了一笔交易，结果不仅让家里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还连累了整个领地的财政。说完了这个秘密，玛丽安有些不安地看着伊芙吉尼亚，小声问他以后是不是不能再叫他婶婶。伊芙吉尼亚听了有些好笑，反问他不叫婶婶还能叫什么？玛丽安有些犹豫地表示，可他们根本就不是真正的贵族后代。看着孩子们担心的样子，伊芙吉尼亚反而温柔地笑了起来，安慰他们，这其实是一件好事，毕竟这意味着那些平时总是欺负和威胁他们的坏人根本就不是他们的亲人。这下孩子们终于可以彻底摆脱那些所谓的家族束缚了。可玛丽安还是有些底气不足，小声嘀咕着自己根本不是贵族。伊芙吉尼亚听了，立刻纠正他，表示他们是合法婚姻所生，名字也好好的写在家族族谱上，谁敢说他们是平民？可玛丽安却突然大哭起来，大喊着他们只会成为尤克里德的负担。听到这话，伊芙吉尼亚有些无奈，故意板起脸告诉玛丽安，如果他真是这么想的，那自己可就要对他感到失望了。这话把两个孩子吓了一跳，迪奥赶紧哭着解释说，他们一直都在努力不让叔叔失望，甚至从来没有提过想让叔叔娶艾米阿姨的事情。伊芙吉尼亚听得一头雾水，连忙追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迪奥有些委屈地解释道，那个艾米阿姨为了接近叔叔，甚至还逼着他们去当说客，好在他们都咬牙顶住压力拒绝了。玛丽安见迪奥越说越多，赶紧在旁边小声制止他。看着两个孩子小心翼翼的样子，伊芙吉尼亚心疼坏了。他认真地告诉孩子们，他们绝对不是尤克里德的负担，因为不管尤克里德平时有多忙，都一定会抽空陪他们吃饭，无论去了多远的地方，心里也始终挂念着他们。所以就算尤克里德知道了真相，也绝对不会抛弃他们，因为在叔叔的心里，他们早就是不可替代的家人了。这番话彻底打消了孩子们心中的顾虑，玛丽安再也忍不住，直接扑进了伊芙吉尼亚的怀。看着怀里委屈的孩子，伊芙吉尼亚心里升起了一股无名火，那个叫艾米的女人居然连这么小的孩子都利用，简直太卑鄙了。更可恶的是，他居然还想插足自己的婚姻，这下算是彻底踩到了底线。他在心里暗暗发誓，绝对要让那个女人付出代价。在安静的城堡里，伊芙吉尼亚温柔地搂着怀里的孩子们，轻声安抚着他们。他耐心地解释道，就算尤克里德知道了今天这一切，也绝对不会抛弃他们，因为在叔叔的心里，他们早就是不可替代的家人了。听到这番话，玛丽安哭着说出心里话，表示尤克里德叔叔对他们来说也是最重要的人。看着孩子们终于冷静下来，伊芙吉尼亚轻声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他们真的还要继续瞒着尤克里德吗？看着怀里抽泣打嗝的孩子们，伊芙吉尼亚虽然觉得有些心疼，但又忍不住觉得他们实在太可爱了。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接着传来了尤克里德的声音。他说自己听到了奇怪的动静，正准备推门进来看看，这下屋里的几个人都有些紧张，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门已经被推开了，尤克里德直接走了进来。而跟在他身后的女仆在看清屋里的情况后，更是忍不住惊呼出声。女仆想起刚才艾米急匆匆离开的样子，就觉得事情不太对劲。现在看到平时懂事的孩子们哭成这样，他忍不住问尤克里德，是不是孩子们做错了什么事？伊芙吉尼亚在一旁有些尴尬，这气氛明显是要产生误会了。果不其然，玛丽安急忙大声解释说，绝对不是伊芙吉尼亚婶婶欺负了他们。尤克里德听了更疑惑了，顺着话头问了一句，既然不是他，那你们到底为什么哭呢？这下可把孩子们给问住了，他们越是拼命帮伊芙吉尼亚澄清，这气氛反而变得越发微妙。伊芙吉尼亚在后面直叹气，这真是越描越黑，误会直接拉满了。好在尤克里德没有继续追问，只是让他们先把眼泪擦干。尤克里德安抚好孩子后，转头吩咐女仆去拿湿毛巾和绷带，这让旁边的伊芙吉尼亚有些紧张。孩子们明明说没挨打，难道身上还有自己没发现的伤口吗？他急忙过去检查孩子们的情况，问他们有没有哪里不舒服。结果尤克里德却突然拉住了他的手，让他把手放松。尤克里德有些心疼的解释说，这些擦伤如果不处理只会越来越严重。伊芙吉尼亚这下才反应过来，原来受伤的根本不是孩子们，而是他自己刚才砸衣柜时把手给弄破了。看着尤克里德温柔地帮自己包扎，伊芙吉尼亚整个人都有些不知所措，这突如其来的亲近让他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不过刚才实在是太混乱了，他甚至都没来得及提起密道的事。而尤克里德也像是达成了某种默契，非常体贴的没有继续追问。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5天就这么过去了，城堡里却开始流传起各种闲话。原来那个平时天天往城堡跑的艾米，这几天居然彻底不见了踪影，这下可让大家议论纷纷。外面都在传是伊芙吉尼亚因为讨厌艾米，才借着训斥孩子的机会把人赶走的。
不过对于这种恶女传闻，他早就已经见怪不怪了。比起这些闲话，眼前的状况才更让他摸不着头脑。尤克里德的助手德拉诺居然跑到他的办公室来做汇报。更奇怪的是，尤克里德自己也极其自然地坐在一旁喝茶。德拉诺一脸兴奋地报告说，之前伊弗吉尼亚提议去卖嫁妆的那个商会，情况简直好得让人吃惊。那个商会的名字就叫做黄金。德拉诺继续补充说，这个商会虽然成立不到10年，但势力发展得非常迅猛，每笔投资都能赚得盆满钵满。这下伊弗吉尼亚才反应过来，原来之前安妮提到的那个黄金居然是个商业公会。德拉诺越说越激动，表示对方的副会长态度非常热情，想趁着这次交易把业务拓展到北方。不仅如此，那位副会长还明确提出希望能和伊弗吉尼亚亲自面谈，这让伊弗吉尼亚有些意外。不过要是真能谈成，商会就能直接在北方建立据点，对领地来说可是件大好事。正当德拉诺聊得正欢时，伊弗吉尼亚却注意到旁边的尤克里德一直在直勾勾地盯着自己，这眼神让他有些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对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终于忍不住开口提问：公爵大人，您是有什么话想对我讲吗？尤克里德突然提到自己收到了魔法塔那边的消息，说是塔主因为之前把旧马车给了他，心里一直觉得过意不去。塔主希望他能把旧马车退回去，并承诺会重新送一辆配置更高但外观一模一样的全新魔力马车过来。这让伊弗吉尼亚觉得有些奇怪，毕竟那位塔主可不是个会为了信誉纠结的人。不过他还是拒绝了这份好意，表示自己既然答应了就不会反悔，让尤克里德转告对方不用麻烦了。正说着呢，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原来是玛丽安和迪奥2个孩子跑了过来，在门外大声喊着要和他一起去吃午饭。伊弗吉尼亚笑着让他们进来，门一开，2个孩子就兴高采烈地冲了进来，拉着他要去餐厅。这让伊弗吉尼亚有些意外，没想到孩子们进门后居然是先奔向自己。不过玛丽安心里却一直揣着心事，关于身世的秘密已经憋了整整5天，她终于下定决心要在今天把真相原本地告诉尤克里德。此时的餐桌上，2个孩子正不停地往伊弗吉尼亚盘子里夹菜，生怕他吃不饱。看着孩子们这么热情，伊弗吉尼亚有些哭笑不得，赶紧表示自己已经全好了。原来前几天他手上受了点轻微的擦伤，结果这2个小家伙就紧张的不行，这几天一直围着他转。餐桌上，玛丽安正热情地喂伊弗吉尼亚吃东西，这温馨的一幕让旁边的尤克里德也有些忍俊不禁。就在这时，外面突然传来急促的报信声，说是比尔斯伯爵已经到了，而且指名道姓要见公爵。听到这个名字，伊弗吉尼亚立刻看向旁边的玛丽安，低声询问他是否还记得之前的约定。玛丽安认真地点了点头，表示自己今天一定会把真相告诉尤克里德。为了给孩子们留出单独谈话的空间，伊弗吉尼亚主动站起身，表示自己先去接待比尔斯伯爵，让尤克里德留在餐厅慢慢用餐。尤克里德觉得没必要麻烦他，表示自己去见比尔斯伯爵就行，但伊弗吉尼亚却坚持要去。他表示自己之前在整理账本时就对比尔斯伯爵非常好奇了，这次正好去见识一下。接着他又提醒尤克里德，孩子们有话想单独和他说。听到这话，尤克里德有些疑惑地看向孩子们，看着伊弗吉尼亚离开的背影，餐桌上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有些紧张。玛丽安终于下定决心开口，表示自己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他。走在去会客室的路上，伊弗吉尼亚知道玛丽安现在应该已经开始向尤克里德坦白了，虽然有些担心，但他必须先去应对比尔斯伯爵，只能在心里默默为孩子们加油。迎面走来的德拉诺有些意外地问：夫人，公爵大人没和您一起吗？您打算一个人去见比尔斯伯爵？伊弗吉尼亚有些纳闷，问他为什么这么高兴。德拉诺笑着解释说，那个伯爵每个月都来要钱，他早就看对方不顺眼了，今天终于要停掉这笔费用，他自然高兴的不行，而且以尤克里德的性格，处理起来一定会非常体面。德拉诺笑着说，公爵大人平时太温柔了，但夫人您就算正常说话也很有威严，那个伯爵见到您肯定会吓一跳。伊弗吉尼亚有些无语，问他这是什么意思。德拉诺赶紧解释说，那个伯爵平时特别爱摆架子，仗着自己是长辈，甚至对尤克里德指手画脚，简直分不清谁才是这里的主人。听到这里，伊弗吉尼亚冷笑了一声，是吗？他真的这么做了？看来今天必须得给这个伯爵好好上一课了。随后他直接推开了会客室的大门，伊弗吉尼亚在安妮的陪同下推开门走了进去，迎面看到一个光头男人转过身来，这光头亮得有些刺眼，让伊弗吉尼亚有些无语。男人清了清嗓子，自我介绍说自己是比尔斯伯爵，在北方经营着一家大商会。看着眼前这个秃顶的男人，伊弗吉尼亚暗自嘀咕，看来坏心思动多了，确实会变秃。比尔斯伯爵笑着套近乎，说自己一直很仰慕前任公爵，还夸赞前任公爵当年的功绩。看着对方滔滔不绝的样子，伊弗吉尼亚有些无语，这家伙真是一点眼力劲都没有。不过他很快反应过来，看来1米回去之后什么都没敢跟这个伯爵说，难怪他现在还能这么淡定。比尔斯伯爵突然一拍脑袋，说自己特意准备了一份结婚礼物，希望公爵夫人能收下。接着他拿出一幅画展示出来，说这可是个难得的宝贝。伊弗吉尼亚刚想凑近看画，结果脚下一滑，整个人失去了平衡，只听见哗啦一声巨响，旁边的花瓶直接被撞倒了。伊弗吉尼亚扶着桌子，有些郁闷，这双鞋子实在太不合脚了，怎么每次走几步路就会出意外？还没等他站稳，就听到比尔斯伯爵颤抖着问：公爵夫人，您这是在干什么？伊弗吉尼亚定睛一看，发现那幅画已经被砸得稀烂，他有些尴尬的解释，说自己真的不是故意的。
站在后面的德拉诺小声嘀咕：“难道这就是传闻中公爵夫人那可怕的坏脾气吗？”安妮在一旁赶紧摆手否认，说事情绝对不是这样的。比尔斯伯爵看着被毁掉的画，心疼的大喊大叫，说：“这可是名家名作日出啊！”听到日出这个名字，伊芙吉尼亚挑了挑眉。比尔斯伯爵还在得意的吹嘘，说这幅画已经失踪了30年，是难得一见的传世杰作。伊芙吉尼亚却冷笑了一声，说自己当然知道这幅画，因为在他的嫁妆清单里清清楚楚地写着这幅画的名字。听到这话，比尔斯伯爵整个人都傻眼了。安妮也在一旁作证，说那幅真迹确实属于公爵夫人。看着慌了神的比尔斯伯爵，伊芙吉尼亚冷笑着问：“你觉得我父亲会拿一幅赝品当女儿的嫁妆吗？”比尔斯伯爵赶紧辩解，大喊自己绝对没有故意欺骗的意思，肯定是他自己也被骗了。看着比尔斯伯爵拼命辩解的样子，伊芙吉尼亚忍不住冷笑起来。他直接逼近比尔斯伯爵，冷笑着问：“用赝品冒充真迹，难道是你的习惯吗？”伊芙吉尼亚接着警告他：“以前在公爵领地里有内应，你这招可能行得通，但如果觉得这次还能成功，那你可真是太蠢了。”比尔斯伯爵慌得不行，结巴巴的辩解，说自己根本不知道在说什么。就在这时，房门突然被推开了，尤克里德迈步走了进来。看到尤克里德出现，比尔斯伯爵赶紧出声打招呼。尤克里德直接走到伊芙吉尼亚面前，说：“接下来的事情由他来处理，让伊芙吉尼亚先去陪孩子们。”伊芙吉尼亚非常识趣，主动表示自己先回避一下。在他转身离开的时候，尤克里德突然叫住了他，微笑着向他道谢。伊芙吉尼亚带着安妮一路朝着会客室走去。30分钟前，尤克里德有些伤心地问玛丽安，是不是因为不信任他才一直瞒着他？玛丽安赶紧否认，解释说自己是害怕被讨厌，而且不想给尤克里德添麻烦，因为他已经够辛苦了。接着，玛丽安提到了自己的父亲，自责地觉得如果父亲没有愚蠢的离开，事情就不会变成这样。听到这话，尤克里德突然情绪失控，大声反驳说那不是真的。他差点就要说出玛丽安父亲当年离开的真正原因，但话到嘴边，尤克里德猛地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失态了。他决定把真相隐瞒下去，因为他不想让仇恨污染孩子们的心灵，也不想把他们卷入自己的复仇深渊中。看着孩子们担心的样子，尤克里德心里充满了愧疚，他觉得自己才是所有悲剧的源头，在心里默默向孩子们道歉。接着他一把将2个孩子紧紧搂进怀里，温柔地安慰他们，让他们不要把那些伤人的话放在心上。他向孩子们保证，他们永远是自己最珍贵的家人，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听到叔叔的承诺，孩子们终于放下了心。玛丽安忍不住感叹，伊芙吉尼亚婶婶说的果然没错。尤克里德有些意外，没想到伊芙吉尼亚私底下已经安慰过孩子们了。孩子们开心地告诉他，伊芙吉尼亚婶婶之前就说过，无论发生什么，他们在叔叔心里都是最珍贵的宝贝。看着孩子们重新展露笑容，尤克里德心里也感到了一丝慰藉。伊芙吉尼亚明明不是对自己说的，为什么听完之后自己反而觉得被安慰到了？不过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会客室里，比尔斯伯爵跪在地上，慌忙地替自己辩解，说当年隐瞒公爵夫人的身份，全都是听从了已故公爵的吩咐。尤克里德冷笑一声，直接戳穿了他的谎言，问他是不是觉得每个月拿了钱就能为所欲为。比尔斯伯爵顿时支支吾吾，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尤克里德越说越气，质问他教唆年幼的孩子，甚至用平民身份来威胁他们，难道这也是他哥哥的命令吗？尤克里德根本不打算放过他，冷冷地追问，除了艾米和他自己之外，还有谁知道这个秘密？看着步步紧逼的公爵，比尔斯伯爵有些慌了神，只能结结巴巴地喊着公爵大人。但尤克里德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命令他立刻回答。谁能想到比尔斯伯爵突然冷笑起来，觉得尤克里德的威胁简直可笑，他甚至直接反过来威胁尤克里德，要是公爵非要撕破脸，自己也绝对有办法对付他。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男仆突然慌慌张张地推门闯入，被打断的伯爵气急败坏，大声斥责卡尼斯没有规矩，但男仆根本顾不上这些，急忙报告说行会那边出大事了。紧接着门外传来沉稳的脚声，来人竟然是帝国财政部的骑士指挥官卡尼斯，他带着一队人马直接闯了进来，声称收到举报，比尔斯伯爵的商会涉嫌违法，他们是特意来调查的。尤克里德脸色一沉，质问他们为什么不请自来？难道帝国官员可以不守规矩吗？结果卡尼斯一句话就让他彻底没了脾气，原来是公爵夫人亲自给他们开的门。这下尤克里德只能尴尬的认了。画面一转，回到了30分钟前，一辆来自皇宫的马车突然停在了城堡门口。看着门口乱成一团，伊芙吉尼亚走上前询问情况，管家一看到他就像见到了救星一样。门外的人赶紧行礼，自我介绍，说自己是帝国财政部的卡尼斯。卡尼斯还带来了席奥内尔的消息，说他因为公务实在抽不开身，所以才没能亲自过来。不过席奥内尔已经把权力全交给了他，让伊芙吉尼亚尽管放心。卡尼斯保证，既然是公爵夫人亲自举报，他们一定会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伊芙吉尼亚也没废话，直接让管家开门放人进来。画面回到现在，尤克里德这下彻底明白了，原来这一切都是伊芙吉尼亚安排好的。听着外面的嘈杂声，玛丽安有些害怕地拉住伊芙吉尼亚，问外公是不是要被带走了。伊芙吉尼亚没有隐瞒，告诉他做错事就必须接受惩罚。接着他蹲下身看着2个孩子，认真地提醒他们，他们是公爵家的人，和那个伯爵没有任何关系。看着孩子们懂事地点头，伊芙吉尼亚心里却有些担忧，那个贪婪的伯爵绝对不会甘心倒台，肯定会想办法把尤克里德的名誉也一起拉下水。为了保护孩子们，伊芙吉尼亚让安妮先带他们去书房
看着会客室里对峙的众人，伊芙吉尼亚深吸了一口气，她不仅想保护眼前的2个孩子，甚至脑海里还闪过了自己未来和尤克里德的孩子的画面，这让她自己都吓了一跳，暗骂自己真是想得太远了，明明八字还没撇呢，居然就开始操心以后的事情了。看着尤克里德的背影，伊芙吉尼亚心里有些愧疚，毕竟自己自作主张联系了首都，把事情闹得这么大，他觉得应该找个机会向他道歉。这时卡尼斯笑着迎了上来，说正准备去向他汇报情况。他说针对商会的调查已经结束，接下来他们准备去伯爵的领地搜查。多亏了尤克里德把地下监狱借出来，在押送去首都之前，那个伯爵只能先老老实实待在牢里。卡尼斯由衷的感谢2位，多亏了他们的配合，事情才能进展得这么顺利。伊芙吉尼亚客套了一下，随后突然想起一件事，说那个伯爵刚才还想用话来骗他。卡尼斯听了有些吃惊，伊芙吉尼亚解释说，那幅画明明是他父亲和哥哥非常看重并放进他嫁妆里的真迹，伯爵却拿来当礼物送他，还口口声声说是赝品，要是家里人知道嫁妆被动了，肯定会大发雷霆。卡尼斯赶紧保证，一定会让那个伯爵付出代价。伊芙吉尼亚听了很欣慰，顺口说会在哥哥面前替他美言几句。卡尼斯虽然嘴上说着不用，但那期待的眼神根本藏不住。就在这时，尤克里德突然出现在身后，把伊芙吉尼亚吓了一跳。伊芙吉尼亚主动提起，这次的动静确实闹得有点大，并解释说自己在查账时就已经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看着有些自责的伊芙吉尼亚，尤克里德温柔地让他抬起头来，他微笑着安慰道：“知道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公爵领地，所以根本不需要道歉。”他温柔地表示自己没事，反而非常感谢伊芙吉尼亚愿意耐心倾听孩子们的心声，并保护他们没有受到伤害。看着眼前温柔的男人，伊芙吉尼亚有些害羞，心想世界上怎么会有像天使一样的人存在？不过他很快回过神来，提醒尤克里德，那个伯爵绝对不会甘心独自倒台，肯定会想办法把他也拉下水。他让尤克里德不用担心，他会亲自去解决那个伯爵。然而尤克里德却打断了他，说要把一切都交给自己处理，因为他最近已经够忙了，这种麻烦事更适合他来做。伊芙吉尼亚有些迟疑，不知道他打算怎么做。就在这时，尤克里德轻轻握住了他的手，温柔地看着他，让他一定要相信自己。看着尤克里德温柔的样子，伊芙吉尼亚整个人都有些不知所措，这简直就是犯规。面对本命的温柔攻势，他根本无法拒绝。尤克里德关切地问：“是不是身体不舒服？”画面一转，来到了阴暗的地下监狱。比尔斯伯爵正隔着铁栅栏，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艾米身上，愤怒地指责是他把事情搞砸的。他甚至大吼着说，艾米会因为违反法律受到惩罚，还指责他用假话欺骗公爵夫人。就在这时，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尤克里德冷冷地走了过来，直接戳穿了比尔斯伯爵的虚伪，说他对自己人说话还真是毫不留情。看到尤克里德出现，比尔斯伯爵顿时吓得不轻。比尔斯伯爵在牢房里拼命求情，甚至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了女儿身上，声称自己对这一切毫不知情。听到父亲的背叛，艾米整个人都傻眼了。然而见求情无果，比尔斯伯爵突然变了副嘴脸，露出了阴险的笑容。他开始用孩子们的身份威胁尤克里德，声称如果把他们送到帝都，就会把孩子们身世的秘密公之于众。尤克里德冷冷地看着他，追问除了他们还有谁知道这个秘密。得知目前只有他们2人知道后，尤克里德的态度却出乎意料的平静，甚至直接承认了对方所说的事实。这下轮到比尔斯伯爵有些摸不着头脑了。牢房里突然发生变故，比尔斯伯爵痛苦地倒了下去。看到父亲这个样子，一旁的女儿吓得不知所措，颤抖着呼唤父亲。这时尤克里德冷冷地叫了他指责对方教了孩子们太多不该知道的事情。尤克里德居高临下地看着牢房，语气冰冷地表示自己绝对不会让他轻易解脱。他警告对方，如果有什么怨恨就冲着他来，绝对不许动孩子们一根汗毛。尤克里德独自一人时，突然猛地吐出一口鲜血，看样子他一直在强撑着身体。就在这时，房门突然被粗暴地推开，一个打扮极其夸张的男人走了进来，一开口就是冷嘲热讽，问尤克里德是不是急着去送死。看着对方那五彩斑斓的头发，还有滑稽的星星眼镜，尤克里德简直一阵无语，忍不住吐槽他这奇怪的打扮。对方却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这是走在时尚前。2人坐下后，男人开始抱怨起来，说尤克里德之前急着召唤他借道具，现在自己好不容易来一趟，必须把正事说完再走。尤克里德却根本不想多留他，催促他快点说完，赶紧滚蛋。尤克里德疲惫地靠在沙发上，状态看起来非常糟糕。他有些虚弱地表示自己现在很不舒服。塔主摘下了夸张的装扮，质问他为什么不吃自己给的药。尤克里德却无奈地回答，那些药他早就已经全部吃完了。塔主听了非常吃惊，毕竟那可是极大的药量。他质问尤克里德是不是不要命了，明明之前还说想看着侄子侄女长大。尤克里德低声解释，当时情况紧急，他也是迫不得已。塔主却根本不买账，指出他今天不仅动用了禁忌魔法，还强行去触碰其他危险的东西，导致现在魔力失控，甚至吐了血。尤克里的眼神有些怀疑，问塔主是不是在暗中跟踪自己。塔主没好气的否认，表示自己只是察觉到了他身上残留的狂暴魔法痕迹。尤克里德有些无奈的妥协，塔主却急得不行，问他药都吃完了，难道不打算再要一些吗？尤克里德却冷冷地表示，反正塔主也不会免费提供，就像之前借用测谎道具一样，都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塔主虽然嘴上说要代价，但还是担心尤克里德的身体，警告他
如果不吃药真的会死。为了让尤克里德收下，塔主这次破天荒的决定免费送药，催促他赶紧拿走。尤克里德有些意外，没想到这家伙居然会大方一次。接着塔主转移了话题，询问尤克里德有没有和妻子提起魔力马车的事。尤克里德表示已经问过了，但伊芙吉尼亚觉得没关系。这下塔主彻底急了，劝尤克里德再去商量一下，甚至提出愿意多送2辆马车作为补偿。原来塔主把重要的报酬不小心藏在了那辆马车里，现在必须想办法拿回。但尤克里德却觉得不妥，如果魔塔之主突然这么大方，反而会引起伊芙吉尼亚的怀疑。塔主还想用手里的药做筹码，劝尤克里德再试试，结果被尤克里德一口回绝，让他少打这种歪主意。尤克里德忍不住吐槽，这家伙真是个奇怪的魔塔之主。塔主也觉得无语，直呼这对夫妻真是不可理喻。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伊芙吉尼亚在外面询问尤克里德是否在里面。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把屋里的2人都吓了一跳。尤克里德顺势提议，既然塔主人就在这里，不如自己去跟伊芙吉尼亚商量。塔主一听急了，当场表示绝对不行。不过在离开之前，他还是不忘叮嘱尤克里德一定要想办法说服妻子换马车。尤克里德只能无奈地答应下来。送走塔主后，尤克里德打开了房门，询问伊芙吉尼亚是不是有什么事。伊芙吉尼亚微笑着表示，晚饭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所以特意来叫他一起去餐厅。2个孩子也跟着起哄，开心地嚷嚷着要一起吃晚饭。看着黏在妻子身边的孩子们，尤克里德有些哭笑不得，心想自己又被这2个小家伙抢先了。可还没等他松口气，伊芙吉尼亚突然盯着他的脸，问他脸上沾了什么。仔细一看，那居然是残留的血迹。尤克里德这下有些慌了，下意识地伸手去摸。伊芙吉尼亚凑上前去，指出他嘴唇上的伤口，原来血是从这里流出来的。面对妻子的关心，尤克里德有些不好意思的道谢，可伊芙吉尼亚却突然叹了口气，直呼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尤克里德一时没反应过来，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伊芙吉尼亚赶紧解释说，自己只是觉得这伤口看着就疼。看着孩子们在前面打闹，尤克里德和伊芙吉尼亚并肩走着。伊芙吉尼亚突然提起了正事，问他之前商量的事考虑的怎么样了。尤克里德一时没反应过来，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一件。伊芙吉尼亚解释道，他想让自己的护卫骑士担任团长，重新招募新人，组建一支正规军。尤克里德这才想起来，确实有这么一回事。伊芙吉尼亚继续劝说，现在领地的债务已经快要还清了，为了长远的安全考虑，现在开始筹备骑士团是最好的时机。尤克里德觉得伊芙吉尼亚说的对，但他心里还是有些顾虑，毕竟卢迪翁家族一直遵守着家训，第1条就是不与首都进行贸易，第2条则是核心圈不能有非北方人。之前只有比尔斯伯爵在北方经营行会，并且一直遵守着这个规矩，可谁能想到这家伙为了私利，竟然背叛了职责，这让尤克里德对家训产生了怀疑。看着尤克里德在原地发呆，孩子们有些担心地拉了拉他，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尤克里德这才回过神来，看着眼前的妻子和孩子，今天的变故让他彻底清醒了。连帝国骑士都能轻易闯入城堡，所谓的安全根本就是个笑话。这次他们虽然没有动手，但谁能保证下一次还能这么走运？尤克里德终于下定了决定明天就发布公告，正式开始招募骑士团。虽然他知道这个决定一旦公布，领地里的家臣们肯定会炸开锅，但他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听到这个消息，伊芙吉尼亚高兴坏了，连声向他道谢。看着妻子开心的样子，尤克里德在心里暗暗发誓，自己绝对不会后悔这个决定。日子一天天过去，没几天，招募的消息就传了出去，一支自称是黑的佣兵团主动找上门来，表示愿意加入公爵家的骑士团。尤克里德亲自出面迎接，感谢他们不远万里翻越北方山脉赶来。看着眼前这群不速之客，伊芙吉尼亚整个人都不好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支所谓的佣兵团居然是原著里的暗杀工会，他们居然还想加入骑士团。底下的佣兵也察觉到了不对劲，开始小声嘀咕起来，生怕哪里露了馅，惹得公爵夫人当场发飙。但对伊芙吉尼亚来说，最糟糕的还不是这个。就在他打量这群人的时候，突然在队伍里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谁能想到，那个本该在别处的理查德，居然也戴着兜帽混在里面。看着眼前的理查德，伊芙吉尼亚脑子里一片混乱。当初为了阻止他变成反派，他特意给钱放走了他，本以为这辈子不会再见，谁能想到他不仅自己跑回来，甚至还加入了暗杀工会。此时理查德正死死盯着他，那眼神仿佛要将他生吞活剥，这让伊芙吉尼亚心里直发毛。察觉到伊芙吉尼亚脸色不对，尤克里德赶紧小声询问，伊芙吉尼亚只能尴尬的打哈哈，谎称自己只是有点头痛。可尤克里德这一声夫人叫出口，底下的黑衣人们顿时炸了锅，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自家老大居然成了公爵夫人。伊芙吉尼亚见状，赶紧打圆场，询问该如何安置这群人。他在心里疯狂求饶，生怕被公爵看出端倪。尤克里德倒是十分客气，他宣布了考核流程，不仅要测试实力，还要调查背景，最终决定全在格雷塞尔手里。接着他又真诚地打了个预防针，坦言骑士团刚起步，薪水不高，可这群杀手根本不在乎钱，全被尤克里德的温柔美貌迷住了。杀手们兴奋地表示不在乎薪水，只要能留下来就行。伊芙吉尼亚在旁边一阵无语，这群家伙也太容易被美色收买了。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尤克里德提议直接开始技能测试，但他有些好奇，这群人怎么连件武器都没带？黑衣人赶紧解释，为了不惊扰到在场的贵客，他们把武器都留在了训练场，
旁边的迪奥立刻挺起胸膛，大声宣告自己一点都不害怕。伊弗吉尼亚笑着摸了摸他的头，顺着他的话打趣，说自己其实挺害怕刀枪棍棒的。这一下反倒把迪奥给整不会了。伊弗吉尼亚本想借口害怕，多和尤克里德待一会儿，谁知尤克里德一听，立刻自责起来，催着他赶紧回屋休息。还没等伊弗吉尼亚拒绝，尤克里德就吩咐孩子们让他们把婶婶送回去。两个小家伙兴奋地拉起他就走，伊弗吉尼亚就这么被强行拖走。第一轮测试很快结束，德拉诺拿着通过的名单，急匆匆地来找尤克里德。看着名单上的名字，德拉诺觉得这事实在太荒唐，里面不仅有贫民窟的混混，还有亡国难民和犯罪分子，这哪里是在招募骑士，简直是在组建黑帮。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名单里还有一个奴隶出身的少年。尤克里德倒是一点也不意外，只是询问奴隶印记是否清除干净。德拉诺无奈地回答，印记确实被清理得很干净，看来这孩子之前遇到了一个好主人。而这个被讨论的少年正是理查德。德拉诺提到那个粉发少年理查德，虽然看起来懒洋洋的，但剑术却高得惊人，甚至可能比骑士团长还要强，而且他们的背景资料并没有造假。尤克里德觉得这批人可以用，便顺口询问德拉诺的意见。德拉诺却是一脸担忧，他本以为只招募北方人就够难了，没想到招来的竟是一群罪犯和刺客。他直言不讳地表示，把这群危险人物留在身边，迟早会给公爵府带来巨大灾难。尤克里德表示理解他的顾虑，但他直觉这群人不会对公爵府不利。外面突然传来一声急促的呼喊，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瞬间打破了原本的平静。安妮急匆匆地把伊弗吉尼亚带到了秘密更衣室，看着眼前跪了一地的属下，伊弗吉尼亚知道这一天终究来了。其实他早就觉得有些不对劲，不管是安妮平时利落的办事风格，还是这间堆满昂贵道具的更衣室，都显得太不寻常。谁能想到，原主不仅是暗杀工会黑的幕后主使，同时还是庞大商会金的首领。如今这帮人居然在公爵府秘密集会，这要是被别人撞见，他绝对会被当成帝国的巨大威胁。看着有些紧张的理查德，伊弗吉尼亚无奈地叹了口气，走上前对大家说：“这一路走来辛苦了。”听到这话，底下的属下们反而更紧张了。伊弗吉尼亚的一句辛苦了，让底下的属下们受宠若惊，大家忍不住小声嘀咕起来。有人提起安妮之前说过，团长最近变得温柔了许多，旁边的人立刻跟着附和，说团长其实一直都面冷心热，当初他们家族落难就是被团长收留的。大家越说越起劲，纷纷开始细数团长以前的恩情。听到属下们当面这么夸自己，伊弗吉尼亚有些不好意思，轻咳了一声打断了他们。属下们赶紧闭嘴道歉，接着又有些局促地送上了迟到的新婚祝福。伊弗吉尼亚微微一笑，收下祝福后便把话题引回正事。属下立刻递上了这个月黄金商会的财务和运营报告，因为商会在帝国境内又扩张了新店，所以这次的报告比以往都要厚。看着手里的报告，谁能想到这个掌控着庞大商业帝国的幕后老板，居然只是一个年仅22岁的年轻姑娘。而瓦西里安公爵府的人对此更是毫不知情，他实在无法想象原著里的女配到底是在多大年纪创立并经营起这么庞大商会的。更离谱的是，这样一个有手腕的女人，原著里居然会为了一个皇太子要死要活，这设定怎么看怎么不合理。还没等他多想，属下又递上了另一份报告，这是暗杀工会这个月的任务汇报。属下提到，虽然他们马上就要加入骑士团了，但关于暗杀工会新主人理查德的事，还是得跟他汇报一下。听到这话，理查德却突然开口了，他看着伊弗吉尼亚，问他是不是在考验自己。理查德说，当初是伊弗吉尼亚救了什么都不知道的他，还亲口告诉了他应该向谁去复仇。这番话一出，伊弗吉尼亚整个人都懵了，他怎么也想不到原著里的伊弗吉尼亚居然还跟理查德谈过复仇的事。而理查德的身世其实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他根本不是什么普通孤儿，而是当今皇帝同父异母的亲弟弟。虽然伊弗吉尼亚早就知道理查德是皇室的私生子，一出生就被丢弃在奴隶市场，后来才被原主给救了回来，但他怎么也没想到原主居然还教唆他去复仇，这让女主不禁回想起自己前世看过的原著剧情。其实当时他就觉得这段剧情设计的极其不合理。原著里伊弗吉尼亚和尤克里德离婚后选择隐居避世，后来却突然潜入了皇宫，偏偏就在同一时间，理查德动手刺杀了皇帝，结果皇太子凯登顺水推舟，把弑君的罪名直接扣在伊弗吉尼亚头上，将他关进了帝国死牢。这一下，整个瓦西里安公爵府都被牵连，领地和财产全部被没收，甚至连开国贵族的爵位都丢了，整个家族在大火中毁于一旦。他当时就觉得作者为了强行让女配下线，这剧情编的实在是太牵强。但在亲身经历了原主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后，他发现这一切竟然都说得通了。无论是代表黄金的庞大商会，还是代表黑暗的武装组织，再加上那个被遗弃在奴隶市场哭喊着要复仇的皇室私生子理查德，所有看似不合理的线索其实都指向了同一个真相。原来原著里那个弑君的罪名根本就不是什么欲加之罪，原主伊弗吉尼亚从一开始就在密谋造反。不过说实话，他也想不通原身为什么要冒这么大风险去叛乱。如果非要找个理由，大概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家族还有那个皇太子有着刻骨铭心的恨意吧。但现在纠结这些也没用，眼下最棘手的其实是那个和原身一起谋划复仇的理查德。就在这时，旁边的下属突然开口，提起了之前的一件怪事。他说，在伊弗吉尼亚带人端掉那个非法暗杀工会之后，有些事情实在让人想不通。大家都以为他要彻底接管地下世界，谁能想到他居然跑去给公爵府招人。
伊弗吉尼亚听完，直接反问：“怎么你对我的决定有意见？”这可把下属吓得够呛，赶紧连声否认。伊弗吉尼亚道：“也大度直接表态，要是谁不想听指挥，随时可以走人。”下属这下彻底老实了，跪在地上连连道歉，保证以后绝对服从命令。搞定了下属，伊弗吉尼亚转头看向了理查德，他认真的解释道：“当初放他走并不是什么考验，而是真心希望他能自由。不管他是想去复仇，还是想过普通人的生活，只要不干坏事，他都支持他按自己的想法活下去。”听到这话，理查德整个人都愣住了，眼眶红红的，看起来随时都要哭出来。这可把伊弗吉尼亚给整不会了，心里直犯嘀咕：这孩子该不会是感动哭了吧？就在这时，理查德突然低声开口了，说要用余生来侍奉他。这一下把伊弗吉尼亚整懵了，完全没反应过来。理查德红着眼眶继续说，自己不需要再去复仇了，只要能留在他身边就行。伊弗吉尼亚心里直犯嘀咕，他怎么也没想到这家伙居然会为了他放弃复仇。不过转念一想，既然公爵府和皇室关系微妙，那理查德这个皇室私生子说不定能成为他手里的一张王牌。想到这，伊弗吉尼亚便点头答应了。结果理查德接下来的话差点没把他吓死，这小子居然说要挖出自己的眼睛来作为忠诚的誓言。伊弗吉尼亚赶紧出声阻止，心想这孩子怕不是疯了？原身以前到底是怎么折磨他的，居然能让他产生这种极端的想法？伊弗吉尼亚可没闲着，他给属下布置了一个新任务，那就是把一个消息彻底在首都传开。一转眼1个星期过去了，首都的街头巷尾全都在讨论这件荒唐事，大家都在传是公爵夫人伊弗吉尼亚亲自向内政部举报了北方商会垄断物资的恶行，甚至联系奥内尔都亲自下令去调查这件事了。结果这一查不要紧，直接扯出了更大的丑闻。原来卢迪翁公爵府这10年来一直在给这个商会送钱，这下整个首都都炸锅了，大家都在嘲笑公爵府愚蠢至极，被人当了10年的冤大头。但更要命的是，舆论的火很快烧到了皇室身上，人们开始质疑皇室这么多年来到底有没有给北方拨过1分钱的救济。舆论在首都越传越凶，大家都在指责皇室冷落北方，这让皇室和军方非常被动。皇帝听着这些传言，脸色十分难看。他问侍从，反对派那边现在是什么态度？侍从老实回答，大家都觉得是皇室的责任。皇帝听了火冒三丈，觉得是北方人自己不配合，并追问有没有查到谣言的源头。侍从无奈地表示，对方手段太干净，根本查不到任何线索。皇帝又问，那瓦西里安公爵府那边呢？侍从摇了摇头，说公爵府那边毫无动静，这背后恐怕还有第三方势力在推波助澜。皇帝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这个突然冒出来的第三方势力手段实在是太诡异了，不仅悄无声息地端掉了暗杀工会，事后还隐藏得无影无踪，根本查不到任何蛛丝马迹。更让他感到不安的是，他当年一出生就扔进黑市的那个孩子，如今也查不到被谁买走了。这2件事要是同一伙人干的，那事情可就彻底失控了。他收回思绪转而问起另一件事的进展，侍从立刻汇报说，商会的审判结果已经出来了，不出所料被判了最高刑罚。这下子北方的局势怕是要彻底变天了。侍从继续汇报审判的细节，商会的所有涉案人员不仅被剥夺了爵位，还要在死刑前去矿山服苦役，而且他们被没收的财产将全部移交给卢迪翁家族。皇帝听了非常不爽，因为这意味着卢迪翁家族的势力又扩大了许多。接着侍从又提到一个诡异的细节，那个北方的商会头目在审判时一直喊冤，坚称自己背后有人指使。可当皇帝追问幕后黑手是谁时，侍从却说那家伙到死都不敢说出那个人的名字，就好像那个幕后黑手的恐怖程度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这下子皇帝彻底坐不住了。皇帝心里很清楚，要是任由这些谣言传下去，所有人都会觉得是他这个皇帝在背后搞鬼。可偏偏这种事他又没法公开澄清，只能想办法改变被动的局面。于是他问起皇太子凯登的动向，得知凯登刚刚打赢了胜仗，并且准备继续向邻国进军。皇帝立刻有了主意，他决定等凯登凯旋归来时，举办一场空前盛大的胜利宴会，只要用战争的胜利转移视线，再给平民施舍点恩惠，舆论自然就会倒向皇室。为了尽快落实这个计划，他立刻写了一封紧急密信，让人送去给远在战场的凯登。几天之后，在阿鲁辛王国的南部战场上，皇太子凯登的营地里，部下正准备召集大家开会，凯登也正要动身。就在这时，副官急匆匆地跑了过来。凯登还以为是遭遇了敌袭，结果副官却是一脸兴奋，说自己刚刚收到了妻子的来信。他迫不及待地想跟凯登分享首都的新闻，说瓦西里安公爵的女儿终于结婚了。听到这个消息，凯登整个人都僵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那个曾经一直纠缠他的女人，如今居然真的嫁给了别人。副官还以为自己带了个好消息，一脸兴奋地跟凯登搭话。他觉得那个一直死缠烂打的公爵千金终于放手嫁人，对凯登来说绝对是件值得庆祝的喜事。谁能想到这句话刚说出口，凯登的脸色唰的一下就变了。还没等副官把话说完，凯登就冷冷地打断了他，甚至直接拔出长剑架在了他的脖子上。凯登整个人散发着可怕的杀气，咬牙切齿地质问副官，她到底嫁给了谁？凯登根本无法接受这个荒谬的消息。出征前他明明寄出了求婚信，甚至连订婚戒指都已准备妥当。在他眼里，伊弗吉尼亚绝不敢背叛他，更不可能抛下他另嫁他人。看着眼前怒火中烧的皇太子，副官吓得赶紧跪地解释，声称这都是妻子在信中提到的内容，若是不信可以直接找亚历克西斯对质。凯登强压怒火，冷冷收起情绪，当即下令召见亚历克西斯，他必须要亲自问个明白。
副官连滚带爬的跑完令。没过多久，亚历克西斯便走进营帐。他刚准备向皇太子行礼问安，却瞬间察觉到气氛异常冰冷。凯登二话不说，直接拔剑指向了他。亚历克西斯整个人彻底懵在原地，根本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凯登冷冷地俯视着眼前的男人，逼问他关于伊芙吉尼亚结婚的传闻。他死死盯着亚历克西斯的眼睛，质问这到底是不是荒谬的谣言。一旁的副官更是紧张万分，生怕亚历克西斯说错一个字招来杀身之祸。面对皇太子那几乎要杀人的逼问，亚历克西斯只能硬着头皮老实承认伊芙吉尼亚结婚的消息确实属实。虽然姐姐之前曾特意嘱咐过他，千万不要把这件事情透露给皇太子，但既然凯登在战场上都听到了风声，说明帝都肯定早就传得沸沸扬扬，索性也就没有必要再继续隐瞒。凯登强压着胸中怒火，咬牙追问：“她到底嫁给了哪个男人？”亚历克西斯低声回答：“是北方的卢迪温公爵。”凯登脑中一片混乱，甚至怀疑是强行逼婚。可亚历克西斯却给出了致命一击：这桩婚事是伊芙吉尼亚自己主动要求的。听到这个回答，凯登彻底心碎愤怒。亚历克西斯无奈地继续解释道：“姐姐亲口说过想要嫁给别人，并且已经彻底放弃了对殿下的感情，以后绝对不会再来打扰殿下的生活。”听到这些话，凯登整个人如遭雷击。他怎么也没想到，那些决绝的告别，竟然全都是他发自内心的真话。在极度的愤怒与痛苦交织之下，凯登的掌心竟被自己生生掐出了鲜血。一旁的副官见状吓了一跳，赶紧慌乱地大喊着寻找手帕、包扎，并急切地询问亚历克西斯身上有没有。亚历克西斯虽然有些面露不舍，但还是从怀里掏出了一块手帕。副官见他一副视若珍宝的模样，忍不住打趣问是不是情人送的定情信物。亚历克西斯赶紧摇头否认，解释说这其实是姐姐伊芙吉尼亚送的，临行前还特意嘱咐他一定要平安归来。听到这个消息，凯登突然冷笑出声。在这一瞬间，他彻底想通了，难怪伊芙吉尼亚送给他的那块手帕上面的刺绣针法和图案完全不同。这残酷的细节意味着他送给自己的所谓定情信物根本就不是他亲手缝制的。凯登只觉得胸口仿佛被利刃刺穿，原来这个女人从一开始就已经计划好要彻底背叛他，甚至连一丝挽回的机会都不留给他。就在营帐内气氛压抑到极点时，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令兵神色慌张的快步跑了进来，呈上来自皇宫的10万火急密信。凯登看完信中的内容后，当即做出了一个极其疯狂的决定。他冷冷地向所有部下下达命令，废除之前制定的所有作战计划，重新制定一套最激进的全新战略。他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彻底结束战争，然后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帝都。而此时，远在北方的公爵府里，却突然传出了一阵兴奋的欢呼声。伊芙吉尼亚看着手中清零的账单，高兴得忍不住直接惊呼出声。公爵府那庞大的债务终于全部还清。虽然他起初觉得这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没想到实际操作起来也花了近2周。毕竟这可是公爵府多年累积的巨债，能彻底解决，确实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不过这次能如此迅速的还清债务，主要还是多亏了法院的最终判决。那个贪婪的比尔斯伯爵被没收的财产，全都被依法判给了卢迪翁家族。他虽然不知道尤克里德是如何做到的，但自家公爵大人手段就是非同凡响，解决起这种棘手麻烦简直轻而易举。如今商会已经在北方顺利开业运营，所有的事情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伊芙吉尼亚甚至开始兴奋地幻想以后和公爵大人一起走花路的美好生活。虽然他和尤克里德相处了这段时间，表面上看起来相敬如宾，十分融洽，但他内心深处却无比清楚，他们夫妻之间始终隔着一层无形的尴尬。门外突然响起的敲门声，让伊芙吉尼亚猛地从思绪中回过神来，他赶紧拍了拍自己的脸颊，提醒自己现在可不是胡思乱想的时候，因为今天他和尤克里德早就约好了，要单独前往存放家族肖像的画像馆，这可是他们婚后难得的2人世界。她特意精心打扮，仔细整理了仪容，满怀期待的准备与丈夫出发。可当她兴冲冲地拉开房门，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整个人就直接愣在了原地。门外不仅站着英俊的尤克里德，身旁居然还多了2个可爱的小家伙。孩子们一见到他就兴奋地扑了上来，吵闹着一定要跟着一起去画像馆。尤克里德在一旁温和地解释道，既然是去祭拜家族先祖的地方，带上孩子们一起去显然会更加合适。虽然这个理由听起来合情合理，但伊芙吉尼亚的心中却莫名地涌起了一股难以言喻的失落。她忍不住在内心深处叹了口气，仔细想想，她和尤克里德之间似乎总是差了那么一点真正的亲密。仅有的2次独处机会，一次是婚礼前短暂的休息室会面，另一次则是新婚当晚的洞房花烛。自那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过2人世界。好不容易等到公爵府的债务彻底还清，伊芙吉尼亚昨天终于鼓足了勇气，主动开口邀请尤克里德陪她一起去家族画像馆走走。可谁能想到，精心准备的约会，最后竟然变成了带娃的家庭集体活动。伊芙吉尼亚默默注视着尤克里德的背影，在心中忍不住暗自泛起了嘀咕：他究竟是不想和自己单独相处，还是在刻意与自己划清界限？这时，尤克里德突然转过头，关切地询问。伊芙吉尼亚赶紧打了个哈哈，掩饰过去，强颜欢笑地催促着大家赶紧出发。伊芙吉尼亚默默地跟在队伍最后面，他心里其实比谁都清楚，虽然尤克里德表面上表现得风平浪静，但帝都皇室给他的无形压力绝对巨大。他在心中暗自下定了决心，只要自己能帮他把领的
治理得井井有条，帮卢迪翁家族彻底摆脱皇室的排挤。总有一天，尤克里德会真正认可他的身份。说话间，几人已经步入了庄严的画像馆。尤克里德指着墙上巨大的肖像画，介绍道：“这些都是历代公爵以及家人们的画像。”伊弗吉尼亚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画像上的男人神情异常冷峻严肃，看起来是个极其严厉且难以接近的人，与眼前温柔体贴的尤克里德截然相反。尤克里德看着画像，有些自嘲地笑了笑，坦言自己其实长得并不太像家族成员。伊弗吉尼亚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接话，只能有些尴尬地跟着随声附和了几句。伊弗吉尼亚仔细端详着墙上的画像，发现尤克里德的历代家族成员神情都显得格外严肃且透着冷漠，他们之间唯一相似的特征，大概就只有那一头耀眼的金发了。尤克里德凝视着画像，轻声呢喃道：“父亲虽然外表看起来冷酷无情，但实际上对他一直都非常温柔。”直到生命终结的那一天，看着尤克里德神色间流露出的低落，伊弗吉尼亚在心中暗暗自责，担心自己刚才是不是说错了什么话。就在这时，他脑海中突然灵光一闪，想起了女仆安妮之前无意中提起的话：皇帝其实一直极度厌恶北方，甚至在暗中不断排挤卢迪翁家族。而这一切恩怨的残酷转折点，就发生在整整5年前。那年，尤克里德的父亲和哥哥在帝都意外身亡，年轻的尤克里德只能独自前往收回遗体，并被迫在风雨飘摇中继承了公爵爵位。看着眼前这幅看似温馨的全家福画像，他心中突然冒出一个毛骨悚然的念头：当年那场夺走2条人命的惨烈意外，真的仅仅只是一场意外吗？也许当年的惨剧根本不是意外，而是皇帝在幕后亲自参与了这场谋杀。这个想法一出来，连他自己都吓了一跳。他下意识地看向旁边的尤克里德，发现他的神色有些落寞。为了打破这沉闷的气氛，伊弗吉尼亚赶紧转移话题，问他小时候有没有单独画过肖像画。尤克里德愣了一下，有些不好意思地回答，说自己那时候年纪太小，根本坐不住。尤克里德有些无奈地解释，等他终于能静下心来配合画像时，家里的情况已经大不如前了。伊弗吉尼亚这才明白，原来这幅全家福竟然是尤克里德童年唯一的画像。看着画像上的父亲，2个孩子忍不住红了眼眶。伊弗吉尼亚赶紧收起那些复杂的思绪，现在可不是胡思乱想的时候。这些年孩子们跟着受了不少委屈，他必须得好好安抚他们。没想到玛丽安突然破涕为笑，大声宣布从今天起就是幸福的开始。伊弗吉尼亚直接愣住了。玛丽安掰着手指头数着，坏人被抓了，家里的债也还清了，以后大家只要开开心心吃饭生活就好。迪奥也在旁边用力点头，说这可是婶婶亲口保证的，绝对不会有错。伊弗吉尼亚这才想起来，之前债主上门闹得最凶的时候，他确实对孩子们说过这些话，当时只是想给他们吃颗定心丸。看着孩子们对他100%的信任，伊弗吉尼亚暗暗提醒自己，以后在小家伙们面前说话可得更加小心了。尤克里德突然开口说有件事一直想问他。尤克里德先是感谢他保护了孩子们，接着问他当时是怎么从衣柜里出来的。伊弗吉尼亚笑了笑，说那其实是一条秘密通道。这话一出，尤克里德和孩子们都愣住了，没想到自家城堡里居然还有密道。孩子们兴奋地嚷嚷着也想去看看。伊弗吉尼亚大方地答应下来，决定带大家一起去开开眼界。伊弗吉尼亚走到一个大钟表前，伸手拨动了上面的指针，随着机关转动的声音响起，隐藏的密道大门缓缓打开。看着眼前神奇的一幕，尤克里德和孩子们直接看呆了。尤克里德有些好奇地问，他是不是碰巧发现这个密道的？伊弗吉尼亚笑着承认了。尤克里德觉得不可思议，难道连前任公爵都不知道这地方？伊弗吉尼亚解释说，其实密道早就存在了，只是尤克里德觉得奇怪，他明明不是魔法师，怎么能这么轻易找到入口？伊弗吉尼亚打了个哈哈，说自己只是运气好，准确的说是财运比较旺。旁边的迪奥忍不住问，从这里下去真的能直接通到他房间的衣柜吗？伊弗吉尼亚耐心地给他指路，说走下楼梯会遇到分岔口，一直往前走就能看到门了。小家伙一听兴奋坏了，嚷嚷着现在就要回房间去。伊弗吉尼亚笑着答应了，准备带他们一起过去。结果话还没说完，迪奥就迫不及待地冲了出去。尤克里德在后面急得大喊，让他慢点跑。伊弗吉尼亚看着孩子们，温柔地提醒他们，下面温度低，他们穿得太单薄了，可不行。他提议让大家先去穿件外套再出发。结果这话一出，尤克里德和孩子们都愣住了，这让伊弗吉尼亚有些摸不着头脑，怀疑自己是不是说错话了。玛丽安有些好奇地问，婶婶真的觉得这几天冷吗？伊弗吉尼亚理所当然地回答，毕竟和首都比起来，这里的温度确实要低得多。听到这个回答，2个小家伙立刻凑在一起说悄悄话。玛丽安觉得是因为婶婶在首都住惯了，迪奥则在一旁小声嘀咕，说婶婶连尖锐的东西都怕，身体肯定特别虚弱。虽然他们声音很小，但伊弗吉尼亚在旁边听得一清二楚，一时间有些哭笑不得。玛丽安突然指着窗外问他有没有看到远处的那座山。伊弗吉尼亚有些纳闷，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提起这个。玛丽安解释说，那座山其实是一座终年积雪的雪。伊弗吉尼亚顺着方向看过去，却发现山上光秃秃的，根本没有一点雪的影子。玛丽安继续解释说，以前这个时候确实冷得多，每天早上窗户上都会结满冰霜，甚至经常会刮起暴风雪。听到这里，伊弗吉尼亚隐约觉得有些不对劲，他转过头看向尤克里德，想向他求证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尤克里德点了点头，承认以前确实要冷得多，不过最近天气有些反常，领地里的人也都在议论这件事。
伊弗吉尼亚听完有些犯嘀咕，怎么连小说世界里也开始流行全球变暖了？玛丽安在一旁跟着附和，说他们从小就习惯了寒冷，现在这温度根本不需要穿外套。伊弗吉尼亚见状也不再坚持，笑着带大家走进了密道。在他看来，天气变暖应该不是什么坏事，总不至于会出什么大乱子。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几天时间就过去了。这天，伊弗吉尼亚收到了一封信，是妹妹梅丽莎寄来的。信纸上装饰着漂亮的花朵，字里行间都透着亲切。梅丽莎在信里关切地询问玛丽安最近在北方过得怎么样。她在信里提到，瓦西里安公爵和席奥内尔最近依然很忙，而她自己也开始参加社交聚会了。她非常期待能收到玛丽安平安的回信，并盼望着两人能在首都早日重逢。看着信上的内容，伊弗吉尼亚忍不住在心里哀叹，其实她最近过得一点都不好，因为她和尤克里德之间始终没有机会单独相处，而且他很快就发现尤克里德似乎在故意躲着他，这根本不是他的错觉。就在这时，领地里突然发生了一件怪事，随着天气逐渐变暖，原本冰封的土地上竟然开始长出嫩芽，这让从小在冰天雪地里长大的尤克里德感到非常震惊。为了应对这反常的现象，他立刻召集人手召开了紧急会议，结果就是大家甚至还没来得及庆祝债务还清，尤克里德就又一次陷入了忙碌之中。伊弗吉尼亚虽然理解他很忙，但心里还是有些不是滋味。之前他主动邀请尤克里德喝茶，结果被他以开会时喝过为由拒绝了。后来他又劝他出去散散步，尤克里德却客气地表示自己在办公室里已经活动过了，甚至还尊称他为夫人。这种客套和疏离让伊弗吉尼亚感到非常沮丧，他确定尤克里德就是在故意躲着他。为了不让自己继续胡思乱想，他决定先给妹妹梅丽莎写回信。按照原著的剧情发展，这个时候梅丽莎应该开始参加社交活动，并且很快就会向德米安表白。不过伊弗吉尼亚有些犹豫，如果自己现在寄出回信，梅丽莎肯定会把她的近况告诉父亲和席奥内尔哥哥。亚历克西斯此时正在战场上，估计根本没空写信。可伊弗吉尼亚心里还是有些犯嘀咕，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一提到皇太子，他就会莫名的感到一阵不安。写完信后，他打算出去走走换换心情。刚出门就碰到了女仆安妮，伊弗吉尼亚交代她把信寄给梅丽莎，自己则准备去书房陪尤克里德的侄子和侄女玩。看着安妮有些失落的样子，伊弗吉尼亚心里也有些过意不去。最近为了还债和亲近尤克里德，确实有些冷落这个小丫头了。他暗自决定以后要多关心安妮。不过一想到尤克里德最近对他的冷淡，伊弗吉尼亚就有些泄气。好歹他也是有自尊心的，今天他决定硬气一回，绝不主动去找尤克里德。就在他往书房走的时候，耳边突然传来一阵奇怪的金属碰撞声。伊弗吉尼亚有些疑惑地推开门，想去看看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门一推开，里面竟然是两个孩子在吵架。玛丽安大声指责弟弟太固执，弟弟也不甘示弱，直接顶撞了回去。伊弗吉尼亚在门外看得一头雾水，这两个小家伙平时感情挺好的，今天怎么突然吵得这么凶？还没等他进去劝架，玛丽安接下来的话却让他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他气呼呼地大喊说：“婶婶心里其实另有其人。”听到门内惊人的八卦发言，伊弗吉尼亚尴尬地咳嗽一声，直接推门走了进去。两个小家伙吓了一跳，没想到会被当事人抓个正着。玛丽安心虚地低下头，主动向伊弗吉尼亚道歉，承认自己不该在背后乱说，但迪奥却一直坚持那个说法。伊弗吉尼亚有些纳闷，追问他们到底在坚持什么。玛丽安凑过去小声回答说：“弟弟觉得婶婶喜欢叔叔以外的人。”听到这个离谱的回答，伊弗吉尼亚彻底无语了，这天大的误会到底是怎么来的？还没等他开口解释，迪奥就在一旁大声反驳，说这都是女仆艾米瞎编的，婶婶根本没有喜欢别人。玛丽安却不服气地争辩起来，说当时的情况根本不一样。伊弗吉尼亚赶紧打断他们，让他们别再争论这些粗俗的话题。他突然反应过来，孩子们说的应该是他罚泄密到那天，当时被女仆艾米撞见，确实很容易让人产生误会，都怪自己当时没当回事。就在这时，迪奥拉了拉他的衣角，眼巴巴地问他是不是真的喜欢别人。看着孩子委屈的样子，伊弗吉尼亚温柔地反问他，问他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迪奥小声嘟囔着，既然婶婶都说是胡说八道了，那肯定就不是真的。伊弗吉尼亚顿时有些尴尬，赶紧让他把这个词忘掉，解释说自己当时只是太激动了。迪奥乖巧地答应了，接着说婶婶听到艾米乱传话，当时肯定非常生气。伊弗吉尼亚叹了口气，承认自己当时确实气坏了。迪奥小声解释起来，说他不相信婶婶会喜欢别人。伊弗吉尼亚听着心里顿时五味杂陈。迪奥接着说道，因为他发现婶婶每天都在看着叔叔。听到这句话，伊弗吉尼亚整个人都愣住了。迪奥觉得婶婶其实是喜欢叔叔的，但玛丽安却一直说他想错了。小家伙委屈地抬起头，问他自己是不是真的猜错了。看着孩子难过的样子，伊弗吉尼亚心里很不是滋味。大人们的这些恩怨，终究还是波及到了无辜的孩子。伊弗吉尼亚心里很清楚，听到那些关于他喜欢别人的谣言，对两个孩子来说打击有多大。为了让孩子们安心，他温柔地告诉他们，自己除了公爵之外，从来没有喜欢过任何人。这还是他第一次在孩子们面前坦白自己的心意，说出来之后，整个人反而轻松了不少。听到这个肯定的回答，两个小家伙顿时兴奋起来。迪奥得意地向玛丽安炫耀自己猜对了，玛丽安也开心地向他求证。看着孩子们高兴的样子，伊弗吉尼亚有些感慨，这还是他第一次能这么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感情。不过
他还是笑着叮嘱孩子们，这可是他们3个人之间的秘密，千万不能说出去。结果2个小家伙一听，反而有些纳闷地问他，为什么这还要保密？面对孩子们的追问，伊弗吉尼亚一时有些语塞，他总不能直接告诉孩子，要是尤克里德不相信他的感情，那事情可就尴尬了。好在孩子们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纠结，小家伙们一听他承认了喜欢叔叔，立刻兴奋地表示大家就是一家人了，甚至还神秘地提出要带他去看样宝贝。原来那是一本由卢迪翁家族开国公爵亲手写下的魔法童话书。听到这里，伊弗吉尼亚顿时来了兴趣，他本来就在寻找关于帝国历史的线索，这本所谓的童话书说不定就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毕竟之前他翻遍了书房，也没找到关于开国公爵的详细记载。看着眼前这本上了锁的古老书籍，伊弗吉尼亚隐约觉得自己似乎找到了关键的钥匙。听说这书上还附带了魔法，伊弗吉尼亚有些半信半疑。2个小家伙却说的有鼻子有眼，甚至还比划起电闪雷鸣的场景。不过迪奥也补充道，要是没有钥匙解开上面的锁，这书根本就打不开。伊弗吉尼亚试着使了使劲，发现这书确实纹丝不动，看来魔法的传闻并不是空穴来风。迪奥主动提出帮他开锁，但伊弗吉尼亚心里还是有些顾虑，毕竟这是人家家族的传家宝，自己一个外人随便看真的合适吗？玛丽安却完全没当回事，笑着表示婶婶现在也是一家人了，根本不需要见外。既然孩子们都这么说了，伊弗吉尼亚也不再推辞，主动提出可以读给他们听。2个小家伙一听更兴奋了，迪奥立刻把手按在书上，准备展示自己的开锁本领。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声响，书上的锁竟然自己解开了。伊弗吉尼亚有些纳闷这锁是怎么开的，迪奥在一旁解释道，要是卢迪翁家族的人把手放上去，这书就会自动感应并解锁，不愧是传说中的魔法家族。看着孩子们期待的眼神，伊弗吉尼亚翻开书页，准备开始给他们讲故事。书的第1页写着，很久很久以前，那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到处都是无休止的战斗和惨。故事里提到了一位残忍贪婪的战士，以及一个深爱着人类的生物。读到这里，伊弗吉尼亚突然停了下来，他有些不敢置信地看着书上的文字，怀疑是不是自己看错了，因为书上赫然写着，那是一只深爱着人类的金龙。为了躲避那个想要夺走他心脏的战士，金龙虽然勉强逃脱，但他的身体却开始发生异样。听到金龙的悲惨遭遇，迪奥忍不住抽泣起来，觉得金龙实在是太可怜了。伊弗吉尼亚赶紧轻声安慰他，说这不过是个神话故事而已，让他不要太难过。接着往下读，故事里写到金龙在绝境中其实还留了后手，他在临走前许下了一个承诺，发誓迟早有一天会重新回来，打败那个欺骗了全世界的虚伪战士。书的结尾写着，无论生活变得多么艰难痛苦，大家都必须保持坚强和勇敢，因为金龙终究会回到人们身边。虽然嘴上说着这只是个神话，但看着书上的这些文字，伊弗吉尼亚心里却莫名的有些发堵。如果这真的只是个虚构的故事，为什么会让人觉得如此悲伤呢？伊弗吉尼亚突然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这本书的内容显然是在针对当今的皇室。书里把那位击败恶龙的开国皇帝描绘成了一个为了夺取龙心而不择手段的残忍恶棍。可奇怪的是，写下这本书的人偏偏是皇帝最亲信的开国公爵，这根本不是什么普通的建国神话，字里行间全都是开国公爵个人的真实想法。至于他写下这些，到底是因为对皇帝的恨意，还是为了拼死留下历史的真相，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2个小家伙还在旁边兴奋地讨论，盼着金龙能早点回来打败坏人，完全没意识到这故事背后的凶险。为了防止隔墙有耳，伊弗吉尼亚赶紧忽悠他们说，天天把这些话挂在嘴边，金龙反而会推迟回来。吓得2个孩子赶紧捂住嘴巴，表示以后只在心里默默的想。毕竟卢迪翁家族现在本就处境艰难，要是被皇室知道他们私下看这种书，那可就彻底完了。迪奥听完若有所思，这才明白叔叔以前为什么总是心事重重了。迪奥接着解释道，叔叔以前特意叮嘱过他们，绝对不能在外面提起关于龙的事情，要聊也只能在家里人面前聊。在小家伙看来，叔叔肯定也是在盼着金龙早点回来，所以才会这么谨慎。听到这里，伊弗吉尼亚赶紧叮嘱2个孩子，今天读了这本书的事情，千万不能让尤克里德知道，毕竟要是让他发现大家私下看这个，指不定又会惹出什么麻烦来。为了转移话题，伊弗吉尼亚顺口问了一句，书房里还有没有其他关于建国历史的书，他想看看那位开国公爵还写了些什么。可惜玛丽安摇了摇头，说书房里已经没有其他的了。不过迪奥很快又补充道，如果去找叔叔的话，他那里肯定还有不少存货，而且只要是婶婶开口想要看，叔叔绝对会毫不犹豫地拿出来。看着孩子们一脸期待的样子，伊弗吉尼亚心里却有些犯嘀咕，尤克里德最近躲他都来不及，真的会这么听话吗？玛丽安赶紧反驳弟弟，说叔叔其实特别害羞，要是和婶婶单独相处，肯定会觉得尴尬，然后故意躲开。2个小家伙自以为声音很小，却不知道伊弗吉尼亚在旁边听得一清二楚，一时间有些哭笑，听得哭笑不得。迪奥突然想起了什么，提醒玛丽安别忘了之前的约定，既然自己猜对了，那就要按计划行事。玛丽安也爽快地答应了，拉着弟弟就朝伊弗吉尼亚凑了过来。2个孩子一脸兴奋地提想让婶婶陪他们一起玩捉迷藏，这突如其来的邀请让伊弗吉尼亚有些没反应过来，怎么好端端的突然要玩游戏？不过看着孩子们期待的眼神，他还是笑着答应了下来，正好也可以借这个机会放松一下心情。
公爵书房内，德拉诺正向尤克里德汇报工作。正式汇报完毕，德拉诺顺口提起2个孩子的嘱咐，让尤克里德晚饭前去接他们。尤克里德头也没抬，只说看完报告就过去。看着公爵忙碌的身影，德拉诺犹豫再三，还是忍不住凑上前八卦，询问尤克里德最近是否压力过大。这句没头没脑的发问，让尤克里德顿时愣住。德拉诺叹了口气，索性挑明，问他是否觉得夫人是个负担。眼看尤克里德就要动怒，德拉诺赶紧主动认错，承认自己之前确实有些小人之心，因为他一直担心伊芙吉尼亚心里还惦记着皇太子，所以才对他百般防备。德拉诺接着解释，他现在已经彻底看明白，伊芙吉尼亚在婚礼上的誓言绝对真心，他也一直在努力拉近2人的关系。听到这番话，尤克里德却陷入了沉默。德拉诺自责地道了歉，但还是忍不住劝说，如果心里真的有顾虑，最好找机会和夫人坦诚谈谈。尤克里德淡淡回应，说自己心里有数，可实际上他有着无法言说的苦衷，他的身体里仿佛装了一颗随时会爆炸的炸弹。从出生那一刻起，他的生命就被魔力死死限制，只要使用魔法，就会伴随无法忍受的剧痛。魔法越强，这种撕心裂肺的痛苦就越持久。他如今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多撑一段时间，直到把家族的秘密平安传给2个孩子。他觉得自己这个随时会死的人，根本没资格把自私的真相告诉无辜的伊芙吉尼亚。就在这时，不远处突然传来一阵拍手声，打断了他的思绪。尤克里德顺着声音望去，整个人瞬间愣在原地。只见伊芙吉尼亚正蒙着眼睛在走廊里摸索着寻找孩子们，原来他们正在玩捉迷藏。2个小家伙一边偷笑，一边故意引导着伊芙吉尼亚。玛丽安甚至坏笑着，一把拍在尤克里德身上。这下可好，蒙着眼的伊芙吉尼亚以为找到了目标，正一步步朝着尤克里德摸索过来。看着眼前的伊芙吉尼亚，尤克里德心中突然冒出一个荒谬的想法：如果能从沉重的家族使命中解脱，自己是不是也能像普通人一样去拥抱眼前的幸福？还没等他想明白，蒙着眼睛的伊芙吉尼亚就直直地撞进了他的怀里。这突如其来的亲密接触让尤克里德整个人瞬间僵住，但紧接着他发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按照他这破败的身体状况，只要情绪稍微有些波动，魔力反噬的剧痛就会席卷全身。可现在伊芙吉尼亚紧紧靠在他身上，他却连一丝痛苦都没有感觉到。他之前还以为是因为只用了简单魔法且及时吃药，现在看来事情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尤克里德仔细回想，发现事情非常不对劲。之前他可是同时对2个人使用了消耗极大的高级魔法，按理说就算有塔主给的药压制，药效一过，那股撕心裂肺的剧痛也该发作了。可直到现在，他的身体居然没有任何异样，这让他忍不住开始怀疑，难道是自己的身体正在慢慢好转？就在他思绪万千时，怀里的伊芙吉尼亚终于反应过来，他一把扯下眼罩，发现自己撞上的居然是尤克里德，顿时吓了一跳。他慌乱的赶紧道歉，解释说自己绝非故意，生怕又惹得他不高兴。伊芙吉尼亚尴尬的解释，说自己刚才蒙着眼睛，根本不知道他站在这里。看着眼前慌乱的妻子，尤克里德却陷入了沉思。如果自己的身体真的在好转，是不是意味着他终于有资格去面对对他的感情？可2个人就这么干站着，谁也没有先开口说话，气氛一时间尴尬到了极点。伊芙吉尼亚在心里疯狂呐喊，求他赶紧说点什么打破沉默。其实伊芙吉尼亚心里也乱成一团，他刚才远远听到脚步声就认出那是尤克里德了，毕竟是自己喜欢的人，脚步声怎么可能会听错？可他怎么也没想到，2人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居然会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这下他真是尴尬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伊芙吉尼亚这才反应过来，原来2个小家伙突然提议玩捉迷藏，根本就是故意撮合他们。看着在旁边偷笑的2个孩子，伊芙吉尼亚真是拿他们没办法，这小算盘打得也太响了。尤克里德倒是一脸温柔，轻声安慰说自己没事，接着他还关切地询问伊芙吉尼亚有没有哪里受伤。看着尤克里德那温柔的眼神，伊芙吉尼亚整个人有些不知所措，怎么感觉他今天比平时还要温柔？伊芙吉尼亚有些不好意思，主动搭话说他今天也辛苦了，而且比预想的要早结束。尤克里德则回应，这都是多亏了夫人的帮忙。道过谢后，伊芙吉尼亚顺口问起关于天气异常调查的进展，想知道有没有发现什么线索。尤克里德有些无奈，虽然他做了不少推测，但目前还没有确凿的结论，光看送来的报告根本不够。他打算近期亲自去领地视察一趟。听到这里，伊芙吉尼亚主动提出想要和他一起去，这让尤克里德有些意外。伊芙吉尼亚解释道，他想亲自去确认一下物资是否都按预算发到了居民手里，看看还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而且他还想到2个孩子最近一直闷在庄园里，正好可以带他们一起出去转转，说不定对他们也有好处。尤克里德听完有些愣住，忍不住确认道，这是要大家一起去吗？尤克里德仔细想了想，决定确实很久没带孩子们出去了，这提议听起来确实不错。伊芙吉尼亚在一旁暗自庆幸，还好自己拿孩子们当了借口，要不然以尤克里德的性格，肯定会找各种理由拒绝和他同行。还没等他多想，尤克里德却突然向他道歉，说本该由自己主动带他去视察，结果却让他先开了口，这让力求完美的他觉得很过意不去。尤克里德看着他，非常真诚地表示，虽然自己一直在重复同样的话，但他心里真的很感激他。看着尤克里德那认真的样子，伊芙吉尼亚有些恍惚，甚至怀疑他是不是看穿了自己的心思，所以才故意说这些话来安慰他。
就在这时，两个小家伙兴奋地跑了过来，嚷嚷着要去野餐。尤克里德也笑着向孩子们道歉，答应这次一定带他们好好玩。孩子们倒是非常懂事，笑着说知道叔叔平时很忙，而且现在天气也暖和了，出去玩一定会非常有意思，甚至还兴奋地商量起要带什么零食。看着孩子们高兴的样子，尤克里德和伊弗吉尼亚对视一眼，眼里满是温柔。到了晚上，尤克里德来到孩子们的房间，在睡着的迪奥额头上轻轻吻了一下，温柔的祝他做个好梦。伊弗吉尼亚在一旁静静的看着，觉得尤克里德对孩子们真的很温柔，要是以后他们也有了孩子，他一定会是个非常称职的父亲。看着尤克里德给孩子晚安吻，伊弗吉尼亚忍不住有些羡慕，要是他也能给自己一个晚安吻就好了。可还没等他把这念头收回去，尤克里德却突然转过头，一脸震惊的看着他，这反应直接把伊弗吉尼亚给整懵了。他怎么突然这副表情？看着尤克里德那有些异样的神情，伊弗吉尼亚心里咯噔一下，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难道刚才自己一时恍神，竟然把心里想的话直接说出声了？这下可真是尴尬到了极点，自己到底在想什么啊？居然当着尤克里德的面，直接把想要晚安吻的话给说了出来。公爵书房内，德拉诺正向尤克里德汇报工作。正式汇报完毕，德拉诺顺口提起两个孩子的嘱咐，让尤克里德晚饭前去接他们。尤克里德头也没抬，只说看完报告就过去。看着公爵忙碌的身影，德拉诺犹豫再三，还是忍不住凑上前八卦，询问尤克里德最近是否压力过大。这句没头没脑的发问，让尤克里德顿时愣住。德拉诺叹了口气，索性挑明，问他是否觉得夫人是个负担。眼看尤克里德就要动怒，德拉诺赶紧主动认错，承认自己之前确实有些小人之心，因为他一直担心伊弗吉尼亚心里还惦记着皇太子，所以才对他百般防备。德拉诺接着解释，他现在已经彻底看明白伊弗吉尼亚在婚礼上的誓言绝对真心，他也一直在努力拉近两人的关系。听到这番话，尤克里德却陷入了沉默。德拉诺自责地道了歉，但还是忍不住劝说，如果心里真的有顾虑，最好找机会和夫人坦诚谈谈。尤克里德淡淡回应，说自己心里有数，可实际上他有着无法言说的苦衷。他的身体里仿佛装了一颗随时会爆炸的炸弹，从出生那一刻起，他的生命就被魔力死死限制，只要使用魔法就会伴随无法忍受的剧痛，魔法越强，这种撕心裂肺的痛苦就越持久。他如今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多撑一段时间，直到把家族的秘密平安传给两个孩子。他觉得自己这个随时会死的人，根本没资格把自私的真相告诉无辜的伊弗吉尼亚。就在这时，不远处突然传来一阵拍手声，打断了他的思绪。尤克里德顺着声音望去，整个人瞬间愣在原地。只见伊弗吉尼亚正蒙着眼睛在走廊里摸索着寻找孩子们，原来他们正在玩捉迷藏。两个小家伙一边偷笑，一边故意引导着伊弗吉尼亚。玛丽安甚至坏笑着，一把拍在尤克里德身上。这下可好，蒙着眼的伊弗吉尼亚以为找到了目标，正一步步朝着尤克里德摸索过来。看着眼前的伊弗吉尼亚，尤克里德心中突然冒出一个荒谬的想法：如果能从沉重的家族使命中解脱，自己是不是也能像普通人一样去拥抱眼前的幸福？还没等他想明白，蒙着眼睛的伊弗吉尼亚就直直地撞进了他的怀里。这突如其来的亲密接触让尤克里德整个人瞬间僵住，但紧接着他发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按照他这破败的身体状况，只要情绪稍微有些波动，魔力反噬的剧痛就会席卷全身。可现在伊弗吉尼亚紧靠在他身上，他却连一丝痛苦都没有感觉到。他之前还以为是因为只用了简单魔法且及时吃药，现在看来事情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尤克里德仔细回想，发现事情非常不对劲。之前他可是同时对两个人使用了消耗极大的高级魔法，按理说就算有塔主给的药压制，药效一过，那股撕心裂肺的剧痛也该发作了。可直到现在，他的身体居然没有任何异样，这让他忍不住开始怀疑，难道是自己的身体正在慢慢好转？就在他思绪万千时，怀里的伊弗吉尼亚终于反应过来，他一把扯下眼罩，发现自己撞上的居然是尤克里德，顿时吓了一跳。他慌乱的赶紧道歉，解释说自己绝非故意，生怕又惹得他不高兴。伊弗吉尼亚尴尬的解释说自己刚才蒙着眼睛，根本不知道他站在这里。看着眼前慌乱的妻子，尤克里德却陷入了沉思。如果自己的身体真的在好转，是不是意味着他终于有资格去面对对他的感情？可两个人就这么干站着，谁也没有先开口说话，气氛一时间尴尬到了极点。伊弗吉尼亚在心里疯狂呐喊，求他赶紧说点什么打破沉默。其实伊弗吉尼亚心里也乱成一团，他刚才远远听到脚步声就认出那是尤克里德了，毕竟是自己喜欢的人，脚步声怎么可能会听错？可他怎么也没想到，两人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居然会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这下他真是尴尬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伊弗吉尼亚这才反应过来，原来两个小家伙突然提议玩捉迷藏，根本就是故意撮合他们。看着在旁边偷笑的两个孩子，伊弗吉尼亚真是拿他们没办法，这小算盘打得也太响了。尤克里德倒是一脸温柔，轻声安慰说自己没事，接着他还关切地询问伊弗吉尼亚有没有哪里受伤。看着尤克里德那温柔的眼神，伊弗吉尼亚整个人有些不知所措，怎么感觉他今天比平时还要温柔？伊弗吉尼亚有些不好意思，主动搭话说他今天也辛苦了，而且比预想的要早结束。尤克里德则回应，这都是多亏了夫人的帮忙。道过谢后，伊弗吉尼亚顺口问起关于天气异常调查的进展，想知道有没有发现什么线索。尤克里德有些无奈，虽然他做了不少推测，但目前
还没有确凿的结论，光看送来的报告根本不够。他打算近期亲自去领地视察一趟。听到这里，伊弗吉尼亚主动提出想要和他一起去，这让尤克里德有些意外。伊弗吉尼亚解释道，他想亲自去确认一下物资是否都按预算发到了居民手里，看看还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而且他还想到2个孩子最近一直闷在庄园里，正好可以带他们一起出去转转，说不定对他们也有好处。尤克里德听完有些愣住，忍不住确认道，这是要大家一起去吗？尤克里德仔细想了想，觉得确实很久没带孩子们出去了，这提议听起来确实不错。伊弗吉尼亚在一旁暗自庆幸，还好自己拿孩子们当了借口，要不然以尤克里德的性格，肯定会找各种理由拒绝和他同行。还没等他多想，尤克里德却突然向他道歉，说本该由自己主动带他去视察，结果却让他先开了口，这让力求完美的他觉得很过意不去。尤克里德看着他，非常真诚地表示，虽然自己一直在重复同样的话，但他心里真的很感激他。看着尤克里德那认真的样子，伊弗吉尼亚有些恍惚，甚至怀疑他是不是看穿了自己的心思，所以才故意说这些话来安慰他。就在这时，2个小家伙兴奋地跑了过来，嚷嚷着要去野餐。尤克里德也笑着向孩子们道歉，答应这次一定带他们好好玩。孩子们倒是非常懂事，笑着说知道叔叔平时很忙，而且现在天气也暖和了，出去玩一定会非常有意思，甚至还兴奋地商量起要带什么零食。看着孩子们高兴的样子，尤克里德和伊弗吉尼亚对视一眼，眼里满是温柔。到了晚上，尤克里德来到孩子们的房间，在睡着的迪奥额头上轻轻吻了一下，温柔的祝他做个好梦。伊弗吉尼亚在一旁静静的看着，觉得尤克里德对孩子们真的很温柔，要是以后他们也有了孩子，他一定会是个非常称职的父亲。看着尤克里德给孩子晚安吻，伊弗吉尼亚忍不住有些羡慕，要是他也能给自己一个晚安吻就好了。可还没等他把这念头收回去，尤克里德却突然转过头，一脸震惊的看着他，这反应直接把伊弗吉尼亚给整懵了。他怎么突然这副表情？看着尤克里德那有些异样的神情，伊弗吉尼亚心里咯噔一下，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难道刚才自己一时恍神，竟然把心里想的话直接说出声了？这下可真是尴尬到了极点，自己到底在想什么啊？居然当着尤克里德的面，直接把想要晚安吻的话给说了出来。伊弗吉尼亚觉得自己真是疯了，就算之前被拒绝有些委屈，也不该在清醒时说出这种胡话。他整个人不知所措，脑子里飞快地转着，待会儿尤克里德要是开口质问自己到底该怎么糊弄过去。然而尤克里德只是平静地看着他，说夫人看起来有些累了，接着便提议先回去休息。看着尤克里德转身离开的背影，伊弗吉尼亚有些摸不着头脑，他这反应难道是故意装作没听到吗？伊弗吉尼亚突然觉得，虽然刚才说漏嘴是个失误，但也许这并不是一件坏事，说不定能借机试探他的态度。他停下准备离开的脚步，顺着尤克里德给的台阶，承认自己确实是有些累了。接着他看着尤克里德，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他，既然自己现在就要回去睡觉，那他是不是该给自己一个晚安吻？伊弗吉尼亚刚回到房间，女仆安妮就慌忙迎了上来，看到夫人那复杂的脸色，安妮吓得话都说不利索了，赶紧询问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伊弗吉尼亚冷着脸说没事，可实际上他心里早就乱成一团，虽然刚才冲动之下要了晚安吻，但直接把话挑明了也挺好。当时尤克里德虽然笑着打趣，说他比想象中还要爱开玩笑，但伊弗吉尼亚却看得清清楚楚，他当时的表情简直像要哭出来一样，这让他更加确信尤克里德心里藏着不能说的秘密，尤其是他最后说的那句话，如果他的心里要装下一个人，那个人只会是他。既然心意已经暴露，伊弗吉尼亚决定不再退缩，从现在开始他要全力以赴。晚上和安妮一起散步时，看着天空中明亮的月光，伊弗吉尼亚突然想起来，今天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也就是传说中女神实现祈祷的日子，这让他联想到了原著里的情。在这一天，梅丽莎会向德米安表白，结果不仅被拒绝，回去的路上还会遭遇歹徒袭击，最后被理查德救下。但理查德现在在卢迪温公爵领地，那原著里梅丽莎遇到危险时，还有谁能去救她？剧情显然要出大乱子了。画面一转，来到庄严的大圣堂里，德米安正独自跪在神像前祈祷。这时，安东尼奥斯季吉匆匆找了过来。德米安顺口问了一句：“今天是不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安东尼奥叹了口气，说：“看这时间，还有这么多信徒祈祷就知道了。”话音刚落，又一个神职人员慌慌张张跑了进来。德米安找到今天值班的祭司，想要确认一件事情。他开口询问今天有没有人来过祈祷室，因为他明明是按时过来的，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可值班祭司却非常肯定地回答，今天根本没有任何人来过。听到这个回答，德米安再次追问对方是否确定。祭司解释说自己虽然离开过，但入口的记录上确实没有登记。一旁的安东尼奥斯基也觉得奇怪，忍不住开口询问德米安今天来这里是不是要见什么人。毕竟这个祈祷室早就荒废了，原本大家都建议直接关闭，可德米安却一直坚持要把它留着。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了，但德米安对小时候的事情依然记忆犹新。他出生在随时会倒塌的破烂木板房里，周围全是垃圾和难闻的恶臭。就在他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一个穿着黑袍的女人突然出现，她遮着脸给孩子们分发食物，成了大家唯一的救星。后来德米安被检测出拥有强大神力，因此被带进了神殿，命运也从此发生了改变。但他心里一直没有忘记那份恩情，他之所以坚持留着那个旧祈祷室，就是希望能有机会好好报答那个改变他一生的女人。
当年小德米安天真的表示，只要自己能帮上忙，一定会全力以赴。可他怎么也没想到，那居然是他们之间唯一一次真正的对话。一晃几年过去了，德米安已经长成了大人的模样，但他心里始终没有放弃寻找那个恩人。就在今天，他在神殿的走廊突然瞥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件标志性的黑袍，还有上面独特的金色花纹，和当年一模一样。这绝对就是他找了多年的那个人。德米安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快步追了上去。其实，在那次对话之后，那个人每个月的最后一天都会准时来到祈祷室，可德米安却始终没有勇气走进去，只能站在门外听着里面传来的隐约哭声。他当时唯一能做的就是默默向女神祈祷，希望神明能实现那个人的愿望，让他别再这么痛苦，也别再来到这个伤心的了。旁人的几声呼唤，瞬间把德米安拉回了现实。他猛地回过神来，脑子里却在飞快地盘算着，那个人最后一次出现到底是什么时候？是今天还是更早之前？德米安神色凝重，因为他突然意识到，有一件至关重要的线索必须立刻说出来，关于前世的事情。安东尼奥提到往年这个时候，德米安都会亲自去主持志愿活动，现在大家都在催着问今年的行程。看着德米安有些心不在焉，安东尼奥有些担心，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德米安赶紧摇了摇头，说自己没事。可实际上，德米安的心思早就飞走了，他的脑海里全都是梅丽莎的身影。他终于到了，梅丽莎终于鼓起勇气向德米安表白自己的心意，可德米安的态度却冷若冰霜，甚至觉得这番表白是对他的侮辱。梅丽莎慌忙解释自己并无恶意，德米安却冷冷地直接下了逐客令。他自己也想不通，明明平时拒绝别人都很温和，为什么偏偏对梅丽莎如此刻薄？在前世的记忆里，德米安一直很欣赏梅丽莎的善良，真心希望她能一辈子平平安安。当得知梅丽莎被公爵家认回，正式成为贵族大小姐时，德米安打心底里替她高兴。可他怎么也想不通，梅丽莎对自己那份深沉的感情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不过眼下还有更要紧的事，他必须尽快找到当年的恩人，提醒他去安全的地方躲起来。可他连对方的真实身份都不知道，这消息又该怎么送出去？德米安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难道那个一直暗中帮助他的神秘女人，竟然会是他？画面一转，伊芙吉尼亚正与德米安对面而坐，他一开口就抛出了重磅炸弹，声称先皇的私生子就在自己手里，是他从地下奴隶市场买下来的。德米安整个人都听傻了，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伊芙吉尼亚却显得非常淡定，直截了当地表示，德米安只需要配合他的计划就行，反正他同样看现在的皇室不顺眼。德米安觉得这简直是疯了，刚想用公爵夫人的身份来劝阻，却被伊芙吉尼亚冷冷地打断，警告他以后别再用这个称呼叫他。伊芙吉尼亚冷冷地纠正德米安，声明自己已经离婚，以后别再叫他公爵夫人。接着他直接甩出了底牌，警告德米安最好乖乖听话，如果他还想保护那个经常去救祈祷室的女人。这句话让德米安彻底慌了。为了弄清真相，德米安立刻向手下打听瓦西里安小姐是什么时候来帝都的，可手下的回答却让他当场愣住。手下说梅丽莎小姐一直都在帝都。德米安见状赶紧解释，说自己刚才指的其实是伊芙吉尼亚，要是这位公爵夫人还在帝都，凭北方的各种变故早就闹得沸沸扬扬。德米安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前世的北方可没有发生过这些变故，既然对方还没到达领地，他当即决定亲自去北方主持志愿活动。几天后，在卢迪温公爵领地，伊芙吉尼亚总算松了一口气。之前理查德远在北方，他一直担心梅丽莎会出事，好在随行卫兵足够靠谱，这才保得梅丽莎平安无事。可还没等他彻底安心，德米安竟然在这个节骨眼上来了。德米安主动申请去北方神殿主持这次的志愿活动，这消息让伊芙吉尼亚措手不及。要知道现在外界都在传言皇帝根本瞧不上北方，德米安在这个节骨眼上过去，在外人看来简直是公开和皇帝叫板。更要命的是，这和原著的剧情完全对不上。原著里，德米安明明是在帝都附近活动，梅丽莎也是在那时候向他表白的。不过伊芙吉尼亚也懒得再纠结，毕竟今天可是他盼了很久的野餐日。随着安妮进来汇报，准备就绪，他立刻把这些烦心事抛到了脑后。看着眼前整装待发的骑士们，伊芙吉尼亚觉得他们越来越有正规军的样了。尤其是理查德，整个人看起来阳光开朗了不少。在原著里，理查德是个阴郁偏执的狠角色，现在能有这么大的反差，大概是因为这一世他的眼睛保住了。就在这时，随行的迪奥突然冲着理查德大喊了一声：“漂亮大哥哥！”这一下直接把理查德给整不会了。理查德赶紧上前扶住迪奥，红着脸请求对方别再这么叫了。结果迪奥理直气壮地反问：“长得好看为什么不能这么叫？”直接把理查德问得哑口无言。理查德实在受不了这个称呼，让迪奥直接叫自己的名字。结果迪奥直接把两个称呼合二为一，喊他漂亮的理查德大哥哥。看着这两人亲近的样子，伊芙吉尼亚有些纳闷他们是怎么熟起来的。一问才知道理查德在训练场指点过他，这两人居然意外的合得来。迪奥还兴奋地炫耀说理查德大哥哥剑术超群，以后还要教自己练剑。格雷塞尔也赶紧站出来证明理查德的实力已经得到了骑士团的认可，绝对有资格当老师。伊芙吉尼亚听完也笑着表示赞同。理查德对这个称呼还是有点不好意思。伊芙吉尼亚道是乐得看戏，打趣说现在像兄弟一样相处也挺好。看到这两人关系这么融洽，伊芙吉尼亚顺势提议，干脆以后就让理查德来专门保护小少爷和小小姐。理查德刚想谦虚一下，结果迪奥一听当场委屈坏了，哭着埋怨大哥哥怎么能反悔。
伊弗吉尼亚笑得更开心了，直言理查德这下彻底推不掉了。就在大家闹成一团的时候，伊弗吉尼亚突然察觉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一回头果然是尤克里德走了过来。迪奥伊看到尤克里德，立刻兴奋地喊着叔叔迎了上去。尤克里德一边走近，一边好奇地问大家刚才在聊什么。迪奥迫不及待地介绍理查德，还说想让理查德当自己的护卫。伊弗吉尼亚也在旁边帮腔，觉得给孩子们找个护卫确实不错。可谁能想到尤克里德听完之后，只是冷淡地回了一句他知道了，脸上一点高兴的样都没有。看着尤克里德这副冷冰冰的表情，伊弗吉尼亚心里直犯嘀咕，他这到底是怎么了？难道是自己刚才的提议惹他不高兴了吗？理查德看出尤克里德的顾虑，主动开口表示，如果公爵大人觉得不妥，大可不必勉强同意他当护卫。尤克里德沉默了片刻，却突然笑了起来，表示自己并没有不满意。理查德显然没想到会是这个回答，一旁的迪奥高兴坏了，兴奋地欢呼起来，确认漂亮哥哥是不是以后要保护他和姐姐。理查德看着两个孩子，认真地蹲下身子行，承诺以后一定会拼尽全力保护他们。理查德实在受不了那个称呼，无奈的让迪奥把漂亮两个字去掉，直接叫哥哥就行。解决完孩子这边，尤克里德有些局促地走上前，主动向伊弗吉尼亚搭话。原来他今天特意穿上了伊弗吉尼亚送他的新衣服，特意过来道谢，说这衣服非常适合北方的换季天气。伊弗吉尼亚看着眼前的尤克里德，心里简直乐开了花。当初他借着天气变暖的借口，吩咐女仆安妮去准备一堆新衣服，其实私底下藏着自己的小算盘。看着两人身上色系搭配的衣服，伊弗吉尼亚在心里兴奋地欢呼，他想和最喜欢的人穿情侣装的愿望今天终于实现了。伊弗吉尼亚看着身穿新衣的尤克里德，由衷地夸赞这身衣服非常适合他。尤克里德有些不好意思，担心伊弗吉尼亚只顾着给他们买衣服，却忽略了他自己。伊弗吉尼亚笑着解释自己也买了很多，让他不用担心。看着尤克里德体贴的模样，伊弗吉尼亚心里甜滋滋的。眼看时间差不多了，伊弗吉尼亚提议大家准备出发。门外停着一辆华丽的魔力马车，孩子们兴奋地围了上去。伊弗吉尼亚安排孩子们和女仆安妮坐同一辆马车，还贴心地为他们准备了零食。就在大家准备上车时，伊弗吉尼亚突然伸手拉住了尤克里德，主动挽起他的手臂，笑着表示他们两个要坐前面那一辆。马车缓缓启动，车厢里一时间有些安静。尤克里德体贴地提醒伊弗吉尼亚说，这个座位是背对方向的，担心他坐着会晕车。结果伊弗吉尼亚故意逗他，先是说自己喜欢背着坐，接着又说自己确实会晕车。这前后矛盾的话，直接把尤克里德给整不会了。看到尤克里德手足无措的样子，伊弗吉尼亚这才笑着解释自己只是在开玩笑，这样做完全没问题。气氛稍微缓和下来后，尤克里德的表情突然变得认真起来，他主动开口表示有一件事想要问个清楚。得到许可后，尤克里德直接抛出了心里的疑问。他注意到伊弗吉尼亚似乎对理查德格外信任。尤克里德解释说，理查德来公爵岭的时间并不长，但伊弗吉尼亚对他的信任似乎有些超乎寻常。不过话刚说出口，他又主动把话头止住了。其实伊弗吉尼亚心里很清楚，理查德是为了向皇帝复仇而活的，但这一世剧情已经变了。他相信理查德能在这里找到归属感，真心守护孩子们。为了不让尤克里德多心，伊弗吉尼亚解释说自己只是单纯看中理查德的实力，而且也是因为迪奥黏着他，才推荐他当护卫的。尤克里德听完这个解释，神色稍微缓和了一些，笑着表示是自己多虑了。看着尤克里德的反应，伊弗吉尼亚微微一笑，主动开口叫了他一声。伊弗吉尼亚主动提起之前尤克里德说感谢送衣服的事，接着话锋一转，笑着问他是不是打算只用嘴说说。尤克里德顿时有些慌张，连忙问他是不是有什么想要的。结果伊弗吉尼亚只是笑了笑，说自己昨晚因为兴奋没睡好，现在想借他的肩膀靠着睡一会儿。看着尤克里德紧张的样子，伊弗吉尼亚还打趣让他放心，自己又不会吃了他。尤克里德有些无奈地叫了他一声，结果伊弗吉尼亚直接威胁说，如果他再说话就要给他唱摇篮曲了。这下尤克里德只能乖乖闭嘴。伊弗吉尼亚就这么靠在尤克里德肩上，安稳地睡了过去，而尤克里德也只能乖乖当起靠垫。没过多久，马车终于抵达了北方领地的郊区。当地的领民一看到公爵夫妇亲自前来，激动得连连道谢。领民高兴地汇报着最近的情况，不仅没有虫灾和野兽，大家身体都很健康。最重要的是，伊弗吉尼亚之前送来的种子已经发芽了。看着领民们脸上洋溢的笑容，伊弗吉尼亚心里也踏实了不少。领民忍不住感慨，要不是有公爵夫妇的救济，大家早就撑不下去了。这里也终于摆脱了被诅咒土地的恶名。看着领民感动得直抹眼泪，尤克里德心里也有些触动。他主动提出，既然不知道北方还会变暖多少，那就多留下一批御寒的衣物。其实这片被称为被诅咒的土地，一直流传着一个古老的传说，传闻卢迪翁家族的始祖击杀了金龙，并将他的尸骸埋在了北方，才导致这里变成了冰封荒原。在世人眼里，那条金龙一直被视作邪恶的象征，但实际上真正的建国神话真相，只有卢迪翁家族的历代继承人才知道。马车在路上摇摇晃晃地走着，伊弗吉尼亚看着窗外，心里却一直在犯嘀咕。他本想问问尤克里德关于那本故事书的事，但最后还是忍住了。
他忍不住怀疑北方这反常的变暖是不是也和那条传说中的金龙有关。不过转念一想，如果北方注定会变暖，那就算没有他，尤克里德应该也能过得很好。毕竟有了气候变暖带来的繁荣，他不仅能还清债务，还能解决侄子们的问题，甚至在和他离婚之后，他还能遇到更好的人，重新组建家庭。想到这里，伊芙吉尼亚心里莫名有些不是滋味。如果一切真的按照这个轨迹发展，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尤克里德突然转过头，轻声唤了他一句。伊芙吉尼亚轻声向他道歉，说他脸上沾了东西。看着眼前的男人，伊芙吉尼亚心里一阵酸涩。如果真的到了离婚的那一天，自己的心大概会痛得受不了吧。尤克里德看着他，有些担忧地问：“夫人为什么看起来这么难过？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让他感到失望了？”伊芙吉尼亚这才回过神来，连忙微笑着否认，解释说他从来没有让自己失望过。尤克里德听完只是沉默地看着他，接着他慢慢凑近，指尖轻轻碰了碰他的唇角。马车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有些微妙，气氛已经烘托到了顶点。尤克里德忍不住慢慢凑近，眼看两人的距离越来越近，车门却在关键时刻被突然敲响。外面的格雷塞尔扯着嗓子大喊，催促他们怎么到了还不下车。车里的两人吓得赶紧拉开距离。伊芙吉尼亚忍不住低声吐槽，他真是个木头，人家新婚夫妇在车里多待一会儿，这有什么好催的？尤克里德只能尴尬的先走下马车。紧接着出来的伊芙吉尼亚脸色已经黑得像要下雨了，那眼神恨不得把人给生吞了，吓得格雷塞尔话都说不利索，完全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伊芙吉尼亚有些烦躁地扶着额头，让他先走开。没想到尤克里德却慌了神，伊芙吉尼亚连声道歉说这不全是他的错。尤克里德一溜烟跑开了，留下伊芙吉尼亚在原地干焦急。就在这时，后面那辆马车突然传来一阵嘈杂声，伊芙吉尼亚有些担心，是不是孩子们出了什么事？两人赶紧过去查看情况。德拉诺有些无奈地解释，说是玛丽安一直嚷嚷着在马车里闻到了奇怪的味道。玛丽安一看到伊芙吉尼亚，就急忙跑过来求证，问他是不是也闻到了。可伊芙吉尼亚和德拉诺仔细闻了闻，却什么异样都没发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玛丽安语出惊人，说这马车里闻起来像钱的味道。旁边的弟弟迪奥也跟着作证，说姐姐对钱的味道特别敏感，连她藏的私房钱都能被找出来。伊芙吉尼亚听完忍不住笑出声，问玛丽安是不是在找钱。玛丽安有些沮丧地承认了，说自己明明闻到了，但怎么找也找不到。尤克里德在一旁分析，这辆马车施加了许多魔法，说不定有隐藏的储物空间，比如座位底下。被他这么一提醒，伊芙吉尼亚也想起来，来的时候确实觉得座位坐着不太舒服。理查德决定亲自去检查一下，这座位底下到底藏了什么秘密。他钻进马车里，开始检查座位底下，结果这一看，他整个人都愣住了，座位底下居然藏着满满一箱金币。玛丽安也凑了过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无数的金币突然像喷泉一样从马车里疯狂地喷涌出来。理查德赶紧抱起玛丽安往外躲，看着这满地的财富，伊芙吉尼亚忍不住转头问尤克里德，咱们能不能假装没看见，直接把这笔钱给分了？尤克里德倒是一点不客气，理直气壮地表示，这马车可是他们公平交换来的，拿走金币理所当然。粗略算下来，这笔钱都快赶上塔主1个月的收入了。看着这满满一箱金币，伊芙吉尼亚有些心虚，觉得不告诉塔主良心有点过不去。尤克里德见状便主动提议，既然这里的事情都处理完了，不如大家先回去。伊芙吉尼亚虽然答应了，但看着尤克里德，他心里其实还有很多话想对他说。不过难得的野餐时光就在眼前，那些烦心事还是先放一放吧。快乐的野餐时光总是短暂的，转眼就到了要回去的时候。孩子们依依不舍，拉着大人的手，约定下次还要再来，甚至连下次去湖边钓鱼的计划都想好了。尤克里德笑着和孩子们拉钩，做出了承诺。接着他把孩子们托付给德拉诺，让他安全送回城堡，而他和伊芙吉尼亚则坐上了另一辆马车，准备前往视察。路上马车有些颠簸，尤克里德体贴地询问伊芙吉尼亚累不累，还叮嘱他要是不舒服就立刻说出来。伊芙吉尼亚笑着表示自己没事，其实他心里很清楚，自己这次非要跟着来视察，其实是有私心的。至于这个私心到底是什么，那就是有报告称在山脉里发现了巨龙的尸体。虽然在原著里这只是一笔带过，但他可不想错过真龙的线索。看着身旁有些局促的尤克里德，伊芙吉尼亚决定先把之前的误会解释清楚。他主动提起在休息站的事，解释说自己当时抱怨的其实是那位骑士团长，而不是讨厌尤克里德。尤克里德听完愣了一下，这才承认自己之前确实误会了。看着尤克里德终于松了口气，还露出了温柔的笑容，伊芙吉尼亚整个人都被治愈了。他忍不住在心里吐槽原著里把尤克里德描写的像个监禁狂，可现在看来，他明明只是想好好保护对方啊。解开了误会之后，伊芙吉尼亚又想起了那箱金币，他有些心虚地问尤克里德，真的不用把钱还给塔主吗？要是塔主因为这事突然找麻烦，那可就糟糕了。尤克里德听完忍不住笑了，安慰他说塔主可没那么小气，更不会因为这点钱就来找麻烦。接着尤克里德透露了一个重要消息，他其实一直想联系塔主，但对方似乎已经离开帝国了。听到塔主已经离开的消息，伊芙吉尼亚当即做出了决定，既然这笔钱暂时还不回去，那不如就用它来修路，顺便把领地的城市也发展起来。听到伊芙吉尼亚的宏伟计划，尤克里德感到十分意外。他坦言自己原本的打算是想等把债务还清了再考虑这些，
但这个计划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一旦把落后的北方彻底改造，重新规划道路和产业，甚至有可能摆脱帝国的控制，实现真正的独立。尤克里德虽然被说服了，但他还是希望能再考虑一下。伊弗吉尼亚自然没有意见，毕竟北方的最终决定权一直都在尤克里德手里。这路上的颠簸程度显然超出了伊弗吉尼亚的承受极限，没一会儿他就有些晕车了。尤克里德见状十分心疼，主动让他靠在自己肩膀上休息。马车在雪地里一路摇晃，等伊弗吉尼亚再次睁开眼，马车已经缓缓停了下来。原来他们已经到达了目的地，外面的天气十分寒冷。尤克里德细心地帮他整理好大衣，生怕他一下车就会受凉。看着眼前这个温柔体贴的男人，伊弗吉尼亚心里别提有多甜了。马车停在阿尼塔山的高处，伊弗吉尼亚刚一下车，就因为海拔太高开始觉得呼吸困难。尤克里德见状十分担心，甚至提议直接回去，但为了能找到巨龙的线索，伊弗吉尼亚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不过接下来的路马车没法走，只能靠骑马上去。这下可把伊弗吉尼亚难住了，因为他根本就不会骑马。格雷塞尔把马牵了过来，尤克里德安慰他说，这山路不好走，就算会骑马的人也容易摔着，所以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两个人共骑一匹。听到这个提议，伊弗吉尼亚心里简直乐开了花，这不就是妥妥的白马王子吗？能和心上人同骑一匹马，他当然是100个愿意。为了安全起见，尤克里德让他面对着自己坐，虽然这个姿势有点别扭，但伊弗吉尼亚根本不在乎，甚至恨不得这条路永远没有终点。毕竟能这么近距离看着对方，这趟山路就算再颠簸，对他来说也是稳赚不赔了。平时看惯了尤克里德伏案工作的样子，现在看他骑马走在山路上，伊弗吉尼亚心里别提多高兴了，甚至暗自庆幸自己坚持跟了过来。不知不觉中，两人已经来到了边境要塞。守卫们显然没料到他们会来得这么快，一时间有些手忙脚乱地跑来迎接。尤克里德倒是不怎么在意这些繁文缛节，简单交代了几句，就直接把伊弗吉尼亚抱下了马。这突如其来的亲密接触，让伊弗吉尼亚整个人都有些发懵。虽然已经到了地方，但伊弗吉尼亚心里其实还有点舍不得，甚至希望这段路能再长一点。尤克里德一到地方就进入了工作状态，听着守卫汇报最近的天气变化，他立刻警惕起来，叮嘱大家要加强戒备，防止有人越境。看着尤克里德认真交代的侧脸，伊弗吉尼亚这才意识到，他平时确实没少往这荒凉的边境跑，而在这片风雪交加的深山里，正藏着他一直想寻找的巨龙线索。见尤克里德还在和守卫商量物资的事情，伊弗吉尼亚不想打扰他工作，便打算自己先到下面去转转。结果刚走下台阶，他就看到几个守卫正瘫在地上，一个个累得连话都快说不出来了。看来这趟陡峭的山路确实把他们折腾得够呛。尤克里德很快就忙完了手头的事，他有些抱歉地走过来，觉得大老远跑来一趟，结果这么快就要带他回去，实在有点过意不去。伊弗吉尼亚倒是不怎么介意，毕竟是他自己非要跟来的。尤克里德见状，遍体贴地提议回去的路上让他靠着自己。就在两人准备动身回去的时候，伊弗吉尼亚突然察觉到了不对劲，他指着远处的山谷，让尤克里德往那边看。谁能想到，在这冰天雪地的深山里，居然有一处地方正散发着金色的光芒。走近一看，那里面竟然是一片绿意盎然的草地。守卫觉得不可思议，毕竟巡逻队每天都在这附近搜查，之前却从来没有人汇报过这个情况。尤克里德立刻意识到，这地方很可能是他们刚到之后才变样的。考虑到这里是和邻国接壤的敏感地带，一旦气候发生巨变，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必须立刻回城堡商量对策。就在大家准备动身往回走的时候，脚下的地面突然传来一阵异响，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伊弗吉尼亚脚下一空，整个人直接朝后面栽了下去。这一摔根本毫无防备，伊弗吉尼亚整个人直直地坠入深渊，耳边只剩下同伴的惊呼。等伊弗吉尼亚再次睁开双眼，发现自己已经躺在深渊底部，他脑子里一片混乱，不敢相信刚刚发生的一切。他努力回忆着先前的画面，自己确实在尤克里德面前失足坠落，这意外来得实在太突然，让他根本来不及做任何防备。他试着活动了一下身体，幸好自己还活着，如果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掉，他的宏伟计划可就彻底泡汤了。眼下最要紧的是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就在伊弗吉尼亚迷迷糊糊的时候，耳边突然传来熟悉的呼喊声。他睁眼一看，尤克里德居然真的守在身边，劫后余生的委屈瞬间涌上心头，他直接扑进对方怀里大哭起来。在这冰天雪地的深渊底下，他刚才真的以为自己要死在这里了。尤克里德只能轻声安慰着他。等情绪稍微稳定下来，伊弗吉尼亚突然反应过来不对劲，这里可是万丈深渊，尤克里德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得知对方是为了找他才跳下来的，伊弗吉尼亚顿时又急又气，这个男人怎么能如此鲁莽，居然连命都不要了，直接跟着跳下来。尤克里德看着他温柔的解释，如果眼睁睁看着他坠入深渊，自己却躲在安全的地方苟活，那他这辈子都会活在痛苦里。这话让伊弗吉尼亚的心跳漏了一拍，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平时冷冰冰的男人说起情话来居然这么致命。原本他只想在这个世界安稳度日，甚至还想着有朝一日能回去，可看着眼前的尤克里德，他突然觉得留下来也挺好。伊弗吉尼亚轻声向他道谢，谢谢他没有丢下自己一个人。尤克里德笑了笑，让他不用担心，原来他跳下来之前就已经做好准备，不仅给管家发了信号，外面的骑士也随时准备接应。虽然现在的处境依然危险，但伊弗吉尼亚心里却在盘算，等这次平安回去之后，一定要找机会和尤克里
得好好谈谈。看着眼前这个为了救自己不顾一切跳下深渊的男人，伊弗吉尼亚只觉得心里暖洋洋的，不知不觉靠在他怀里睡了过去。在半梦半醒之间，他感觉有人在温柔地抚摸他的脸，甚至还留下了一个深情的吻。等伊弗吉尼亚再次睁开眼，发现自己正躺在尤克里德怀里，他有些尴尬地咳嗽了一声，连忙询问自己睡了多久，又有些不好意思地问自己刚才睡觉时有没有打呼噜。尤克里德连忙温柔地安慰他，说他睡得很香，不用担心。接着有些尴尬地转移话题，说救援队应该很快就到了。看他这副有些害羞的反应，伊弗吉尼亚心里顿时有了数，看来自己刚才绝对是打呼噜了。就在两人有些尴尬的时候，不远处的黑暗中突然闪过了一道微弱的蓝光，伊弗吉尼亚立刻警惕起来，指着那个方向让尤克里德看。尤克里德还没来得及阻止，伊弗吉尼亚就已经走了过去。等他走近一看，发现石壁上居然有一道正散发着蓝色光芒的裂缝。他有些兴奋地回头，想叫尤克里德过来一起看看。可当他转过头去，却发现尤克里德的反应很奇怪，他的状态看起来非常不对劲。伊弗吉尼亚伸手一摸，发现尤克里德的额头烫得厉害，而且他的手臂上居然还有伤口。尤克里德勉强睁开眼，说自己没事，可话还没说完，就晕倒在他怀里。这下伊弗吉尼亚彻底慌了，拼命呼喊着他的名字。其实尤克里德从小身体就不好，经常无缘无故的吐血，甚至连枕头都会被血水浸湿。可医生们根本查不出病因，直到有一天，一位神秘的塔主突然找上门，送来了一瓶特制的药水。塔主告诉他，这药虽然治不好他体内暴走的魔力，但至少能帮他减轻痛苦。这药虽然能救命，但高昂的费用对于没有继承权的尤克里德说，实在是个沉重的负担。看着家人为自己四处逼迫，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根本不该活在这个世界上。好在哥哥及时拉了他一把，告诉他大家从来没把他当成累赘，反而需要他好好活下去。家人的支持成了他撑下去的动力。为了不让大家担心，他开始拼命隐藏自己的病情。每次面对父亲的关切，他都微笑着说自己已经好多了，甚至保证自己绝对没有碰过魔法。可一转过头，他就只能躲在没人的房间里，独自忍受着吐血的痛苦。虽然这个过程无比煎熬，但只要能瞒过伊弗吉尼亚，不让他为自己担心，尤克里德觉得这一切都值了。他之所以拼命隐瞒，只是不想让自己在乎的人因为他而受到任何伤害。等到了第二天早上，救援队终于把他们接回了城堡，可尤克里德的情况却越来越糟糕，整个人烧得厉害。伊弗吉尼亚急得不行，直接质问旁边的医生到底有没有开对药。医生赶紧保证说最多1个小时烧就能退下去。伊弗吉尼有些自责地向他道歉，觉得都是因为自己太固执，非要跟着一起去，才拖累了大家。尤克里德却觉得很庆幸，只要他能平安无事，自己受点伤根本不算什么，而且一睁开眼就能看到他，对他来说已经是最大的安慰了。见他醒了过来，伊弗吉尼亚赶紧凑上前去问情况。尤克里德还想强撑着说自己没事，只要休息一下就好了。可伊弗吉尼亚根本不信，毕竟他不仅手臂骨折了，身上还烧得厉害，这怎么可能没事？尤克里德看着他难过的样子，轻声劝他不要哭，因为看到他伤心，他心里只会更难受。伊弗吉尼亚整个人都愣在原地，他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这听起来简直就像是深情的表白。虽然尤克里德让他不要自责，但他心里依然充满了愧疚。格雷塞尔也红着眼眶道歉，怪自己没能更快一步救下他们。当时情况万分紧急，尤克里德发现危险的瞬间，就毫不犹豫抱着他跳了下去。不过这次也算因祸得福，他们在悬崖下发现的发光矿石，竟然是极其罕见的魔力石，这在外面绝对是有市无价的宝物。可看着那块发光的石头，伊弗吉尼亚心里却只有担忧，要是尤克里德真的出了什么事，找到再多的宝藏又有什么意义？尤克里德依然陷入重度昏迷，伤势看起来非常不乐观。门外突然传来轻微的敲门声，女仆安妮端着水走了进来。安妮劝伊弗吉尼亚赶紧去休息，毕竟她已经不眠不休撑了一整天。但伊弗吉尼亚根本顾不上自己，执意要留下来亲自看守。安妮见劝不动他，只好转身去泡热茶帮他提神。看着病床上毫无生气的尤克里德，伊弗吉尼亚轻声地安慰着他，说大祭司很快就会抵达北方，到时候一定会彻底治好他的伤。虽然他心里极度讨厌大祭斯德米安，但为了救活尤克里德，他只能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对方身上。深夜过去，尤克里德终于睁开双眼，他摸了摸额头发现高烧已经退去，一转头就看到伊弗吉尼亚趴在床边，显然他在这里不吃不喝守了整晚，直到精疲力竭才勉强睡了过去。看着他疲惫的睡颜，尤克里德忍不住温柔地伸出手，想要轻轻抚摸他的脸颊。尤克里德看着他呆萌的模样，笑出了声。管家神色慌张地推门走了进来，尤克里德示意刚进来的医生和管家小声点，生怕打扰到刚睡着的伊弗吉尼亚。管家在一旁看着两人默契的互动，心里忍不住感叹这绝对是真爱。这细微的动作惊醒了伊弗吉尼亚，他急忙伸手去试他的体温，确认退烧后，又焦急地询问伤势。尤克里德只是微笑着说自己没事，但伊弗吉尼亚根本不相信他的话。这个男人平时最擅长咬牙硬撑，看来以后必须时刻盯着他才行。医生此时走上前轻声劝阻，说接下来的治疗交给他们就好，公爵目前已经成功退烧，只要好好静养，骨折就能慢慢痊愈，劝伊弗吉尼亚先回房间休息。
可看着虚弱的尤克里德，伊芙吉尼亚心里还是充满了担忧。医生和管家在一旁连声劝说，尤克里德也温柔地催他去休息。伊芙吉尼亚这才妥协，答应离开。临走前，他反复叮嘱尤克里德必须按时吃药，推掉所有公事。尤克里德都微笑着一一答应。几个小时后，伊芙吉尼亚再次回来，刚好碰见玛丽安和迪奥跑进房间，理查德也神色担忧地跟在后面。孩子们围在病床前哭红了眼，心疼地询问叔叔伤口痛不痛。尤克里德温柔地抚摸着他们的头，笑着安慰说自己一点都不疼。孩子们依然不放心他的手臂，尤克里德温柔地将他们抱在怀里，耐心地安抚着他们的情。德拉诺也赶紧走过来哄孩子们，兴奋地宣布领地发现魔石矿山的消息，这绝对是一笔无法估量的巨额财富。站在门外的伊芙吉尼亚听闻，也由衷地为公爵领地感到高兴。看着屋里温馨的画面，他准备悄悄离开，一转身却发现理查德正站在身后。伊芙吉尼亚疑惑地询问他是否有事，理查德满脸愧疚地向他道歉，自责当时没能陪在他的身边保护他。伊芙吉尼亚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直言就算他当时在场也改变不了什么，况且理查德并不是他的贴身护卫，根本不需要为这件事情道歉。理查德沉默片刻，低声询问公爵对他来说是不是真的很重要。伊芙吉尼亚没有任何犹豫地回答，尤克里德比这世上的任何人都重要。理查德只能勉强挤出一丝苦笑，有公爵这样的人在您身边，真让人松了口气。就在这时，女仆安妮急匆匆跑来，气喘吁吁地带回了一个惊天消息：前线战争大获全胜，皇太子马上就要班师回朝了。安妮接着汇报说，大祭司德米安也作为医疗志愿者来到了北方。伊芙吉尼亚心中猛地一惊，没想到德米安居然来得这么快。为了尽快治好尤克里德的伤势，他转身就准备前往神殿寻人。安妮却赶紧伸手拦住了他，解释说根本不需要跑这一趟，因为大祭司德米安此刻已经主动来到了公爵的城堡之中。大祭司德米安突然造访公爵领地，这让伊芙吉尼亚感到十分困惑。对方放着神殿不带，为什么偏偏要来城堡找他？既然人已经到了，他也只能硬着头皮去迎接。伊芙吉尼亚主动打招呼问好，德米安的语气却冰冷，毫无温度，直言这是他们婚礼后的第一次见面。看着对方那张冷冰冰的脸，伊芙吉尼亚心里暗自警惕，这人怎么看都不像是来帮忙的，反而更像是故意来找茬。他深吸一口气，试探着询问，不知道大祭司这次特意过来是有什么事情需要他配合。德米安却突然冷笑了一声，直言需要帮助的人其实是他。对方居然猜得这么准，伊芙吉尼亚心里直犯嘀咕，既然对方主动递了台阶，他便顺势提出想请大祭司帮忙。德米安答应得十分痛快，声称这完全是女神的旨意，是女神让他来协助公爵夫人。听到这话，伊芙吉尼亚彻底懵了，女神怎么会无缘无故帮自己？德米安接着解释道，女神认为两人的目标完全一致，所以她必须顺从神意前来。虽然有人帮忙是件好事，但看着德米安那冷若冰霜的脸，伊芙吉尼亚总觉得哪里不对劲，这表情怎么看都像是被逼无奈。德米安见他一脸怀疑，反问他是不是不相信神明，还说这段时间发生的一切他自己心里应该最清楚。伊芙吉尼亚有些摸不着头脑，追问对方到底指的是什么。德米安语气平静地表示，女神其实一直在暗中庇护着他。难道自己经历的这一切真的不只是运气好吗？如果连他穿越到这个世界，甚至和尤克里德的相遇，全都是女神在暗中操盘，那这背后的真相可就太让人细思极恐了。还没等他彻底想明白，德米安就开口打断了他的思绪，询问他到底需要什么帮助。画面一转，伊芙吉尼亚已经回到了房间，他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尤克里德，关切地询问他感觉怎么样。看到伊芙吉尼亚走进来，尤克里德的眼神瞬间温柔了许多，说自己身体已经好多了，还提到孩子们刚才特意来等过他。伊芙吉尼亚听了有些遗憾，不过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一旁的德米安看着两人的互动，心里却忍不住泛起了嘀咕，这两人明明很快就要离婚了，怎么现在的气氛看起来如此亲密？他刚想开口跟伊芙吉尼亚搭话，尤克里德的眼神却瞬间冷了下去，那股无形且恐怖的压迫感直接逼得德米安闭上了嘴。这下德米安彻底懵了，这个男人到底是什么来头？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杀气？好在伊芙吉尼亚及时开口，打破了这尴尬压抑的局面，说自己特意请来了大祭司，这次一定能治好尤克里德伤。尤克里德有些好奇地询问，是不是他亲自去请的大祭司？伊芙吉尼亚赶紧开口解释，说自己本来是打算亲自去的，没想到大祭司自己先找上门了，这大概就是奇妙的缘分吧。一旁的德米安看着伊芙吉尼亚，忍不住低声询问他，这难道真的是他想要的吗？结果伊芙吉尼亚根本没接这茬，反而纠结起称呼的问题，他让德米安换个称呼，免得让尤克里德听着不舒服。这操作直接把德米安整不会了。他看着旁边眉来眼去的两个人，心里忍不住疯狂吐槽，这两人天天黏黏糊糊的，到底哪里像要离婚的样子？不过吐槽归吐槽，正事还得做。德米安也没有再继续废话，直接施展神圣魔法为尤克里德疗伤。在大祭司的全力治疗下，尤克里德的伤势总算稳定了下来。他客气地向德米安道谢。一旁的伊芙吉尼亚还是不放心，急忙凑上前询问他还有没有哪里疼。尤克义弟表示自己已经没事了。看着眼前这温情脉脉的一幕，德米安的心里却觉得很不是滋味。他忍不住想起了以前的公爵夫人，那时候的他冷酷无情，甚至还出言威胁过尤克里德。可如今的他眼里却全是关切，这前后的反差实在太大了。
不过德米安也十分清楚，那些过去的事情早就已经烟消云散，他识趣的没有多留，主动开口告辞。眼看德米安准备离开，尤克里德客气的挽留他吃顿便饭，毕竟人家大老远跑来一趟。不过德米安直接拒绝了邀请，说神殿那边还有要事等着处理，自己也不是为了吃顿饭才来的。伊弗吉尼亚一路送他走出城堡，走到半路，德米安突然停下脚步，提起了北方最近的气候变化，说这里的情况和传闻中不太一样。伊弗吉尼亚耐心地解释道，最近北方确实在迅速变暖，他们也一直在调查具体原因。结合德米安刚才说的话，伊弗吉尼亚忍不住猜测，这很可能是女神显灵施展。本以为是女神显灵降下神迹，结果德米安却直接否定了，说如果是神力，他不可能察觉不到，他怀疑是别的未知力量在作祟。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德米安突然提出要牵伊弗吉尼亚的手，这可把伊弗吉尼亚吓了一跳，赶紧强调自己已经是已婚身份，甚至怀疑对方是不是有什么不良企图。德米安有些无奈地解释道，自己只是想确认一些事情，绝对没有占便宜的意思。伊弗吉尼亚这才半信半疑把手递过去，结果德米安刚一碰触到他的手，整个人就瞬间愣在了原地。德米安正仔细感受着这股力量，还没等他彻底研究明白，旁边突然传来一个冰冷的声音，质问他们为什么手拉手靠得这么近。两人转头一看，来人居然是魔塔之主。不过因为对方换了全新的造型，伊弗吉尼亚一时间都没敢认出来，这可把魔塔之主给郁闷坏了，心想自己这才走了几个月，怎么连这张帅脸都不认识了。不过听到伊弗吉尼亚夸他新造型好看，他又忍不住有些得意起来，直言自己这次确实花了不少心思。伊弗吉尼亚赶紧开口解释，说他们只是在配合大祭司做测试，让对方千万不要产生误会。魔塔之主倒也十分识趣，调侃了几句就主动告辞离开，把空间重新留给了他们两个人。伊弗吉尼亚在一旁轻声解释，说刚才那位魔塔之主其实也是公爵非常要好的朋友。德米安表面上平静地听着，心里却早已泛起了惊涛骇浪，因为他刚才从魔塔之主身上感受到了一股非同寻常的能量波动。伊弗吉尼亚见他半天不说话，便主动开口询问测试结果，北方变暖真的和女神没有关系吗？德米安有些迟疑地回答道，自己现在也说不太准，其实他心里非常清楚，伊弗吉尼亚身上的确有祝福的力量，但那股力量根本不属于女神，倒像是另一个极其神秘的存在，把祝福毫无保留地洒向了整个北方。伊弗吉尼亚在旁边有些无语，心想你既然什么都不知道，刚才干嘛还非要牵我的手？德米安看着魔塔之主离开的方向，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惊人的想法，刚才魔塔之主身上散发出的和那个在北方降下祝福的神秘存在气息简直是一模一样。塔主一开口就直接戳中了尤克里德的痛处，说他之前那么焦急根本不是因为身体难受，而是害怕失去心爱的妻子。尤克里德瞬间愣在原地，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反驳。塔主没有继续纠缠，转而询问他现在的身体状况。尤克里德坦言自己尝试了魔法，但身体并没有出现排斥反应。塔主走上前去，说他早就注意到尤克里德频繁使用魔法，而且身体居然没有任何后遗症。尤克里德眼神警惕，问塔主是不是看穿了自己的心思。塔主无奈地叹了口气，直接动手帮他检查身体。仔细检查完身体，尤克里德疑惑地问他是不是真的没有异样，塔主却面色凝重地摇头，说这不过是暂时的平静。尤克里德一时间没听懂，追问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塔主坦言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接下来他将承受100倍的痛苦折磨，因为他的心脏已经快要撑到极限了。听到这个残酷的真相，尤克里德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塔主深吸了一口气，说现在必须做出最后的决定，毕竟想要活下去，就只剩下那唯一的一个办法了。伊弗吉尼亚看着德米安，问他是不是只有这些话要说。德米安表面上保持沉默，内心却藏着无数无法说出口的疑问。他最想知道那个怀孕的女孩去了哪里，后来又遭遇了什么。德米安忍不住回想起过去，他曾隔着铁栏质问伊弗吉尼亚那个女孩的下落。当时的伊弗吉尼亚态度异常冷淡，说那只是个无关紧要的陌生人，反正很快就会死，让他不要多管闲事。德米安至今依然感到无比后悔，后悔那天没有坚持多问几句。看着德米安突然走神，伊弗吉尼亚有些奇怪地叫醒了他。德米安主动打破沉默，问他是不是只需要这一件帮助，并承诺只要他开口，自己一定会倾尽全力。听到帮忙这2个字，伊弗吉尼亚一时间有些出神，这让他想起了很久以前的往事。曾经也有个孩子对他说过同样的话，说想要报答他的恩情，说如果以后有需要，希望对方千万不要拒绝。只是谁能想到，当年的承诺如今成了无法兑现的看着眼前的伊弗吉尼亚，德米安在心里默默做出了决定，现在还不是摊牌的时候。德米安留下最后的承诺，便转身告辞离开。伊弗吉尼亚刚回到房间，就看到尤克里德独自站在窗前，他的背影显得有些落寞和不对劲。伊弗吉尼亚赶紧上前询问，是不是身体又开始不舒服了，要不要把还没走远的大祭司叫回来。尤克里德却只是勉强笑了笑，说自己身体没事。看着尤克里德刻意隐瞒的反应，伊弗吉尼亚立刻察觉到了异样。尤克里德温柔地安慰他，说自己真的没事，让他不要太担心。然而没过多久，公爵府突然收到了皇室的召集令，说是为了庆祝皇太子凯旋归来。伊弗吉尼亚却觉得这事极其反常，以前皇太子打胜仗回来，皇室可从来没有搞过这么大的阵仗。他和德拉诺在书房里紧急商量，总觉得这突如其来的召集背后隐藏着什么阴谋。
皇室这次送来的邀请函态度非常强硬，明确要求他们必须出席。德拉诺在一旁低声提醒，如果这次拒绝了皇室，就会被扣上不敬的帽子，连最后一点皇室支持都会彻底丢掉。尤克里德也觉得无路可退，只能硬着头皮答应去参加。这可把德拉诺给急坏了，直言他们刚经历了一场大难，这不就是最好的拒绝借口吗？之前大家还在为发现矿山而高兴，结果转眼就来了这么个大麻烦。伊芙吉尼亚心里也直犯嘀咕，尤克里德这一去恐怕是凶多吉少。看着尤克里德的反应，伊芙吉尼亚心里直犯嘀咕，怀疑他是不是留下了什么后遗症。尤克里德却故意岔开话题，说他这次去王都正好可以和久违的家人团聚。伊芙吉尼亚没有多说什么，找了个借口先离开了房间。结果他前脚刚走，德拉诺后脚就急了，质问尤克里德是不是疯了，居然想以这种身体状态去参加宴会。尤克里德却还在硬撑，反问自己为什么不能去。德拉诺这下彻底忍不住了，直接戳穿了他的谎言，说他现在的身体根本就没有恢复。这次去王都，伊芙吉尼亚肯定会遇到那个一直想见的人，也就是皇太子凯登。其实尤克里德心里比谁都乱，他想起了以前自己曾希望他对皇太子的感情永远别变，这样自己就能保持清醒。德拉诺越想越觉得危险，劝尤克里德随便找个借口，直接把这次的邀请给推掉。可当他主动靠近，甚至亲吻自己的时候，他其实早就高兴坏了。现在的他居然开始因为嫉妒而说些酸溜溜的话，甚至想去干涉他的社交。这种失控的占有欲让他自己都觉得有些害怕了。尤克里德在心里承认，如果说自己不在意他们两个再次见面，那绝对是骗人的。但纠结到最后，他还是做出了决定。尤克里德深吸了一口气，说自己相信他的妻子。凯登猛地推开房门，却看到了那个让他日思夜想的女人。还没等他开口质问，就看到伊芙吉尼亚正依偎在尤克里德怀里，两人显得无比亲密。凯登瞬间从噩梦中惊醒，浑身冷汗淋漓，他神色阴沉的攥紧拳。那个女人根本不懂什么是爱，当初他明明无比恨她，却为了利益死死纠缠，如今三人的恩怨怕是更难清算了。凯登回想起过去的种种，伊芙吉尼亚为了皇太子妃的头衔，甚至不惜自毁名誉，这让他曾自负的以为这个女人永远不会离开他。随从的声音突然打断了他的思绪，询问他是否已经醒来。得知距离王都还有3天路程，凯登冷声下令天亮立刻出发。他已经迫不及待要见到她，只有亲眼确认那个女人的态度，他才能做出最后的抉择，是选择放手原谅，还是拉着尤克里德公爵一起下地狱。疾驰的马车里，伊芙吉尼亚突然打了个冷战，尤克里德瞬间紧张起来，急忙询问他是不是身体不适。得知妻子只是觉得有些冷，尤克里德毫不犹豫脱下外套披在他身上，一旁的迪奥也贴心的递上衣物。这次收到皇室召集令，他们全家一同前往王都，顺便带孩子们去见守护兽。看着大家如此紧张自己，伊芙吉尼亚有些哭笑不得。路上，玛丽安好奇地询问婶婶的家人是不是也住在王都。伊芙吉尼亚向孩子们介绍起家人，除了父亲和哥哥，还有弟弟以及堂妹。迪奥天真的以为他的家人一定非常爱他，伊芙吉尼亚只能尴尬地笑笑。他与家人的关系其实冷若冰霜。当玛丽安问起他是否想念家人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完全不想。察觉到孩子们紧张的情绪，伊芙吉尼亚温柔地询问原因。玛丽安委屈地低下头，担心婶婶的家人会不喜欢他们。看着懂事又敏感的孩子，伊芙吉尼亚一阵心疼，赶忙温柔地抱住他们，轻声安慰。孩子们的话让伊芙吉尼亚心中一暖，她也深情地看着尤克里德，坦言自己当初北上时满脑子想的也是如何融入这个家。两个孩子兴奋地扑进他怀里，为成为真正的一家人而欢呼。伊芙吉尼亚温柔地向孩子们保证，大家一定会喜欢他们的，但他却暗暗下了决心，要是瓦西里安家族敢给孩子们脸色，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说话间，马车终于抵达王都，瓦西里安家族的迎接队伍早已等候。然而迪奥刚下车就愣在原地，眼前迎来的两个人竟然长得一模一样。尤克里德轻声提醒迪奥注意礼貌，并客气地向对方致歉。瓦西里安公爵虽然笑着说没关系，但伊芙吉尼亚敏锐地注意到父亲的嘴角刚才明显抽动了一下。公爵随即与尤克里德寒暄起来，询问其北方气候变暖的意向。尤克里德表示原因尚在调查，公爵则透露已将消息压下。尤克里德真诚致谢，并强调北方能有如今的转变，全都要归功于自己的妻子。然而伊芙吉尼亚心中却泛起苦涩，父亲从始至终都只顾着与女婿交谈，甚至连一个眼神都没分给他。面对女儿冷淡的注视，公爵有些局促地解释自己只是太久没见她，有些紧张。看着许久未见的女儿，他终于问出了那句迟到的关心。尤克里德主动上前向瓦西里安公爵介绍两个孩子，玛丽安和迪奥虽然有些紧张，但还是乖巧地上前行礼。看着懂事可爱的孩子，公爵脸上终于露出了慈祥的笑容。迪奥悄悄凑到伊芙吉尼亚耳边，小声惊叹公爵与他长得太像了。伊芙吉尼亚笑着解释，那是他的父亲，而旁边站着的是哥哥席奥内尔。公爵热情地招呼大家进屋，并让梅丽莎带路去客房。看着温柔体贴的梅丽莎，伊芙吉尼亚客气地道了声辛苦。梅丽莎笑着表示房间已准备妥当，不仅打扫了伊芙吉尼亚的旧事，还为尤克里德和孩子们都准备了独立的房间。伊芙吉尼亚顿时愣在原地，怎么回娘家还要和丈夫分房睡？梅丽莎连忙解释，是听了席奥内尔的提醒，才知道北方夫妻习惯分房。看着一旁得意洋洋的席奥内尔，伊芙吉尼亚气得直咬牙，这绝对是这家伙故意捣鬼。
席奥内尔还故意挑衅尤克里德，询问自己打听的对不对。没想到尤克里德不仅没生气，反而笑着向他道谢。看着丈夫这副大度的反应，伊芙吉尼亚在一旁彻底无语。看着眼前华丽的房间，迪奥忍不住问姐姐玛丽安：“他们以后能不能一直住在这里？”玛丽安赶紧小声提醒他，等胜利宴会一结束，他们就要回去。不过这宽敞漂亮的房间确实招人喜欢。就在这时，门外传来敲门声，催促他们赶紧下楼去吃晚饭。等到了餐厅，桌上早已摆满丰盛佳肴，全都是按照伊芙吉尼亚的喜好准备，甚至连食材都是特意从远方运过来的。席奥内尔和家人围坐在餐桌旁，对伊芙吉尼亚嘘寒问暖，关怀备至。面对家人的关心，伊芙吉尼亚心里暖洋洋的，笑着向大家表达了真挚的感谢。吃饭间，他突然想到了什么，主动给2个孩子推荐起桌上的海鲜。毕竟在寒冷的北方很难吃到这些。孩子们一看到海鲜，眼睛都亮了。迪奥和玛丽安大口吃着美味，还不忘招呼伊芙吉尼亚一起尝尝。看着孩子们吃得这么开心，公爵主动向尤克里德真诚道谢，多亏了他的照顾，自己才能再次看到女儿灿烂的笑容。接着，席奥内尔温柔地邀请孩子们，以后一定要经常来王都做客。一旁的梅丽莎看着这一幕，心里满是羡慕，她也希望能和伊芙吉尼亚多相处。看着眼前这温馨的画面，玛丽安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她发现伊芙吉尼亚的家人其实非常温柔，大家都是真心实意的爱着她。转眼就到了胜利宴会当天，玛丽安和迪奥都换上了华丽礼服，准备跟着大家一起出发。迪奥手里拿着公爵送的冰淇淋，一脸认真的表示今天一定要好好保护婶婶。至于为什么要保护婶婶，这还得从几天前说起。当时德拉诺哭丧着脸跑来求他们，说王都的人对夫人有很多误解，他真担心夫人这次回了娘家，以后就不肯回北方的公爵岭了。孩子们一听就急了，连忙追问为什么婶婶会不回去。德拉诺被问得支支吾吾，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但这番话却让孩子们牢牢记在了心里。他们知道王都有很多人在背后欺负婶婶，所以今天无论如何都要当好婶婶的小保镖。迪奥特别提到了那个皇太子，表示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欺负婶婶的坏家伙。玛丽安赶紧提醒他，从凯旋仪式开始就要保持警惕，让他集中注意力。结果迪奥嘴里塞着冰淇淋，含糊的坚称自己现在非常专注。玛丽安直接拆穿他，这已经是他的第3个冰淇淋了。迪奥委屈的解释，因为太好吃了，回北方就吃不到了，所以想趁现在多吃点。玛丽安看着他冷不丁来了一句，说他最近好像长胖了。这一下直接把迪奥给打击到了，眼泪汪汪的问姐姐是不是真的。就在2个孩子闹腾的时候，门外传来敲门声，尤克里德推开门问能不能进来。迪奥哭着扑了上去，大喊着叔叔。尤克里德有些纳闷，赶紧问他怎么了。迪奥委屈的告状说婶婶以前明明说过，吃下去的东西以后都会长成身高，问叔叔自己是不是也一样。尤克里德听完差点没忍住笑出来，不过他还是温柔的安慰迪奥，说婶婶什么时候骗过他，保证他以后一定会长得比自己还要高大帅气。听到这话，迪奥这才破涕为笑。尤克里德顺势劝他，虽然会长高，但吃太多会坏肚子，以后还是要适量。迪奥乖巧的答应了。接着尤克里德提醒他们，婶婶还在外面等着，是时候出发了。尤克里德带着2个孩子走下台阶，准备出发。一看到等在外面的伊芙吉尼亚，迪奥就兴奋的大喊着婶婶跑了过去。当伊芙吉尼亚转过身，露出灿烂的笑容时，尤克里德整个人都看呆了，心跳不由自主的加快。2个孩子围着伊芙吉尼亚，不停的夸她今天特别漂亮，简直是世界上最美的人。伊芙吉尼亚被逗得合不拢嘴，笑着问是不是真的。看着眼前这一幕，尤克里德也忍不住走上前，红着脸由衷的赞美她今天确实美极了。尤克里德突然有些不好意思，这反应让伊芙吉尼亚有些意外，没想到这个平日冷酷的公爵居然也会害羞。就在这时，梅丽莎凑了过来，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但因为凯旋仪式时间紧迫，伊芙吉尼亚决定先出发，等有空了再细问。马车在路上飞驰，他看着身旁的梅丽莎，心里忍不住琢磨，他到底想说什么呢？是关于大祭司德米安的事，还是因为那个让人头疼的皇太子？要是皇太子这时候再来插一脚，事情可就真的麻烦了。其实仔细想想，现在的剧情和原著相比，早就已经面目全非了。原著里那个一心谋反的恶女，如今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理查德因为一个孩子放弃了复仇，甚至连大祭司德米安都主动站出来帮忙。既然大家都变了，那皇太子和梅丽莎的未来又会走向何方？还有他自己命运的轨迹，也早就偏离了方向。就在他思绪万千的时候，马车缓缓停下，他们终于抵达了皇宫。马车缓缓停下，随从在外面恭敬地提醒他们已经到了皇宫。伊芙吉尼亚转过头，却发现身旁的尤克里德有些不对劲，他整个人看起来异常紧绷，这让伊芙吉尼亚有些纳闷，不仅是梅丽莎，怎么连尤克里德也变得这么奇怪？看着他这副样子，伊芙吉尼亚主动伸出手，说自己太久没来皇宫，难免有些紧张，笑着问他愿不愿意护送自己。尤克里德愣了一下，随即紧紧握住了他的手，心里的紧张顿时消散了不少。伊芙吉尼亚刚一现身，周围的议论声便此起彼伏，众人都在私下交头接耳，议论着这位新晋的公爵夫人以及她与皇太子之间的风流传闻。这些刺耳的闲言碎语自然也落到了梅丽莎的耳中。伊芙吉尼亚自己倒是不在乎八卦，但她绝不能容忍旁人将无辜的梅丽莎也卷入其中。这一次她绝不打算再坐视不管。刚进场没多久，伊芙吉尼亚就碰到了父亲和哥哥。
还没等他上前打招呼，公爵突然盯着他的礼服，神色看起来有些欲言又止，这让伊芙吉尼亚十分纳闷，不明白自己的衣服有什么问题。公爵见状，赶紧笑着打圆场，夸赞他的礼服非常漂亮。伊芙吉尼亚在心中暗自琢磨，难道是因为自己今天没有和他们穿同色系的衣服吗？还没等他想明白，大厅里突然响起了嘹亮的号角声，伴随着侍从的高声宣告，宴会厅的大门被缓缓推开，皇帝陛下终于在众人的瞩目中入场了。皇帝一出场，那股威严的气势确实非同凡响。看着高高在上的皇帝，伊芙吉尼亚忍不住在心中犯嘀咕：这明明是给皇太子举办的庆功宴，皇帝的排场是不是有些太夸张了？皇帝在王座上坐定之后，抬手示意众人平身，紧接着他竟然当众点名，叫出了伊芙吉尼亚的名字。听到皇帝突然召唤自己，伊芙吉尼亚立刻收敛心神，走上前去，恭敬地向皇帝行礼问候。皇帝居高临下地看着他，语气意味深长地感叹道：上次见面她还是瓦西里安家的小姐，一转眼如今已是卢迪翁的公爵夫人了。皇帝一开口就宣称从小把伊芙吉尼亚当儿媳看待，甚至埋怨她离开王都前没来打招呼。这话听得伊芙吉尼亚在心里直翻白眼，暗骂这皇帝真是一点良心都没有。要不是皇帝在背后默许，皇太子根本不可能向梅丽莎求婚。如今他居然有脸当众提起这桩旧事。接着皇帝又故意提起皇太子凯登，问他3个月没见，现在心里是什么滋味。伊芙吉尼亚虽然心中气急，但表面上依旧维持着得体的礼貌，笑着表示听到皇太子凯旋，自己作为帝国公民高兴得不得了。皇帝还想借题发挥，暗示他心里其实一直惦记着凯登。结果伊芙吉尼亚直接把话接了过去，坦言自己之所以甘心战场，是因为弟弟也一起随军出征了。换做任何一个有亲人上战场的公民，都会是这种牵挂的心情。这一番滴水不漏的回答，直接把皇帝的试探给硬生生堵了。皇帝高高在上地表示，凯登至今从未尝过败绩，每次都能毫发无损的凯旋，让他这个做姐姐的不用太担心。伊芙吉尼亚表面上笑着附和，夸赞皇太子的实力确实强悍，可他心里却在冷笑。皇太子身边有无数精兵强将拼死相护，战场上的普通士兵可没这个待遇。皇帝打量着他，意味深长地感叹他最近过得不错，接着又把话题引向了卢迪翁的爵位。面对皇帝的步步紧逼，伊芙吉尼亚不仅没有退缩，反而微笑着表示自己深受感动，甚至主动出击，说自己今天也很期待听到皇太子的亲口汇报。这话一出，站在后面的众人都捏了一把汗，谁能想到他居然敢当众和皇帝硬碰硬。伊芙吉尼亚接着表示，就算皇太子之前不相信自己结婚的消息，现在也由不得他不信了，只要让他看到自己和这么优秀的丈夫过得幸福，相信皇太子也一定会送上祝福。这话一出，底下的贵族们瞬间炸开了锅，谁能想到以前那个对皇太子死缠烂打的女人，如今居然能说出这种话，看来他彻底放手的传闻是真的了。就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门口突然传来通报，大祭司德米安到了。德米安一出场，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大家纷纷赞叹他那高贵圣洁的气质。皇帝在王座上主动开口慰问德米安一路奔波辛苦了。德米安恭敬地向皇帝行礼，随后他走上前去，却在人群中一眼注意到了伊芙吉尼亚，两人四目相对，气氛一下子变得有些微妙。德米安那毫不避讳的目光让伊芙吉尼亚心里直犯嘀咕，他现在只想低调行事，默默祈祷这位大祭司赶紧走开，千万别再给他招来什么闲言碎语。还没等他松口气，门口就传来了高声通报，皇太子凯登终于到了。伴随着清脆的马蹄声，凯登骑着战马缓缓走入会场，现场的气氛瞬间被推向了顶点，欢呼声和赞美声此起彼伏，大家都在为这位帝国的英雄喝彩。面对这铺天盖地的热情，凯登却显得十分冷淡，脸上根本没有半点胜利者的喜悦。旁边的副官忍不住小声嘀咕，说皇帝为了这次的胜利游行，真是花了不少心思。凯登听了只是不屑的冷笑，觉得皇帝不过是花钱买面子罢了，根本不值一提。就在他漫不经心的扫视四周时，视线里突然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这一看让他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还没等他回过神来，皇帝已经高声迎了上来，庆祝自己的儿子平安归来。凯登只能强行收回心思，恭敬地向皇帝行礼。皇帝本来还在高兴的嘘寒问暖，结果看着看着迪奥的脸色不太对劲，伊芙吉尼亚连忙问他是不是肚子疼。旁边的玛丽安忍不住小声嘀咕起来，觉得这肯定是迪奥偷吃冰淇淋的报应。伊芙吉尼亚在一旁听得也有些懵，没想到迪奥这小家伙今天居然真的偷偷吃了3个冰淇淋。而此时的凯登目光却始终无法从伊芙吉尼亚身上移开，仇恨、愤怒、怨恨。当他看到伊芙吉尼亚的脸时，所有这些都像雪一样融化了。想想那个连自己家人都无情的女人，照顾孩子是这么有爱心的吗？她真的是自己认识的伊芙吉尼亚吗？凯登的目光缓缓落在了尤克里德身上，那个人就是传闻中的卢迪翁公爵吗？原来是这样，凯登心里只觉得无比讽刺。伊芙吉尼亚为了报复他，居然宁愿选择一个带着孩子的男人。这个荒谬的答案，他今天算是彻底收到了。既然伊芙吉尼亚做出了这种选择，那他就没什么好犹豫的了。一个疯狂的念头在他心中彻底蔓延开来，看来只能把他们2个都除掉了。